穿越西游，我成了孙悟空的同胞姐姐。回过神的我顿时慌了，大圣的姐姐是我能当的吗？如果佛门知道我这样的变数存在，怕是连孟婆汤都要追到胎里灌。为了活下去，我得狗，必须逆天改命，破坏西游谅解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孙悟空竟然能够偷听我的心声，只是还不等我多想，就听到石头外面传来了一道声音：算算时间，再过3年，这猴头就要出世了。这期间可千万不能出现岔子。我急忙掩盖自身的气息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只能用眼神示意孙悟空不要出声。猴子也是十分聪明，直接闭目养神。怎么发育如此缓慢？难道是这日月精华不够？3年后如果不出世，那可不行，就让我用这芋泥波波助你一臂之力。姐姐，给你。只见猴子献宝似的将口中一滴晶莹的水珠吐出，我也没有客气，直接一口吸了进去。这可是芋泥波波，内含精纯的生命能量。转眼间3年过去了，我与弟弟2人已经双双成型，如今终于是到了出世的日子。弟弟，记住我告诉你的话，等会儿能引起多大的动静就引起多大的动静。我知道了，姐姐。这一天仙石迸裂，石猴的眼中射出2道光，径直冲33重天的凌霄宝殿，一瞬间天庭震动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另一块石球直接跌入山脚的水潭中，玉水变成了一个婀娜多姿的妙龄女子。孙悟空感受到那些窥探的视线都消失之后，这才朝着花果山走去。看着孙悟空朝着我的方向走来，我急忙隐去身影，悄悄跟在旁边。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猴子，就在这时候，一个老猴递给他一个桃子。来了，这老猴子绝不对劲，只要吃了这桃子，弟弟的灵气将散尽。孙悟空的手一顿，竟是没有接过，任由桃子掉在地上。看来弟弟是记得我的嘱咐的，改变命运最重要的一环，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灵气散去。老猴子眼中闪过一抹疑惑，随后又说道：我看这水这么清凉，也不知是从哪里流过来，不如我们找一找源头，顺便游玩一番如何？群猴响应，孙悟空也有些兴趣，他想看看这老猴子究竟想做些什么。顺着山涧向上走，又有一个猴子说道：看来这里就是瀑布的源头，但是瀑布后面有什么呢？有谁能进去看看？要是去看看还能安全回来，我们就拜他为王。看来弟弟这个猴王不当也不当，这水帘洞中倒是个好地方，是个修炼之地。我进去。孙悟空闭着眼睛往里跳，就跳到了瀑布后面。孙悟空只是大概扫了一眼里面的物品，就直接跳了出去。众猴直接拥护他为王。大王，这瀑布后面都有些什么？这后面只是一个小山洞，没啥。老猴疑惑。难不成剧情改变了？水帘洞不在这里。当晚，孙悟空支开猴们，便轻声喊道：姐姐，我撤去隐身术。孙悟空看到我的模样，一阵惊骇：姐姐，你怎生的与我不一样？悟空，我们本就是仙胎，外形而已，不必在意。姐姐，你随我来。这瀑布后面乃是一个洞府，我白日未曾讲出，就是怕太多人知晓。我那老实巴交的弟弟，怎么突然有点腹黑了？不过腹黑点好啊，省得以后吃大亏。姐姐，你看着这里如何？这里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。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，果然是洞天福地。好，以后这水帘洞就是咱们的家。俗话说，山中无甲子，岁中无日月。我与弟弟2人也不知道修炼了多少年，弟弟本源未曾泄露，竟是修出了一双窥天瞳，双眸开合间便可引动风云色变，其他本领却始终不得门路。难不成必须得去3星观学本领了？看来我想要改变弟弟的命运，并非那般容易啊！这日孙悟空正在与群猴嬉戏，旁边的老猴突然开口道：大王，近来妖魔纵横，你可曾想过去学一身本领回来？听说那犀牛贺州有一座灵台方寸山，里面住着一个老神仙，只要寻到方寸山，便可学习法术，到时候大王便可长生不灭。听了老猴子的话，孙悟空回到水帘洞向我说了自己的想法，想去方寸山学习法术，我自然是同意了。姐姐陪你一起去。可是姐姐，你不是说你不能被人发现吗？弟弟有些担心，能够看穿我的在这世界不超过10人，虽然菩提祖师就是其中之一，但是他是不会揭穿我的。如果放任弟弟一人去，最后学得的不过是地煞72变、筋斗云大品天仙诀，根本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功法之术。我必须得去。孙悟空心中感动，他曾多次想告诉姐姐自己能够听到他的心声，但是每次话到嘴边根本说不出来。我知道弟弟只要一离开花果山，所有的行动都会暴露在别人的眼中，所以并没有打算出手帮他，避免自己暴露。我只是用造化术将自己变成一个头巾，别在孙悟空的头上。数月之后，孙悟空便来到了灵台方寸山的脚下，我也变化出原本的模样，因为我的存在根本瞒不住菩提老祖。我们上到山顶，石门忽然打开，你们2人来我方寸山所为何事？弟子听闻方寸山乃是神仙之所，所以带着弟弟孙悟空前来拜师学艺，还请祖师成全。能来到我方寸山本就是缘分所致，从今往后你2人便在这里打扫卫生吧。菩提祖师捋了捋胡须，走之前更是多看了我一眼。当日凌晨，我来到了菩提祖师的禅房，弟子拜见祖师，倒是个聪明的女娃，我只看你一眼便知晓了我的用意。说吧，来方寸山所为何事？改命，人人都想改命，人人都得认命，争辩有一线生机，不争便如提线木偶。也罢，你且回去吧，以后能学多少就看你的本领了。我离开后，菩提祖师叹了口气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转眼间便过去了6年时间，我学了求神问卜、打坐、修心、看相、算卦等本领，而孙悟空更是彻底沉下心来，不骄不躁，只要是祖师教的，他都认真学习。6年过去了，我也提醒了悟空，如果祖师教他本领，不要挑，一定要全学，尤其是杀伐之术，这才是改变命运的重中之重。这日菩提祖师喊住悟空：悟空，你进门已有6年，今日为师便传你一些长生之术，我这里有地煞72般变化，天罡36变，你想学哪个？孙悟空想了一下，随后说道：弟子全都学。好你个猴头，确实贪心。不过菩提祖师还是
是将36变和72变全部传给了孙悟空。领悟两门术法之后，孙悟空大惊：“师傅，这是周天108变，本就是一体之术。你这猴头倒是聪慧，今日暂且如此，你回去好生领悟周天变化之术。明日3更来我禅房，我教你其他本领。”回到宿舍，孙悟空面色如常，完全看不出来他已经学会了108般变化。次日，菩提祖师又将筋斗云传给了孙悟空：“师傅，这筋斗云可否能逃出西方教的掌中佛果？弟弟曾在我的心声中听到自己将来或许会和西方如来比试，而比试内容便是是否能够逃出掌中佛果。你这猴头倒是贪心，为师这有一门缩地成寸之术，只要你够强，一念万里也不是问题。莫说那掌中佛果，根本不在话下。”孙悟空仅1个时辰就学会了缩地成寸与筋斗云，可见其天赋之可怕。好了，你可还有其他想学的？祖师，我学这些本领不过都是些逃命的本事，弟子还想学一门攻击杀伐之术。好你个猴头！也罢，为师今日便传你斗战9重，此乃杀伐之道，不仅拳脚伶俐，当你修炼到9重，便可超凡入圣。孙悟空记住口诀后，菩提祖师便消失不见，再次出现，已经来到了我所在之处。我来是告诉你，那猴头学了通天的本领，也不知是福是祸，你可有想学的？弟子想学改命术，还望祖师不吝赐教。此术有为天河，乃是逆转时光、颠倒阴阳之术，一人一生仅可使用3次。也罢，我便传你这改命之术。次日，菩提祖师讲经之后便说道：“你2人已学了6载时光，如今也到了下山之时，切记以后若是惹了什么祸事，不得告诉自己师出何门。弟子谨记。”2人磕头后便退了出去。悟空，你用筋斗云带我回去，从今以后我不再隐藏在你背后了。对外解释就说我是你拜师学艺的师姐，来时数月，回去不过2个呼吸便到了花果山。群猴看到孙悟空还有些陌生，此时一个老猴走了出来：“大王，是你吗？你终于回来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老猴的寿命悠久，如今我却能看到他背后那轮佛光，看来他便是西天教安插在花果山的家伙。”随后弟弟望向猴子猴孙说道：“孩儿们，我身后这位是我师姐，以后见到他就如同见到我一般，不得放肆。”众猴一一呼应，只有那老猴皱着眉头多看了我几眼。“大王，您习得了本领，还缺少一件兵器，我知晓那东海之中便有一些绝世神兵。”老猴子此时开始建议孙悟空寻找兵器。“师姐，你怎么看？咱们初来乍到，贸然问别人寻求武器本就有失礼数，咱们还是努力修炼的好。”看到我俩钻入水帘洞，老猴皱起了眉头：“不行，必须得让这猴头前往东海拿到那定海神针，否则如何挑起猴子与天庭的矛盾？西游亮节如何进行？西方教的算计，天庭的招揽，若是让弟弟与人成亲，不知会不会彻底扰乱西游进程。”当时看的那些番外篇，有孙悟空和白骨精、紫霞仙子的故事，不过我并没有看到神台旁边有什么仙草之类的。对了，还有7仙女啊，不过这个得好好计划一番，先婚后爱最妥当，要不然大圣变舔狗就有点戏。只可惜现在那女儿国的女帝还未出生，否则她倒是个不错的人选。果不其然，次日一早，老猴子就在外面大喊大叫：“大王，大王！我听闻那东海出了一件稀世珍宝，可长可短，可大可小，可粗可细，十分适合大王您的英姿。这世间竟有如此奇宝，我且去问问师姐喜欢否？”“大王，不可呀，等你取回来给你师姐看，她只会更高兴。”水帘内我听着老猴的话，有些无语，直接一步踏出，便已经来到了外面。“师弟，既然这么厉害的兵器，肯定有不少人会去抢，咱们实力微末，怎能去争夺？还是老老实实修炼为好。兵器始终是外物，只有强大己身才是重中之重。”师姐教训的是，悟空受教了。老猴心有不甘，但也不敢表露出来，他怕孙悟空怀疑自己。此时一个妇人正朝着山上走来，当即便一步踏出来，到了洞府之外。“凭你法号无尘，师艺散修，听闻花果山有一仙胎修炼有成，特来拜见。”我倒也没戳破他的身份，只是回了一礼。在下乃是孙悟空的师姐，有什么事情与我说也是一样。自然，凭你此次前来，是为了给仙胎送宝，只是那宝物实在太重，凭你拿不动了，不知是何宝物。在那东海之地，有一根定海神针，此物威力莫测，恰巧凭你与那老龙王有故交，他有意结交仙胎所化之灵，愿将那定海神针送给仙胎。没想到动作这么快，我便是要这根如意金箍棒合法合规，谁来了也不能说什么，更是让老龙王无法去告状，这恐怕不妥。我师弟为侯正直，岂能白要礼物？道有此言差矣，天才地宝，有缘者得之。近些时日，那定海神针频繁异动，让东海不得安宁，岸边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。你的意思是，需要我师弟收服这根定海神针，解决岸边百姓的天灾？佛曰：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道友，你都如此说了，我们姐弟又怎可袖手旁观？你且等着，我这就喊悟空出来。随后3人前往东海，等来到东海，发现这里确实不安宁，海中波涛汹涌，岸边连绵之雨，百姓民不聊生。为了把金箍棒送给悟空，还真的下足了本钱。那些百姓分明就是这龙宫里的虾兵蟹将所化。接下来就看我表演。众人来到定海神针之前，此时的金箍棒已经脱掉了上面那层锈迹，上面刻着如意金箍棒5个大字，只是悟空并没有动。菩萨只好开口，只要这定海神针在这里，岸边的风雨就时常发生，所以龙王愿意将其送出，这样也能一劳永逸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白纸黑字写出来，这是龙王自愿送给我师弟的，将来可不能冤枉了我师弟。偷了东海的东西，龙王直接僵住了。菩萨沉吟了一会儿，心想这西游亮节关乎甚大，金箍棒便是控制猴头的关键，不容有失，所以朝着龙王点了点头。尽管龙王心在滴血，但还是拿出一片丝织的锦帕，在上面书写了起来，随后烙印上了自己的印记，完美。这样的话，这金箍棒就合法合规了。只是弟弟还缺少一身行头，将来是要娶妻呢，穿着这身粗布麻衣怎行？龙王，想来你这里也不缺什么行头，我师弟这身行头，拿着你东海的金箍棒出去，岂不是辱没了你的威名？所以你不如好人做到底，为他准备一身行头，你说是吧，道友？我望着菩萨意味深长地说着，菩萨嘴角一抽，当即不着痕迹的点头。来人将凤氏紫金冠、锁子黄金甲、藕丝布云履给我拿上来。我看着眼前带着宝运的行头也是一惊，随后急忙
忙说道：“龙王，这身行头也在这上面写清楚，是龙宫自愿赠与，否则我们真不敢收。”龙王简直被眼前这个小丫头气死，他36度的嘴是怎么说出这0度的话？最后只好在上面加了一句：“我眼看大功告成，便催促悟空师弟收了这如意金箍棒，咱们回家。”我们2人离去，龙王这才变了一张脸：“菩萨，先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我东海龙宫的损失，你准备如何赔？我这玉净瓶中还有50滴玉泥饽饽，送给你如何？这倒是足够抵消我的损失。只是之前你们让我去天庭告状，现在我是去还是不去罢了。你且安心待在你的东海。”看着菩萨远去，龙王咧嘴一笑：“嘿，稳赚不赔，我东海终于能安宁了。”菩萨回到灵山向佛祖汇报之后，佛祖便说道：“便直接让玉帝寻人去招安了这猴头吧。”回到花果山的弟弟试了试金箍棒，爱不释手，只是还没捂热就被我要去了。这金箍棒不知有什么特殊，为何非要送给弟弟？不行，我得用造化之气酝养一段时间，哪怕通天的手段也会被造化气磨灭。只希望是我想多了。我记得今晚还有一个私生死簿的环节，这玩意可万万不能干了。记得这一幕放出了无数孤魂野鬼，民不聊生啊！孙悟空此时都懵了，他怎么觉得全世界对他都不怀好意？幸好有个爱操心的老姐，事事替他考虑。弟弟，如果今晚黑白无常来勾你魂魄，你不要反抗，直接跟着他们去地府，他们说让你干啥就干啥，千万不要撕那生死簿，知道不？孙悟空点了点头，他大概知道老姐为啥这么说，因为着急的肯定不是他。果不其然，当晚孙悟空便被黑白无常勾走了魂魄，而我一直守在他身边，希望这家伙将自己的话都听进去，否则得罪了人仙鬼3界，我们姐弟2人恐怕不去西方教斗不成。孙悟空没有反抗，直接来到了地府。黑无常嘀咕道：“不是说这是一趟苦差吗？怎么这么容易？莫不是我们勾错了魂魄？2位小哥，你们没勾错俺老孙的魂魄，接下来是不是让我喝孟婆汤，过奈何桥，然后转世投胎？快点快点，俺老孙已经等不及了。”这一下给2人整不会了。白无常小声说道：“要不你在这儿看着他，我去请示一下阎王大人。”不一会儿，阎王手持生死簿走了过来：“你就是孙悟空？”“正是正是。”阎王大人，俺老孙生前也没做什么恶事，下辈子应该能做人吧？投胎的地方是不是这条路？我先过去了呀。慢着慢着，你这猴头怎么比我还着急？要是让这猴头真的投胎，这西方教还不得气的跳脚。可看着如此听话懂事的猴子，他也犯了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地藏王菩萨突然冒了出来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，阎王，此猴已习得长生术，你且确认一番，便将其放回去。”阎王看到是地藏王菩萨，小嘴一撅，因为阎王本来就讨厌他。孙悟空一听要让自己回去，可不干了。他可是记得老姐的心声，雁过拔毛，错过了这村，可就没有了这店了。俺老孙寿终正寝，不回去，不回去。猴头，这地府可不是你能待的，若是回去的晚了，你的魂魄进不了身体，那可就真死了。孙悟空根本不带怕的，有老姐的造化气，他身体万年不腐。嘿，和尚，俺老孙今天还就不走了，勾错了魂，就是你们的不对，俺走到哪都是站里的。阎王也没想到自己摊上这么个泼猴，最后无奈说道：“你想要什么？俺听说你们地府还有一块息壤之地。”阎王脸色铁青，看向地藏王菩萨，他只不过是按照这群人的命令做事。地藏王菩萨摇了摇头：“息壤不可能离开地府，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一则神通法则，名叫窥天术。”孙悟空装作很为难，窥天童已经练成很久，但是他还是不能熟练应用，听着名字应该跟自己的窥天童有联系。和尚，俺老孙不能不明不白拿你的东西，你得给俺老孙写下来，然后签画押。地藏王菩萨很果断，随后一枚玉简递给了孙悟空，这里面是他签字画押声明的证据，还有窥天术、黑白无常，你们快将他送回去。等孙悟空走后，阎王冷声道：“你们倒是好算盘，窥天术根本就是一则无法修炼的术法，没有窥天童，这就是一段文字。难道你愿意将那息壤送出去？”而孙悟空一路上十分悠然自得，一直到花果山才送别了2个鬼令回归身体。他拿出窥天术的玉简递给我：“老姐，你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？”当看到里面的记载之后，我大惊失色：“悟空，这窥天术等你练成之后，我会用造化之力帮你暂起封印。此术太过逆天，一旦被人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孙悟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我将玉简递给他：“没问题，你便开始修炼吧。窥天术，窥视天机，视察万物，护佑自身神魂稳固，更有一绝杀祭藏仙，这是逆天之术。可惜只有身怀窥天童的人才能修炼，其他人得到都只是废物。还好用造化诀可封印，等悟空大罗金仙时便可解开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接下来就要上天庭了，这才是真正博弈的开始。”孙悟空捏着手里的玉简，心绪复杂，他必须快点更加强大，哪怕老姐机关算尽，2人也不过是金仙境界，在那些大能面前不过尔。转眼间，山中已经过去了半年，孙悟空的窥天术终于练就大成，而我也在这一天封印了他的窥天童。大王，有一白胡子老头求见。随着老猴的声音响起，我们姐弟2人同时出现在洞府之外。太白金星，传言太白是女的，更是杀星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不过这半年来自己约束悟空好好修炼，倒是让他没有了结识那些妖王的机会。太白这次来就是为了让他去天庭夺冠，弼马温呀，这可是个好差事。可惜原著中猴子被忽悠惨了。猴王，你乃天地孕育而生，本就不凡，如今天庭便有让你去做官的意思，不知意下如何？老头，这天庭我还没去过，做官好啊，不过我有一请求，希望能够带着师姐一块去。哈哈，此等小事，老头便替玉帝答应你了。我们现在便出发。看着太白金星飞得很慢，孙悟空皱起眉头：“老头，你飞得太慢了，我带你一程。”只是刚拉起老头的手，老头瞬间就抽了回去。我若有所思，师弟，不如咱们飞慢点，你也好看看这天下美景。来到南天门，姐弟2人就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。不久后，我们2人跟着太白金星到了凌霄宝殿。太白金星赶紧跪下向玉帝禀告：“启奏陛下，臣将仙胎带来了。这一人一猴，哪个是仙胎？”小子孙悟空见过玉帝，这位是我师姐。玉帝满意的笑了笑，这猴头倒是个懂礼貌的，那就封孙悟空做个弼马温吧。猴头，你可愿意？愿意。孙悟空急忙答道，那急不可耐的模样，惹得众仙纷纷笑他没见过世面。陛下，小子还有一个请求，还请陛下恩准。
你且说说看，小子想让师姐与我一起进入那御马监。玉帝没有一点犹豫就答应了，只要我们老实本分，毫不犯错，玉帝就没有借口赶走我们了。孙悟空可不敢答应。自从在老姐的心声中听到自己悲惨命运，就一刻都不敢放松。尤其是在窥天童炼成之后，这些人的境界在他面前如明镜一般，自己远不是对手。放下思绪，我们姐弟二人前往御马监。小人拜见孙大人。为了迎接您，小人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为您接风洗尘。大人，您身边这位这是我师姐，以后她的话就如同我的话，知道不？小人明白，小人明白。两个人挤眉弄眼，一副我都懂的样子。看这俩人的表情，该不会把我跟悟空想成那种关系了吧？你们且说说这御马监可有什么要事？玉帝既然封了俺这弼马温之职，当然要干出点成绩来，是小人唐突了。关于御马监，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些天马每日喂食完成后都要外出散步，这些小人都能做好，哪敢劳烦大人亲自下场放马？这样也好，遇到什么事情也有下面人给背锅。悟空点了点头，好，那就放马的事情就拜托二位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两人那是一个激动啊，以前那位大人对他们非打即骂，哪里会如此客气？这也是两人一上来就想讨好悟空的原因，生怕像上一届领导那般，这是我从花果山带来的灵果，你们二人一起分了吃了。放心，跟着俺老孙是不会亏待你们，但是你们要是滥用手中权力，就别怪俺老孙翻脸无情了。天啊，妙啊！这一口甜枣，一句告诫用的，他真的是我那单纯无知的弟弟。孙悟空只想说，这不都被你耳濡目染出来了吗？好了，尔等下去吧，若有什么事情再来告诉我。随着两人离开，孙悟空立马恢复了那副跳脱的模样。姐，你看我做的咋样？不错，不错，咱们在天庭就像无根浮萍，只要有能拉近关系的机会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嘿嘿，那是。姐，我们接下来干啥？好好修炼，做好弼马温，等着佛门再次出手，咱们见招拆招。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，悟空感觉自己快要突破，只是这一日一个小厮急匆匆跑来，大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如此慌张，所为何事？大人，我们在天河边放马，一匹马不小心撞到了天蓬元帅。我怎么记得原著中没有这一幕来着？莫不是新剧情？现在就碰上天蓬倒也是好事，你且带我去看看。若是咱们的错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你们放心，出了事有俺老孙担着的。三人一路来到天河边，就看到一个高大威猛的男子摇摇晃晃，看样子是喝了不少酒。你就是新来的弼马温，你的马撞到我了，你就说怎么办吧。天蓬元帅，俺老孙的马撞到你，自然是俺老孙的不对，先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。喝醉成这样，怪不得后面会醉酒调戏嫦娥，然后被玉帝打落凡尘，投胎成猪，最后加入取经队伍，倒也是个命苦的猪。弼马温，你这样说，倒显得俺天蓬不够大度。这样，今天你要是喝下这壶灵酒，你以后就是俺天蓬的兄弟。确实是灵果酿的酒，可以喝。别看这天蓬五大三粗的，其实为人真心不错。他有时是真傻。悟空接过酒一口喝了个干净。好，以后你我就是兄弟了，哈哈，不错，有魄力在这天庭中，能让我天蓬欣赏的多了一个。而此时西方教又坐不住了，观音，那猴头已经上天半月之久了，还没有犯错吗？佛祖那猴头极守规矩，分内之事做的那叫一个无懈可击。我观那玉帝如今都起了让猴头一直留在天庭的想法，不可，猴头乃是关键一环，你且去找玉帝谈一谈，想办法让他闹事。菩萨无奈告退。等来到凌霄宝殿，玉帝正在与众仙家议事，当看到观音的时候，玉帝皱眉，不知大士前来所为何事，自然是为了那猴头，已经半月有余了，不知陛下什么时候将其赶走呢？太白金星走出来说道，陛下，悟空这半月可是尽职尽责，将天马养得极好，若是贸然赶走他，怕是也不能服众了。天蓬元帅此时也站出来，陛下，太白说的在理啊，我也见过那孙悟空安分守己，论起工作态度，俺天蓬拍马都赶不上啊。大士您看，要赶走悟空，也得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不是？你这样让我直接赶走悟空，倒显得我天庭是非不分，小肚鸡肠不是？玉帝陛下，还请不要忘记当时我们的约定，这孙悟空对于我西方教意义重大，万不可有任何差池。众仙家可有什么办法让悟空出错，咱们好将他赶下天庭？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一脸无奈，这主意能出吗？肯定是不能啊。只是这时候太白却提出一句，陛下，咱们不如给他升职。太白金星，你这是存心与我西方交过不去是不？大士此言差矣，既然悟空尽职尽责，升职加薪是人之常情，他在御马监不犯错，若是让他看守蟠桃园呢？毕竟猴子的天性就是喜欢吃桃。观音眼神一亮，对啊，这老登主意倒是不错。玉帝陛下，太白金星所言极是，如今也快到蟠桃大会了，不如让那猴头去守园子。天蓬心想着，等会儿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好兄弟，蟠桃园可是个肥差啊，多少人挤破脑袋想去都去不了。玉帝有些为难，看向旁边的王母，不知王母意下如何？那蟠桃园毕竟是你的，陛下做主便是。那好，宣悟空来凌霄殿，太白你去一趟。只是太白金星还没来得及出发，天蓬就抢先一步，老登，你脚步太慢，俺帮你走一遭。天蓬飞的速度并不慢，很快就来到了弼马温府邸。人未至，升仙道，贤弟，天大的好消息啊，你快随我去凌霄殿。孙悟空立马迎了出来，天蓬兄，可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？玉帝要找我问责，你且与我说说，我心里也好有个准备。不是，贤弟你也太小心了，这次是玉帝要给你升职，升职也不知道是升什么，莫不是要去看蟠桃园？贤弟，快随我去一趟。玉帝让你去看守蟠桃园，那可是一个肥差呀，而且王母向来大度，你每天吃1-2个果子完全没问题。果然西方还是插手了，我们奉公守法不敢出错，如今便是要利用弟弟是之猴的天性，看守蟠桃园，只要吃上1-2个，那不妥妥的被赶回花果山吗？更何况这段时间还会发生另一件事。师姐，那我去一趟。去吧，记得一句话，讨价还价，这次优势在我们，最好拒绝这份差事，若是实在拒绝不了，那就接了。悟空点了点头，随后悟空与天蓬很快就到了凌霄宝殿。陛下，悟空来了，今日喊你前来，这蟠桃园一直缺少一个管理者，鉴于你最近表现不错，想着你
你来天庭时间也不短了，给你换地方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悟空自知资历尚浅，管理蟠桃园的重任，怕是当不得呀。再者我虽是石猴，但也是猴啊，对于桃子有着执着的热爱，这差事我当不得。若是不小心吃了几个桃子，这不是坚守自盗吗？可若是不吃，天天守着一片桃林，俺确实心痒难耐，还不如不当。王母觉得这猴子倒是个机灵的，还不等玉帝说话，便说道：“猴啊，你且去守着便是。我那偌大的蟠桃园，还能少得了你几口吃的不成？只要不是你毁了我的蟠桃园，我都不会追究。”众仙家都露出羡慕的神色。那蟠桃园的桃子，他们一年到头才能吃几个？观音大师立马说道：“娘娘，此事三思啊！”悟空朝着王母娘娘一拜：“多谢娘娘，只是娘娘不追究了。”那陛下，你这猴头倒是有意思，那是王母的蟠桃园，我是想管也管不着，如何去追究你？悟空眼神一亮。那悟空再次谢过王母娘娘，谢过玉帝，只是我那师姐，我与她从未分开过，她可否跟我一起去那蟠桃园？准了，你这猴头以后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。看着悟空退下去，观音大师说道：“王母，你这样开口，日后如何赶走那猴头？大师，您这是在责怪我吗？不敢不敢。”玉帝王母在下这就退去。看着观音离开，王母微微一笑，真当我天庭这么好拿捏了？王母，你这次确实过分了，这是当着众仙家的面在打西方教的脸。如今西方当心，我们不适合硬碰硬啊！玉帝，我堂堂天庭还护不住一只猴子吗？说完便直接离开了。而此时悟空将好消息告诉我：“悟空，你这次干得漂亮，让西方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”我也没想到王母如此大方，只是还未来得及出发，我就感觉造化池中的金箍棒发出诡异的波动。造化池乃是我的半生灵宝，必须用造化之力天天运养，而金箍棒就被我泡在池中，一方面是想给它升级，另一方面是想看看金箍棒是否有什么特殊之处。姐，怎么了？无事，咱们走吧。先去蟠桃园。站在南天门的观音皱眉，这金箍棒的回应怎么如此弱？上面的禁制与我联系越来越淡，不行，得赶紧告诉佛祖，这可不是小事。我与悟空刚到蟠桃园门口，就看到一个矮小的人站在园子外面翘首以盼，这应该就是那蟠桃园的土地神了吧？大人，小人已在此守候多时了，王母娘娘特地让小仙给您介绍一下这蟠桃园。而一旁的悟空光是闻着这园中的桃味，就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，他连忙封闭了自己嗅觉，这才压住内心的欲望。比我脸还大的桃子，不过这里的灵气确实浓郁，我如今已经到了太乙金仙境界，悟空仅差临门一脚，随时都能突破。大人，若是无事，小人就要去下界当土地神了。看着小老头离开，悟空刚想伸手摘桃子，就被我阻止了。姐，王母也应允了能让我吃，你怎么还阻止我呢？无功不受禄，咱们初来乍到，王母虽说不追究，但是咱们也不能平白无故就吃人家的桃子，先忍忍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好吧？悟空恋恋不舍地收回了手。而在瑶池，王母看着眼前一面大镜子，上面映照的就是孙悟空看守蟠桃园的场景。这位是娘娘，她是孙悟空的师姐，也姓孙吗？王母喃喃自语，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。深夜时分，悟空在蟠桃园修炼，忽然睁开眼，朝着一处方位快速飞去。什么人胆敢擅闯蟠桃园？悟空和那人厮打起来，可越打越心惊，对方的境界绝对比他强，仿佛在戏耍他一般。他也有些怒，眸中微闪，悟空，不可使用窥天瞳，这人没有杀意，怕是在试探你。我看到这一幕，急忙传音，不能使用窥天术。而这时孙悟空通过战斗，刹那间便突破了境界，进入太乙金界。对方显然没想到孙悟空突破，一下没注意，竟然被击退数十米。看着那笼罩在黑雾中的人闪身离开，悟空还想追，但是被我拦住了。别追，守好咱们的园子就好。瑶池王母满脸的兴趣，随后一抹黑光从外面激射而进，在他的手腕上化作一颗黑色珍珠。姐，那人是谁？应该是王母手下的人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他是为了试探你的身手，查探师门，毕竟只有知根知底的人他才能放心。原著可没这一段啊。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王母听着他的话，倒也点了点头。聪明的小丫头，别人可能看不出，但我岂能看不出你俩同源相生？没想到西游亮劫出现了如此变数，一时双胎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会做到什么地步。可惜了我这一园子的桃，怕是都要进你们腹中。偌大的天庭，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吃亏吧？得找个垫背的，找谁好呢？嘿嘿，好像老君的仙丹倒是不错，价值跟我这桃子相当。王母嘴角浮出一抹弧度。另一边蟠桃园中的悟空感觉烦闷，便打算出来走走。我自然是满口答应，我可是知道老弟等会儿会遇到什么。悟空也不知走到了哪里，只是听到屋中传来阵阵咳声。七妹，你这伤只有6000年的蟠桃能治，我这就去求母后。六姐不可，这种小事不要麻烦母后，等我歇息一会儿就好了。悟空回来将这件事告诉了我，而我二话不说，摘下一个6000年的蟠桃给他，去给人送去。姐，你不是说无功不受禄吗？不是说这桃子不能随便吃吗？你现在这，嘿，终于遇到这剧情了。我记得老七十分漂亮，而且古灵精怪，做弟妹简直不要太好，就怕王母不同意啊。实在不行，到时候直接反下界，让他们厮守一生，给我生几只小猴子玩玩，可不能让老七便宜了偷看洗澡的那家伙。废话那么多，让你去就赶紧去，赶紧的麻溜的。悟空满脸的黑线，他这位老姐到底在想什么？让他娶妻生子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他敲了敲门，门内传来声音，谁呀？而悟空将桃子放在门口便离去了。老六打开房门，看到门口放了一个桃子，立马拿了进去。七妹，太好了，有人送来了一颗蟠桃，你快些吃了。六姐，这不行，我不能吃，母后若是知道了会生气的。老六可不管3七21，直接将蟠桃切成小块硬塞给他吃。不一会儿，老七就感觉到浑身舒爽，那些伤竟是好了，也不知是谁送来的，想来应是那新来的蟠桃园管理者孙悟空。明日我去谢谢他。子儿神色真诚，他心中十分感动。若是娘因为这事惩罚他，自己哪怕是死也要替他求情。想来以七仙女的素养，他明日便会来这里感谢悟空。只是这件事怕是要被王母知道了。为了这个弟媳，我还是决定冒险一次。我在赌王母轻拿轻放。悟空听着自己老姐的心思，也是有苦说不出啊。他只是一只小猴子，
现在怎么就让他准备谈婚论嫁了？瑶池王母听到扫把星的汇报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且下去吧。王母，小子偷吃蟠桃犯了天规，理应重罚呀，不能因为她是你女儿，您就坐视不管。你小仙，半夜偷溜进仙女府，该当何罪？扫打星此时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，子儿受伤，那桃子是我让悟空送去的，不存在什么天规，念你初犯，这次且饶过你，再有下次，便削掉仙籍打入凡间。等扫把星走后，王母这才轻声呢喃：这猴头心性倒是纯善，小子命中有一劫，若是让这猴头来应劫，也不知是好是坏，先看看再说。面前的镜子映照出小子的画面，此时他提着一个食盒，朝着蟠桃园走去。悟空一大早就被我赶到蟠桃园门口，心里别提有多郁闷了。当看到一个身穿紫色仙女裙的小子，他竟然一阵恍惚，心里想的是，如果老姐穿上这样的裙子，会不会更好看？这么久了，他竟然没有送过老姐任何礼物，而小子则是以为他看自己看呆了，当即脸色羞红。孙大人，昨晚多谢你送来的桃子，马上就要蟠桃会了，我这伤若是不好，恐怕也会耽误蟠桃会的进程。无妨无妨，一个桃而已，不足挂齿不足挂齿，这可把我急死了。这俩人就这么干处着，你们好歹散散步。不行，老弟这情伤堪忧，我得出面帮一下。弟弟听到我的心声，那可是吓得不轻，慌乱之下，竟然直接拉着小子的手朝着远处走去。鬼知道老姐会干出啥事，他得赶紧离开这片是非之地。拉手了拉手了，不错不错，第一次见面就拉手，这进度牛掰啊！瑶池王母也是眼神一亮，小子也不反抗，看来这劫有希望落在猴头身上。不行，我得帮一把，我这当母亲的也是操碎了心。孙大人，这是我给您做的糕点，您尝尝看。孙悟空这才发现自己拉着人家的手，刚刚完全是被我吓的，急忙解释道：不好意思，刚刚俺老孙唐突了，他可是记得我告诉他，不管如何对待女孩子一定要有绅士风度。没事，孙大人若是喜欢这糕点，以后小子经常帮您做。孙悟空看出来这都是零食，便咬了一口，好吃，我可以给我师姐尝尝吗？可以，若是不够，您就来跟我说，我再做一些。就在两人极限拉扯期间，我遇到了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仙女，跟我一样好看。呢喃一句，这么好看的仙女，莫不是嫦娥？要是小子跟老弟不成，将眼前这个嫦娥撮合给老弟也行啊。她怎么就这么好看，都跟我一样好看了？仙女听到他的呢喃，顿时饶有兴致，把我当成了嫦娥，还想撮合我跟这猴头，要不给他个机会，看看他要怎么做。看着仙女也在打量着悟空跟小子，我立马有些急了。嫦娥仙子，这件事你可不要往外说，我给你一颗桃子。仙女挑了挑眉，一颗桃子就想收买我，那要不2颗？不能再多了呀，这桃子也不是我的，2颗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成交，我要那9000年的。我立马摘了2颗比他脑袋还大的蟠桃递给他，咱们可说好了，吃了我的桃就是我的人，你可不能给王母告密啊！放心，我这人一向嘴严，你说他俩是什么关系？哇，没想到你这么好看的仙女也这么八卦呀！他俩现在没关系，但是以后就说不准了。这小子可是王母娘娘的妻女，无论哪方面都无可挑剔。我师弟也是秉性善良，值得托付终身。可天规禁止人仙恋爱啊，人仙恋爱关我们仙啥事？说真的，若是小子跟我师弟在一起，以后王母都得感谢我。这话何解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许乱说，因为在以后小子会下凡，然后被一个男人偷藏了衣服，害得他无法返回天庭，最后嫁给了那个偷他衣服的人。后面的波折不提也罢，简直毁3观。仙女皱眉，你怎么知道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我能掐会算，前至500年，后至500年。可是等到我转过身的时候，发现仙女已经不在了。呢喃道：这嫦娥真是神出鬼没。瑶池王母已经恢复了高高在上的模样，倒是个有趣的小姑娘，把我当成了嫦娥吗？连我都只能推算出小子的结因在凡间，其他的无法得知。她竟知晓得如此细致，想来这猴头如此安稳，也是她的功劳。悟空刚送走小子，就提着食盒来到了我面前。姐，你尝尝这糕点，挺好吃的。我一吃，不错不错。等晚上你把食盒还给人家，知道不？为了老弟的幸福，我也是操碎了心。悟空只想说有你真是我的福气哦。不过他还真有一件事拜托小子帮忙，晚上去一趟也好。王母正吃着蟠桃，就看到玉帝走了进来。你这一天脸都拉着跟个驴一样，谁惹你了？还不是那群西方的，说什么都要把猴子赶下去，来吃个桃消消火。玉帝一口咬下去，随后才问道：这桃哪来的？蟠桃园摘的，不愿意吃拉倒。玉帝一听脸更黑了，你可别给我惹事，我能给你惹什么事？我这天天在瑶池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那你说说这蟠桃怎么回事？莫不是自己飞来了？你堂堂玉帝何必在意这些细节？看着玉帝拂袖离去，他倒也不在意，只是这时候下人来报：王母娘娘，小子求见。小子进来以后直接跪在地上，还请母后责罚。昨日我去凡间采集仙露，意外被一头恶蛟所伤，情急之下偷吃了一枚6000年蟠桃，吃了便吃了，不过那恶蛟打伤你，本宫自然要讨个说法。你且随悟空下界，收服那条蛟龙。小子瞪大眼睛，完全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母后。什么时候母后这么好说话了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子儿不敢，只是这是不是太麻烦孙大人了？他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。无妨，你前去蟠桃园将那蛟龙的事情说出，他自然会陪你一块下界。小子怀着忐忑的心情又来到了蟠桃园，他既怕悟空答应，又怕他不答应，只是这次并没有见到孙悟空，而是看到了我。我十分热情，这位仙子不知前来蟠桃园所为何事？我想见孙大人。我一听立马激动了，你找他何事？我这就去喊他出来。姐姐，那个就是我昨日被一头恶蛟打伤，今日还要下凡采摘露水，若是孙大人有时间，可否陪我一起收服那只恶蛟？有，他肯定有时间，我这就喊他出来陪你下界。我直接把修炼的悟空薅起来，他还没弄明白什么事情。姐，悟空，今天你就陪小子下凡一趟，他去采摘露水，被恶蛟欺负，你去收拾了那蛟龙，晚上姐姐给你做红烧蛟龙肉，记得一定要死的，不能带活的上来。嘿嘿，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，独处呀，这还不得擦出爱情的火花？就小子单纯的模样，怕是会直接被弟弟
的英姿折服。不行，得把金箍棒给他。当我拿出金箍棒的时候，感觉这玩意变得不一样了，好像更纯粹了，上面那些驳杂的气息都不见了，而且带着丝丝造化之力。这金箍棒莫不是要进阶了？我这造化池还有这功能，估计再泡个10天半个月就能晋级了。姐，杀一条恶蛟而已，何须金箍棒？我这就陪着小紫姑娘前去。只是孙悟空一路都沉默不语，小紫以为他不愿意跟自己去，而悟空只是在纠结怎么开口，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让人帮忙。小紫，我有一件事想麻烦你，我就说说，如果你不答应也没关系。孙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如今更是陪我去找那条恶蛟讨要说法，只要小紫能办到，定然不会推辞。我管你这身仙裙真好看，不知能否帮我师姐也做一件出来啊？好呀，这个简单，等我回到天庭就去帮孙师姐量一量尺寸。太感谢你了，你放心，这条恶蛟我收定了，晚上我请你吃红烧蛟龙肉。我这边此时也遇到了意外，来不及收起面前的造化池，突然身后传来嫦娥的声音，吓我一跳。你这池子好生神秘，竟然能够观察3界。我也是偶然间发现造化池能够观3界之事，弟弟远行，我不放心，就用造化池看着。当看到悟空想送自己裙子的一幕，心中感动异常，所以才没注意到嫦娥的到来。嫦娥仙子，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，吓我一跳。我这池子的事情你可要保密啊！放心，我这人一向嘴严，只要别桃子我不敢送了。我晚上请你吃红烧蛟龙肉如何？绝对嘎嘎好吃。此时的下界，悟空两人被一条黑色蛟龙拦住了去路。小娘子，上次让你逃脱，我可是记着你的味儿，这次随我乖乖回去，帮我生一窝小蛟龙我就放了你。悟空深记老姐的交代，反派死于话多，能动手绝不比比的原则，当即施展法天象地高约万丈，一把将那黑蛟龙给捏死。小子双眸闪烁着异样的情绪，悟空看着已经赶去投胎的蛟龙魂魄，默默收起了他的身体，这才恢复原样。吓到你了没？没有吓到，只是没想到孙大人的本领这么厉害。而在蟠桃园，嫦娥也算是明白我说的蛟龙肉是什么，这小子肯定会被悟空的英姿折服，现在只要埋下这颗种子，等着发芽就可以了。只是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我又开始发愁了，因为我与弟弟二人的未来充满了变数，若是真的让小紫参与进来，怕是祸非福啊。你啊，年纪轻轻就这么多愁善感，不管是人还是仙，都要活在当下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苦笑一声。恰在此时，一道嘻哈声传来，贤弟，看哥哥给你带什么来了。天蓬已经到了这里。天蓬此时觉得自己真是出门没看黄历，声音结结巴巴，王，天蓬，你怎么见了嫦娥仙子就说话磕巴了呢？嫦娥扫了他一眼，不着痕迹的点头。天蓬额头都渗出了冷汗。对，嫦娥仙子怎么在这里？贤弟要是不在，我就先离去了。这2壶好酒你记得交给贤弟。天蓬，晚上过来吃蛟龙肉啊？不了，晚上我还有事，下次再约。看着逃得飞快的天蓬，我也是摸不着头脑。孙姑娘，我还有事要处理，晚上再来寻你。嫦娥仙子慢走，晚上一定要记得来吃蛟龙肉啊！刚好配着天蓬送来的好酒，回到瑶池，王母就看到玉帝阴沉着脸，西方又在催了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。你直接告诉他们自己现在也很难办，但是可以让西方的人在33重天活动不就行了？让他们自己来，为什么你要做恶人呢？玉帝一听，这是个好办法呀，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两边都不得罪。对了，晚上你早点回来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记得换成你人间的样子，普通点。行，我先去跟西方那边洽谈一下。而刚到凌霄宝殿，就看到观音大师来了。玉帝，可否能将那猴头赶走？大师，你这让我很难办，不过我可以答应，让你们西方之人在33重天活动。至于如何赶走悟空，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。若是让他犯天条，我自然可以赶走他。观音听到他的回答，当即便松了口气。来之前佛祖说的就是这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。多谢玉帝。玉帝，不可呀，西方与我天庭的关系如此好，要是打坏了花花草草，或者是西方的人出现个3长2短，咱们天庭难辞其咎，还请玉帝三思啊。太白金星急忙说道，想来佛门也是有分寸的，定然会爱护花花草草。若是佛门之人在天庭出事，想来以佛门的大度，也不会责怪我们天庭护卫不力。太白，你如此想就有些狭隘，不如你也问问观音大师，若是佛门之人出现什么状况，自然是与天庭无关，还请你们放心。若是打坏了天庭的东西，我佛门虽然不如天庭富裕，但也是赔得起的。观音大师声音依旧淡然，只是眼角的抽搐完全彰显了内心的不平静。这太白怕是有点不当人了。玉帝赞赏般的看向太白金星，随后开口道，大师，还有其他需要我等帮忙吗？不敢劳烦玉帝，我这就去灵山请示佛祖。看着观音远去，众仙都有些憋不住了，更有甚者当场哈哈大笑起来。天蓬，你笑什么？陛下，我就喜欢看着西方的人吃瘪，这笑是有感而发。玉帝摇了摇头，让众仙家退去，只是太白金星迟迟未走。太白，你还在这干什么？玉帝陛下，刚刚王母传音，让我随你一同去瑶池一趟。两人来到瑶池，此时王母完全一副普通仙女的装扮。玉帝，快点换成你凡间的模样。太白，今晚我请你吃红烧龙肉。娘娘，老登突然想起还有事情没做，就先告退了。可刚想跑，就被玉帝一把揪住。老登，你这是跑什么？太白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依稀记得上一次王母说请他吃人参果的时候，他差点被镇元子追杀了3个月，惹不起。他现在只想躲。3人来到蟠桃园的时候，太白的心情终于是放松了下来。此时我正在弄酱汁，当看到嫦娥的时候，立马开心了起来。嫦娥仙子，你终于来了。太白我还认得，只是这位是他呀，是天庭的一个贤官，算是我的好友。听说你这有龙肉吃，就厚着脸皮跑了。玉帝瞪了他一眼，在我眼里那可是快要拉丝了。想必这位就是吴刚大神了吧？来，赶紧坐。你们想吃几千年的桃，来这里就当是自己家一样，别客气。太白暗戳戳的望了望王母，看他神色如常，随后开口道，老登我还没吃过9000年的。吴刚也说道，9000年的，今日倒是沾了嫦娥的光。悟空，你去摘2个9000年的蟠桃，4个3000年的。孙悟空朝着园中走去。嫦娥有些好奇，为何都不摘9000年的？咱们只有5个人，为何要摘6个？嫦娥仙子，9000年是好，
但我这龙肉等会更好，怕是你们都吃不下这桃子了。摘6个是等会还有1人前来。话音刚落，就看到一身紫裙的仙子走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一个食盒。小紫一眼就看到坐在石桌前的人，吓得脸色大变，小腿都在哆嗦。看来这嫦娥仙子身份尊贵，竟然让小紫都变了脸色。而且太白如此恭敬，天庭女仙中她只能想到一位，只不过现在不是摊牌的时候，必须寻得一个合适的时机。这吴刚的身份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为了防止我酒后或者睡梦中胡言，便用造化诀先将这份认知封锁在神魂深处，需在蟠桃会上以我之口说出王母这个关键词，才可解封这份认知，否则我潜意识将一直回避这个话题。为了能跟悟空在西游亮节下活着，必须无比谨慎才行。我拉着他赶紧过来介绍，小紫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漂亮的仙女是嫦娥，你肯定认识。不过这位吴刚大神你怕是没见过，太白我就不介绍了。全天庭谁不知道？王母暗中传音，别露出马脚，赶紧坐过来。小紫不着痕迹的点头，随后挨着王母坐了下来，拿出食盒里面的糕点。小紫硬着头皮，今日孙师姐拜托我做一些糕点带来。王母吃了一块，眼神一亮，随后化作幽怨，这么好的手艺我都没尝过，这次倒是托了悟空他们的福。只是还不待小紫回答，就看到我搬上来一个鸳鸯锅，里面放着奇怪的汤水。太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蛟龙肉啊，你们从哪弄来这好东西的？这玩意可是大补，悟空杀的。你们稍等我1刻钟，其他的饭菜也快好了。随着1刻钟转瞬即逝，我端出来烤龙肉、红烧龙肉、清蒸龙肉等等，看着满桌子放的都是龙肉，我急忙招待，还有这2瓶天蓬送来的酒水。吃饭时我无意间问了一句，嫦娥仙子这几次见你，怎么没见你带玉兔？只见她面色不变，广寒宫得守着，不能全部都出来。也对啊，我本就不胜酒力，许是有些醉意。吴刚大神，听说你心悦嫦娥仙子，不知是不是真的呀？这都是子虚乌有之事。太白，以前我总觉得你是个女人，你到底是不是？太白刚喝的酒就咳了出来。孙姑娘莫要开玩笑，小紫话还没说完就被悟空拉走了，生怕我再说出什么雷人的话来，以后可不能让老姐再喝酒。我师姐酒量不行，我先送她进去休息。什么嘛？我还没问完，我就想问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们家悟空。没有了我，这一桌倒是罕见的沉默了起来。悟空有些歉意，师姐唐突了，悟空在这里给大家赔不是了。悟空，你以后要小心些。太白突然没头没脑的一句，我只会看好蟠桃园，任何闯入者杀无赦。只有小紫露出担忧的神色，随后借口道，我去给孙师姐量量尺寸。悟空，倘若佛门之人来找你麻烦，你当如何做？玉帝好奇地问道。师姐告诉我，不要轻易得罪人，就算得罪人，我们也要站在一个理字上面。一顿饭吃的几人各怀心思。散场的时候，小紫留下来帮忙收拾残局。瑶池王母笑道，看来这猴子已经找到了破解之法，害得我白担心一场。玉帝则是皱眉，恐怕这样下去会出大事。若是悟空无法按照原先设定的那般大闹天宫，也不知佛门会做出什么事。王母凑到太白面前，太白，你到底是男是女？本宫也很好奇啊。很多彦祖一妃们问我，物色姐姐这本书在哪里看？首先下载一个番茄畅听，因作者用的防伪名，进去搜物色姐姐，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全文可看可听到爽。老姐，你不能喝，以后就去小孩那桌吧，看你喝个酒，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一遍啊！我做了什么事情吗？你问嫦娥的兔子是不是被他烤了？问吴刚是不是喜欢嫦娥？问太白是不是女的？我这么奔放的吗？以后我打死都不要喝酒了，太丢人了。来不及听他的回答，悟空就看见一个天兵来到蟠桃园，十分恭敬地喊道，孙大人，玉帝差你去凌霄宝殿一趟。如果我所料没错，怕是西方要插手了，就是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手段来插手。悟空来到凌霄宝殿，恭敬地行了一礼，陛下，悟空来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2位，他们乃是新修炼成仙之人，先让他们跟着你做事，有任何事都可差他2人去办。你们2人以后就跟着悟空，记得要好好做事。带着2人回到蟠桃园，其中一个受点的男子说道，孙大人，我们需要干什么？这蟠桃园平日也没什么事，你们就在此处守门。孙大人，我们可是玉帝钦点，实力更是深不可测，让我们守门，怕是有些大材小用吧？若是你们有异议，可以去告诉玉帝，若是嫌弃这份差事，便再去另寻出路。我看着2人身上的佛光，隐隐看到一幅龙虎斗的画面，竟然是佛门的降龙伏虎。看来佛门确实坐不住了，派他们来搞破坏，想要破坏蟠桃园的树木。这2人可是灵山的祸害啊！只见这时候悟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纸笔，将你们的职责写在纸上，说若是园内桃树出现任何闪失，都是你们的过错。2人脸都黑了。来之前如来可是说这只是一只猴子，猴子能聪明到哪里？他们还觉得这次任务就是来天庭出差一趟，很快就回去了。你们若是不签字画押，我便告诉玉帝，让他帮你们另外安排。瑶池王母此时都笑出了声，猴子这一招玩的真够绝的，白纸黑字你不认也得认。若是蟠桃园出现任何闪失，就不是他的责任了。现在我倒是巴不得这2人回我2棵树，我可是眼馋那7宝妙树很久了。玉帝此时正色道，这猴头如此聪慧，我都舍不得将他让给灵山了。你想用2棵蟠桃树去换7宝妙树，还真敢想。怎么了？说的好像你不眼馋那7宝妙树一般。老君是不是快回来了？王母突然问道。快了吧，应该在蟠桃会之前就能回来。你去找人拖一拖，让他在蟠桃会之后再回来。到时候我得去兜帅宫借点东西，他若是在还真不好办，你可不能给我瞎弄。老君这段时间没得罪你吧？那些丹药可是老君的命根子，小心他跟你拼命。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有提仙丹吗？王母一脸无辜，玉帝也不拆穿他是什么人自己可是一清二楚，他得看好这女人，可千万别搞事情。而在蟠桃园这边，天蓬这次来的小心翼翼的，看到我急忙招了招手，孙师姐，那嫦娥今天不在吧？不在。怎么感觉你这么害怕那嫦娥？此嫦娥非彼嫦娥，不可说不可说。我来就是告诉你们一声，陛下让我去东海帮他们操练水军，若是遇到什么事，可以去东海找我。看着天蓬远去，我在想怎么能把这2个人赶走。就在我皱眉思索的时候，王母来了。孙师妹，你在想什么？嫦娥仙子不瞒你说，这蟠桃园有我跟悟空足矣，可现在玉帝派俩守门的，而且我修炼的功法特殊，能看到他们背后的佛光。此2人怕是灵山的人，我就是担心玉帝被他们2人给骗了。王母一下子紧张了，这丫头不会看出自己
己的身份了吧？不过想来应该不可能，他跟玉帝的身份只要想要隐瞒，普天之下怕是只有道祖能够看出来真身，就连如来在他面前都不可能认出来。孙师妹，既然你不想要他们守门，何不直接让悟空告诉玉帝呢？此时一言难尽。总之我在想如何赶走二人，还不伤和气。孙师妹，其实你完全可以将计就计。我眼神一亮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只是有些头疼的说道，这园中的蟠桃树可是王母娘娘的心血，若是毁坏了，怕是不好交代。孙师妹，又不是你们损坏的，怕什么？而且灵山又不是赔不起，只要占领里，我相信王母娘娘一定不会怪你的。我一想也是，必须得把二人赶走，最好是把事情闹大，让王母或玉帝出面。对了，孙师妹，我这次来是找你拿调料的，最近吃的东西太清淡了，还是你那火锅有味。我送走了他之后，就来到了悟空修炼之地。悟空，你分身实力如何？猴毛变的分身应该有我30%的实力。怎么了，姐？嘿嘿，我想。听完我的话，悟空沉思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，应该没问题。晚上咱俩去小紫那里，他让我去试衣服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和弟弟直接出门，并交代2人守好蟠桃园，任何人都不给进去。降龙开慧眼，一眼看出来他们都是本体，所以只是点了点头。他们又不傻，万一这2人给自己下套，佛门慧眼，幸好出来的是本体，否则怕是被一眼识破。我与弟弟一路来到小紫的房间，此时衣架上放着一件流彩仙衣，烛光下熠熠生辉，一看就不是凡物。我立即就被这件衣服吸引了目光，真的太喜欢了，这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看的衣服？悟空看着我眼睛都直了，尴尬的咳了咳。小紫只是掩嘴偷笑，姐姐喜欢吗？这是我从织女那里换来的七彩蚕丝，这件衣服水火不侵，雷电不惧，而且可以变换出天下间任何颜色，只要你穿在身上，心念一动就能变换颜色。孙师姐，你快穿上试试！哇哇哇，我弟媳太厉害了，我好爱。不行，悟空要是不娶她，我都得把她绑着成婚。小紫没想到一件衣服彻底俘虏了我的芳心。而此时蟠桃园的降龙冷声道，若是我们毁了这蟠桃园，那猴子肯定难辞其咎。伏虎则是很冷静，降龙，你忘了那猴子逼我们签的字，一个假名而已，以咱们的伪装，谁能认出来？就算玉帝知道咱们是灵山之人，难不成还能上灵山讨个说法不成？流彩仙衣上身尺寸完美结合，我在原地转了个圈。悟空，好看不？随着心念一动，流彩仙衣瞬间变成了一件青色的仙裙，没有之前那般华贵张扬，反而给人一种恬静之感。还是这样低调点好，毕竟我们现在的处境并不适合张扬。只是我这弟妹太有心了，还没过门呢就对我这么好，要是以后过门了还了得？悟空此时可没空关心我的心声，督促道：“赶紧看看蟠桃园怎么样了。”只见我取出造化尺，对着小紫低声道：“小紫，这件宝物可千万要保密啊！”小紫认真地点了点头。此时造化池中映照的正是蟠桃园的景象，已经变化模样的降龙伏虎。2人小心翼翼地来到园中，只听见伏虎说道：“我们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怕什么？咱们毁了这蟠桃园，将这里的蟠桃全部带回去，说不定佛祖还会嘉奖我们。今年的蟠桃会，我看这王母没有蟠桃还怎么举办？”而在瑶池的王母也正看着这一幕，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。这些蟠桃树可是他亲手种下，可现在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小子看到这一幕惊呼出声：“快阻止他们！要是王母知道，师姐你跟悟空怕是要受到惩罚。”小子别急，你接着看就知道了。这是我与嫦娥仙子商量的，她告诉我说只要我们占领，毁坏1-2棵桃树也没关系。小子一听，不由得想的是他现在心里想的那个嫦娥吗？应该是吧。好吧，那就没啥问题了。母亲都不急，自己还急啥？就在2人毁坏第2棵3000年蟠桃树的时候，悟空突然出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损坏王母娘娘的蟠桃树？2人根本不说话，一招罗汉翻天印朝着悟空砸来。本就只有悟空2-3成功力的分身，瞬间被砸成了猴毛。紧接着桃园里窜出不少悟空，都是他的分身。降龙皱眉，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，快走！而2人也在这一瞬间消失不见。可接下来的一幕让王母震惊，只见悟空伸手一扯，仿佛是一块幕布被他扯下来一般，而蟠桃园竟然出现在身后。那3000年的蟠桃完好无损。王母震惊，他不是只学了72变吗？怎么会偷天换日的？这是天罡36变中的一项能力啊！那些倒地的桃树仙气也纷纷消失，变成了凡间的普通桃树。此时我到来，悟空，我已将这些画面记录，你且去禀报王母和玉帝吧，一定要先认罪，知道不？将你说的特别正直且委屈，再哭的惨点，不管玉帝怎么罚你，你都得认，不要顶嘴。悟空拿着那张伏虎降龙签字的纸，还有一块奇怪的镜子，这是小紫给的。当时苦于怎么保存这些证据，也正是小紫拿出这面能够录制画面的镜子。凌霄殿，玉帝正在与众仙家商议，就听到天兵来报：陛下，蟠桃园的孙大人求见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。玉帝此时也在想，猴子这是遇到了什么事，这么着急？刚到凌霄宝殿，悟空先行礼，然后更是硬生生挤出眼泪，看得众仙一愣一愣的。这猴子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？陛下，我好心让那2人看守蟠桃园，可他们却毁我蟠桃园，我阻止他们，可奈何实力低微，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。现在毁坏了不少蟠桃树，他们也不知所踪，还请陛下为我做主。悟空将那紫色的镜子拿出，太白直接用法力催动，只见镜子中竟然是佛门2位罗汉，使出罗汉翻天印，砸坏了不少蟠桃树，有些都被砸成了飞灰。那2人还顺走了不少桃子。造化池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那就是在造化池的映照下，伪装之术都会被破除。众仙看到后一个比一个愤怒，最先走出来的是3太子。陛下，佛门之人如此嚣张，我看今日不如打上灵山，让他们知道我天庭不是好惹的。旁边的托塔天王李靖急忙将自己这个儿子拉回去。陛下，小儿虽然冲动，但此话也不无道理，此事必须找灵山讨个说法。太白，此事你怎么看？陛下，我觉得此事还是要王母来拿主意比较好，毕竟这是他亲手种下的桃树，而且现在那佛门罗汉也消失不见，到时候他们不认账，咱们也无可奈何不是？太白此言有理，这是我与王母
王母商量之后再议。但是悟空乃是蟠桃园管事，此时也脱不了责任，限你3日之内将蟠桃园所有的土地翻新一遍，以此为鉴。悟空遵命。我这张纸非常特殊，只要人在上面签字画押，将法力输入到纸张上，就能万里追踪到那人，哪怕他用的假名也逃不过追踪。还请陛下过目，这可是我专门用造化池泡过的纸张，唯一的功能就是追踪。签字画押之时，无人能在这张纸下逃脱，这也是我的后手。太白接过纸张，随后才开口：好，你且下去认真悔悟。悟空离开后，王母娘娘就出现在凌霄宝殿，不知陛下喊我前来所为何事？王母，你且自己看吧。当王母看到自己的桃树被人用罗汉翻天印砸的渣都不剩的时候，立即呵斥：好大的胆子！西方佛门就是当我天庭没人了是吧？娘娘且息怒，此时还要从长计议啊！太白急忙劝导。玉帝垂着眸，他就想看看王母要怎么演下去。要说这件事没有他的手笔，他是10000个不信的。这可是我亲手栽种、认真呵护而成的蟠桃树，如今被人砸了，我能不生气？我没有直接打上灵山，已经是给那群秃驴面子。只有哪吒跃跃欲试，眼中燃烧着战火，要不是李靖拉得紧，说不定直接要领命去攻打灵山了。太白出言：娘娘，蟠桃树已被毁。我看这被毁的情况，就算是观音那玉泥波波也无法使其复原，倒不如向灵山索要一些赔偿，将咱们的损失降到最低。众仙家附和，只有哪吒垂头丧气，看来是打不起来了。王母沉吟了一会儿：太白，此事交给你去办，请务必把那7宝妙术带回来。太白傻眼了，他望着王母那张无辜的脸，暗戳戳骂了自己一句：怎么就多管闲事了？这女人太不好惹了，都过了几万年了，她怎么还记得当初与灵山的恩怨？佛门7宝妙术，这不是要人家的命根子吗？此时他也想明白了，自己又被这女人坑了。娘娘，这灵山我是万万去不得呀！太白，此事非你莫属，不信你问众仙家意下如何？李靖当即跳出来：娘娘所言极是，此事怕是只有太白能够胜任。我等在此恭候太白金星归来。太白金星嘴角抽了抽，说好的李靖老实人呢？无奈之下，太白金星只好朝着灵山的方向飞去，心里那叫一个郁闷。太白金星来到灵山，直接开门见山：佛祖，你灵山的降龙伏虎何在？太白金星，降龙伏虎罗汉正在闭关参悟佛法，不知金星所为何事？太白直接将那紫色镜子悬浮在空中，随后用法力催动，镜子中映出2人毁坏蟠桃园的画面。这下佛祖都不淡定了。太白，此事我等完全不知情，若是有人陷害我佛门也说不定。太白当即抛出一张纸：佛祖，你可用神魂之力查看，是否是降龙伏虎的气息？看到白纸黑字上面的内容，最后佛祖沉默了，将2人带上来。降龙知道此事已经无法狡辩，佛祖，此事乃是我拉着伏虎干的。那日我眼馋蟠桃，便想着去天庭混口饭，可那玉帝竟然让我们跟一只猴子，还给我安排看门的任务。我一时气不过，就砸了他的蟠桃园。即使我灵山之人犯错，我们自然不会逃避。想来天庭派你来也是有所求。佛祖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打坏了娘娘的树，肯定得让你们赔数。我看你们那7宝妙术就很不错，不知佛祖可否割爱？一听7宝妙术，其中一位罗汉更是开口呵斥：太白，休要放肆，这是我灵山，岂容你放肆？一向乐呵呵的太白眼神瞬间变了，他笑道：佛祖若是不同意，娘娘说她会亲自来一趟，到时候就不是7宝妙术能解决了。而且你们大概是忘了，我太白金星是主杀法的。太白有事好商量，7宝妙术确实不能给你，他对我灵山极其重要。娘娘交代只要7宝妙术，否则就免谈。而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哪吒脚踩风火轮飞了过来。老登，娘娘让我催，还没谈妥呢，我爹非要我带来几个天兵天将过来，说是怕我被人欺负。佛门之人看着灵山之外密密麻麻的天兵，也是一阵无语。这就是你口中说的几个？太白金星不由得给李靖点赞，这家伙阴损阴损，用这些天兵来震慑，今天这7宝妙术说不定真能带回天庭。佛祖开口道：太白，7宝妙术确实不能给，不过我可以给你一劫之差，能否成活我也说不准。太白也知道这已经是佛门最大的任务，便勉为其难的说道：既然如此，我会带着支差给娘娘说。观音取来拇指大小的一截支差，太白直接用法力护在怀中，拉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哪吒赶紧走，生怕对方反悔一样。2人走后，佛祖淡淡开口：伏虎降龙，尔等心性不稳，且去凡间再历练历练吧，9世之后再回来。望着消失的2人，观音再次询问：我们接下来如何做？难不成真的奈何不了猴头？文殊菩萨，你且去一趟，务必将这猴头赶出天庭，谅解不容出现任何差池。我佛门能否大兴，就看这一次了。我此时看着正在翻土的悟空，佛门是不会如此善罢甘休的，很可能会再次卷土重来。你最近要小心些，先歇会儿吃点点心，刚刚小紫送来的，怕你忙得忘了吃东西。多贴心的女孩啊，我都提醒得这么明白了，你应该明白了吧？也不知我啥时候能当姑姑。哎呀呀，一不小心想得太……店祖一妃们更新了。经过哪吒的出面保驾护航，太白金星安全的将7宝妙术之差带回凌霄宝殿。当看到拇指大小的7宝妙术之差，王母拿在手中把玩了一下。太白将这东西给悟空，娘娘这是何意？太白有些搞不懂王母到底在想什么。照我说的做，王母如何不知？佛门将7宝妙术的支差送给他们，只因为笃定这东西到了天庭无法成活，只要他手中的7宝妙术召唤，这支差便能瞬间回归。可他却算漏了一件事，那便是造化池。只是光有造化池还不够，还需要5色土或者9天息壤。太白金星来到了蟠桃园，看到正在给蟠桃翻土的悟空，并没有打扰。他也是第一次知道蟠桃园的土竟然是5色土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王母娘娘这蟠桃园根本没被毁，她的那些树都好好，上面的桃子都一颗不少。这时候他才明白，这是王母给西方灵山设下的一个圈套。这女人太不好惹了，以后我得离她远点。老登，你怎么来了？悟空，这蟠桃园不是被毁了吗？怎么现在？嗨，老登，不瞒你说，俺也是无意中
发现了守门的二人，竟然是佛门之人。早就听闻天庭与佛门不和，所以俺就略施手段将他们赶走了。这件事娘娘怎么处理了？太白第一次重新审视悟空，这猴子心机颇深，兵不血刃就赶走了那降龙伏虎，而且还得到了七宝妙术的枝杈。拿出枝杈，他递给悟空，这是七宝妙术的枝杈，娘娘让我送给你。什么？七宝妙术枝杈？快给我看看！这是我来给悟空送吃的。恰巧听到了两人提到七宝妙术，把玩这七宝妙术枝杈，我的眸子越来越亮，真的是七宝妙术的枝杈。没想到王母竟然能将这东西弄来。若是种出第二颗七宝妙术，然后再用其枝杈不断繁殖，以后天庭将会有无数七宝妙术。如果是之前我没办法，但是现在，悟空，这枝杈在我这放一段时间，我要研究一下。悟空点了点头，而太白则是直接离开了。他还要给王母复命，心里不断吐槽这个女人实力手段心机极高。回到瑶池，王母直接通过镜中看到我。七宝妙术最难的就是隔绝它与主体之间的联系，让其独立成为另一个个体，然后用五色土培育。若是成功，说不定我能批量种植七宝妙术。听到这一句批量种植意味着什么，他彻底不淡定了，直接站起身就要往蟠桃园走去。你去干什么？刚回来的玉帝看着他急匆匆的神色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次也太大胆，让哪吒带天兵驻扎灵山之外，那小子巴不得开战，你还让他去？而且我听太白说了，你那蟠桃树压根一点事没有，你是怎么好意思讹人家七宝妙术？若是被佛门知道，你可知这件事后果多严重？那又如何？我有证据，哪怕他们毁的只是凡间的桃树，但那些桃树是在蟠桃园中就是我的树，无论怎么狡辩我都占领，说不过你。你最近给我消停点，马上蟠桃大会了，别给我闹出幺蛾子。对了，镇元子最近去寻老君了，他传信要蟠桃会之后才能回来。王母眼神瞬间就亮了起来，呢喃道：那岂不是镇元子也不在家中？那人参果？玉帝一听立马急了，你给我消停点，忘了上次你带太白去是什么后果？你堂堂一个天庭王母，怎么就总盯着别人手中的宝物？王母没有回话，只是在心中盘算着这件事的可行性。若是真能凑足人仙鬼界三大灵果，再加上老君那一屋子的仙丹，悟空和孙姑娘的仙胎将会再次蜕变，到时候说不定就有意思。西游亮节，佛门大兴，会不会成为一个笑话？而此时的南天门，一尊菩萨来到这里，被天将挡住。文殊菩萨，你竟然有空来天庭？佛门之事我无法推辞，劳烦帮我通报玉帝一声。不一会儿，文殊菩萨来到了瑶池，玉帝开口，不知文殊菩萨所为何事？陛下别误会，我并没有恶意，只是想来认识一下仙胎所化的尸猴，还请玉帝准许我进入蟠桃园。既然菩萨开口，自然没问题，只是悟空最近正在受罚，还请菩萨3日后来蟠桃园。文殊菩萨笑着点头，随后便朝着瑶池外走去。等王母到蟠桃园的时候，就看到数千只猴子正在翻地，这些都是悟空的分身。今天孙师妹好像格外开心啊，嘿嘿，仙子，多亏了你的提示，我才能赶走那佛门中的二人，而且还得到了七宝妙术的枝杈。等我将这东西种出来，到时候我送你一株。七宝妙术，那不是佛门圣物吗？王母故作惊诧，也不知道娘娘是怎么得到的，还送给了悟空。孙师妹，我今天前来是听到风声，佛门的文殊菩萨要来看看悟空。文殊菩萨，这文殊菩萨该不会是来强行度化悟空吧？不过还好，现在金箍棒已经彻底进化成为先天灵宝，而且是带着造化器的先天灵宝，能够守住他灵台清明。怎么了？这文殊菩萨有何特殊之处？王母不由得问道。仙子有所不知，文殊菩萨乃是佛门中的智慧佛，他度化世人的本领极强，我担心他会强行度化悟空，我想看看嫦娥有没有办法。金箍棒我不想轻易暴露。嫦娥思索了一会儿，从腰间拿下一块玉石，这块玉佩能护得灵台清净，不过只有这一块，够了够了，我有造化池，这世间无人能渡我有了你这玉佩，定能护住悟空的灵台。不过仙子你怎么会有如此宝物？此物乃是上次蟠桃会娘娘送我的，怪不得我一直记得仙子的广寒宫除了玉土，其他的一清二白。等到王母离去，我直接把玉佩送给了悟空，让他贴身带着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把金箍棒交给我。悟空，这金箍棒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用，现在还不是暴露他的时机。我知道了，老姐。文殊菩萨，希望你莫要强行度化我弟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3日转眼间便过去了，文殊菩萨此时已经来到了蟠桃园。悟空看到来人，立马阻止，何人擅闯我蟠桃园？贫僧文殊，施主，我特地来找你。悟空不得无礼，我适时阻止。文殊菩萨，我师弟有些唐突了，不知菩萨来蟠桃园所为何事？听闻仙胎所化时候，今日特来一见，贫僧有一法门，可坚定道心，今日特地前来帮助施主，竟还有如此手段。菩萨不介意我一起来听听吧？这家伙果然是要强行度化悟空，什么坚定道心，不过是为了让悟空变成他们的走狗罢了。不过这热闹没人看岂不可惜了？此时太白金星正被小紫拉着，太白，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。七公主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你也不给我说，就拉着我往蟠桃园跑，你到了就知道了。孙姐姐只说让你看戏去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。文殊菩萨刚一开口，悟空就感觉脑壳炸裂一般，他的神魂竟然沉入到另一个世界，这里都是佛，漫天神佛，所有的佛口中念叨着什么经文，竟是要抹去他的灵智。在这关键时刻，胸口的玉佩冲出一只卵鸟，卵鸟张开双翼将他护在怀里，这才感觉到舒服些。这些经文对我一点用也没有，甚至无法将我的神魂拉入佛国。瑶池，王母冷笑，果然是强行度化，幸好孙姑娘那丫头聪慧，提前做好了防备，要不要毁了文殊的佛果呢？算了，现在不宜与佛门彻底撕破脸，只是突然间一个人的乱入，让王母有些不明所以。太白这是在干什么？此时太白金星已经来到了蟠桃园，当看到文殊竟是在度化二人的时候，怒喝：文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天庭行度化之法，大伙跟我走！此
此刻蟠桃园文书的度化之法被打断，口中吐出一口血，脸上依旧是那副笑眯眯的模样。太白金星，文书，你越界了，你真当我天庭无人？而悟空此时七窍流血，看起来极其瘆人，这都是我传音让他做的。不过这可把小子心疼坏了，他如此好的脾气也是第一次发火。文书，你在我天庭强行度化之法，今日悟空要是有3长2短，哪怕我实力不济，也要杀上你佛门为他讨回公。哪吒跃跃欲试，要打架吗？我的火尖枪早已饥渴难耐，老登，要不要我拿下这文书？众仙家，文殊菩萨，且来凌霄宝殿议事。小子你也来！一瞬间蟠桃园只剩下我了。悟空，你可得争口气，千万别穿帮了，咱们可是验过8毛，我可是提醒过你了。那文殊菩萨有什么宝物？悟空是被太白扶着的，小子想扶，但是被太白阻止了。被人看到难免说闲话。凌霄殿玉帝问道：文殊菩萨，你强行度化之法，只怕不合乎规矩。陛下，贫僧只是在帮助悟空坚定道心，并未使用度化之法。太白金星冷声道：你佛门的度化之术我岂会不知？你还想狡辩不成？莫非真要我拿出证据？贫僧并未使用度化之法，只是帮助悟空坚定道心。小子拿出自己的紫色镜子，上面映照的赫然是文殊度化的过程。这些经文众仙家岂会不知？一个个脸色阴沉。今日赶来度化猴子，明日就赶来度化他们。陛下，文殊菩萨今日前来，只是帮我坚定道心。我看到了漫天神佛要我臣服，我感觉自己的灵智都要被抹去，我不知这是什么本领。悟空虚弱开口，小子心疼坏了。她本是天庭七公主，只是一直以来在众仙家眼中都是柔弱好欺负的模样，可是今日却在凌霄殿上硬刚文书，着实惊掉了众人的眼球。还请文殊菩萨给我一个交代。此儿虽然法力低微，但是见识还是有，是否是度化之法我一清二楚。看来我要请如来过来，让他来主持。文殊看着悟空，声音淡然：悟空，终有一日我们灵山再见。陛下，我天庭有容人之量，若是传出去我们以多欺少，岂不是落了下乘？文殊菩萨想着度化我，那么便用一件法宝来赔罪吧。悟空不才。听闻文殊菩萨有一把智慧剑，玉帝沉默，他怎么在这猴头身上看到了王母的身影？文殊直接拿出自己的智慧剑丢给悟空，并没有恼怒。悟空拿过剑直接开口道：还请陛下抹掉上面所有佛门法则。只见玉帝手一挥，智慧剑上面的佛光瞬间消失不见，而文殊更是吐出一口血，精神瞬间萎靡不振，那是法宝反噬。悟空当着众仙家的面，竟然将剑送给了小子，多谢七公主为我做主，这智慧剑便送给你。小子下意识接过去，可就在接过的一瞬间发现了不对，他怎么可以这么明目张胆地接受他的礼物？文殊笑着行礼：陛下。文殊告退。看着文殊离开，悟空这才拿起怀里的绣帕，擦掉了脸上的血迹，随后再次恢复了龙精虎猛的状态。太白嘴角抽了抽，他觉得以后的离这俩人远点。陛下，悟空告退，回到蟠桃园，我立马问道：怎么样了？剑已经送给了小子，不过老姐，为什么你要我当众送剑给小子？不可说，终有一日你会懂的。我怎么可能告诉你？这是俘获女孩芳心的一个办法。当着众位仙家和玉帝的面，我弟好弟弟，你可无法反悔。现在天庭估计都在传你跟小子的事。悟空满脸不敢置信，他姐竟然把他给算计了。他在想，现在去要回智慧剑还来得及吗？而小子府中，此时来了一个一身赤色长裙的仙子，她刚刚从凡间回来，就听到了关于小子的传言，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来到了他的府中。七妹，外界传言可是真的？小子一脸茫然，大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外界什么传言？红儿看到自己这个心大的妹妹也是没办法，天庭都在传你跟那孙悟空关系不清不楚，你要知道天规规定人仙不能相恋，否则必遭天谴啊！传得这么快吗？那是不是说这件事快成了？小子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？天规规定人仙不能相恋的，你会遭天谴的。大姐，天规只说人仙不能相恋，但是没说仙仙不能相恋啊！红儿看着妹妹的模样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她这是满心满眼都是那个猴子，不行，我得会那个猴子，让他离子儿远点。此时瑶池玉帝一脸无奈，那猴子也真是，就不能私下里送老七礼物吗？而且我从未见过老七生气，你说这到底是好还是坏？虽然天规没有禁止仙女与仙之间的恋爱，操心那么多干什么？只要子儿喜欢，那就没问题。如果感情能将悟空拴住，或许也是个不错的结局。西游亮节是道祖定下来的，无人能左右，他注定是佛门之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老七这么走下去。玉帝沉吟道：你给我回来！女儿大了，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们不能插手。而我们的主人公悟空此时正在修炼，只是刚进入修炼状态，他就看到一个披着袈裟的猴子在朝着他念经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你既是我，我既是你。而后他看到了文殊菩萨，笑着对他说：悟空，我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，还不速速皈依我佛？他猛然惊醒，一口气没提上来，竟是吐出一口血。我看到这一幕，急忙上前：怎么了？好好的怎么吐血了？悟空声音有些沉重：姐，我好像找到了。我一旦开始修炼，就看到另一个自己穿着袈裟念经，还有文殊菩萨在劝解我皈依佛门，甚至我感觉到自己的道心都在动摇。什么？鸾鸟玉佩没防住？王母在镜中看到这一幕也震惊了，那可是她随身携带的鸾鸟玉，佛门度化之术在其面前根本无法成事。只有一个可能，文殊所行并非度化，而是种心，种下一颗佛心。他与我异口同声说道：果然是灵山的智慧佛，竟然摆了我一道。这佛心会潜移默化悟空的选择，最后直至他彻底皈依佛门。好一个兵不血刃的阳谋，现在就要用改命术抹去佛心吗？可我只有3次机会，若是以后遇到更大的问题，我要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问问太白金星或者嫦娥仙子有没有办法。悟空，你先不要修炼，我去找太白金星，问问那老登有没有办法拔出佛心。我立马朝着太白的府中飞去，而另一边王母脸色也不好看，文殊菩萨当真难缠，佛心一旦种下，
很难除掉。此时太白正在府中休息，就听到童子禀报孙姑娘来访，他急忙迎了出去。老登，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快随我来。太白一脸懵逼的被带来蟠桃园。当听到悟空被中了佛心之后，气氛一下子凝重了起来。老登，你有没有办法？求求你了，孙姑娘，你不要这么着急。能够压制佛心的办法很多，但彻底拔除佛心难于登天，哪怕王母和玉帝出手都无法彻底拔除，不得不用改命术吗？可后面若是与如来斗法，炼丹炉里九死一生，真假悟空，我没有改命术了，要如何办？可如果现在不抹，哪来的以后？师姐不必担心，不就是一个区佛心，我自己便可压制。我勉强一笑，我心思本就沉重，此时已经不知道问候文书多少次了。太白摇了摇头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不过这件事我必须请示陛下和娘娘。孙姑娘，你且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就来。太白直来到瑶池，王母摇了摇头，不可，娘娘，只有让玉帝种下道心，才可制衡那佛心。此时休要再提，我天庭岂会和灵山那群人比？他真以为种下佛心我就没办法？娘娘，你莫不是？不可呀，你乃是万金之躯，岂可？王母，你都几万岁了，怎么还是这么冲动？玉帝也在一旁劝道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当初我将鸾鸟玉佩给孙姑娘，信誓旦旦说能够防住佛门之人，如今这是在打我的脸，我咽不下去这口气。而我也在寻找办法，我取出造化池，悟空，你进入我这池中修炼，看看能不能隔绝佛心。悟空直接缩小跳入其中，可一旦开始修炼，那颗佛心就会出现。不行，姐，其实我觉得有一颗佛心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你现在不觉得？可佛心乃是心啊，它会让你慢慢偏向佛门，最后甚至会连我都不认。若是太白没有办法，今晚就用改命术抹了这佛心。佛门，我们的梁子彻底结下。灵山，如来听到文殊已经将佛心种给了悟空，文殊菩萨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只要佛心在，那猴头迟早有一天会皈依佛门。佛祖，只是如今我担心佛心还太弱小，若是天庭不计一切拔除佛心，我们将功亏一篑，此事不可不防。无妨，我已让诸佛念经催化佛心，只需3日，那佛心便会坚固无比，无人能撼分毫。太白金星刚回到蟠桃园就说道，孙姑娘，此事牵扯太大，玉帝他们也很为难。这时来送点心的小子听到这句话便急忙问道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太白看到是他，脸色大变，急忙就要拉着他离开，可小子甩开他的手，孙姐姐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悟空被文殊种下了佛心，我们在讨论怎么能拔出佛心。佛心嘛，这个我可以啊，我十分激动，小子竟然可以解决，想要询问什么，但是却被太白的声音打断。七公主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个你根本解不了，王母刚刚让我喊你过去，你快去瑶池一趟。小子急了，我真的可以解，我的心特殊，可以将他送悟空的同胞姐姐。回过神的我顿时慌了，大圣的姐姐是我能当的吗？如果佛门知道我这样的变数存在，怕是连孟婆汤都要追到胎里关。为了活下去，我得狗，必须逆天改命，破坏西游谅解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孙悟空竟然能够偷听我的心声，只是还不等我多想，就听到石头外面传来了一道声音，算算时间，再过3年，这猴头就要出世了，这期间可千万不能出现岔子。我急忙掩盖自身的气息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只能用眼神示意孙悟空不要出声。猴子也是十分聪明，直接闭目养神。怎么发育如此缓慢？难道是这日月精华不够？3年后如果不出世，那可不行，就让我用这玉泥波波助你一臂之力。姐姐，给你。只见猴子献宝似的，将口中一滴晶莹的水珠吐出，我也没有客气，直接一口吸了进去。这可是玉泥波波，内含精纯的生命能量。转眼间3年过去了，我与弟弟2人已经双双成型，如今终于是到了出世的日子。弟弟，记住我告诉你的话，等会儿能引起多大的动静，就引起多大的动静。我知道了，姐姐。这一天仙石迸裂，石猴的眼中射出2道光，径直冲33重天的凌霄宝殿，一瞬间天庭震动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另一块石球直接跌入山脚的水潭中，玉水变成了一个婀娜多姿的妙龄女子。孙悟空感受到那些窥探的视线都消失之后，这才朝着花果山走去。看着孙悟空朝着我的方向走来，我急忙隐去身影，悄悄跟在旁边。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猴子，就在这时候，一个老猴递给他一个桃子，来了。这老猴子绝不对劲，只要吃了这桃子，弟弟的灵气将散尽。孙悟空的手一顿，竟是没有接过，任由桃子掉在地上。看来弟弟是记得我的嘱咐的，改变命运最重要的一环，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灵气散去。老猴子眼中闪过一抹疑惑，随后又说道，我看这水这么清凉，也不知是从哪里流过来，不如我们找一找源头，顺便游玩一番如何？群猴响应，孙悟空也有些兴趣，他想看看这老猴子究竟想做些什么。顺着山涧向上走，又有一个猴子说道，看来这里就是瀑布的源头，但是瀑布后面有什么呢？有谁能进去看看？要是去看看还能安全回来，我们就拜他为王。看来弟弟这个猴王不当也不当，这水帘洞中倒是个好地方，是个修炼之地。我进去，我进去。孙悟空闭着眼睛往里跳，就跳到了瀑布后面。孙悟空只是大概扫了一眼里面的物品，就直接跳了出去。众猴直接拥护他为王。大王，这瀑布后面都有些什么？这后面只是一个小山洞，没啥没啥。老猴疑惑，难不成剧情改变了？水帘洞不在这里。当晚，孙悟空支开猴们，便轻声喊道：“姐姐，我撤去隐身术。”孙悟空看到我的模样，一阵惊骇：“姐姐，你怎生的与我不一样？”悟空，我们本就是仙胎，外形而已，不必在意。姐姐，你随我来。这瀑布后面乃是一个洞府，我白日未曾讲出，就是怕太多人知晓。我那老实巴交的弟弟，怎么突然有点腹黑了？不过腹黑点好啊，省得以后吃大亏。姐姐，你看着这里如何？这里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。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，果然是洞天福地。好，以后这水帘洞就是咱们的家。俗话说，山中无甲子，岁中无日月。我与弟弟2人也不知道修炼了
多少年。弟弟本源未曾泄露，竟是修出了一双窥天瞳，双眸开合间便可引动风云色变，其他本领却始终不得门路。难不成必须得去3星观学本领了？看来我想要改变弟弟的命运，并非那般容易啊！这日孙悟空正在与群猴嬉戏，旁边的老猴突然开口道：“大王，近来妖魔纵横，你可曾想过去学一身本领回来？听说那犀牛贺州有一座灵台方寸山，里面住着一个老神仙，只要寻到方寸山，便可学习法术，到时候大王便可长生不灭。”听了老猴子的话，孙悟空回到水帘洞向我说了自己的想法，想去方寸山学习法术，我自然是同意了。姐姐陪你一起去。可是姐姐，你不是说你不能被人发现吗？弟弟有些担心，能够看穿我的在这世界不超过10人，虽然菩提祖师就是其中之一，但是他是不会揭穿我的。如果放任弟弟一人去，最后学得的不过是地煞72变、筋斗云大品天仙诀，根本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功法之术。我必须得去。孙悟空心中感动，他曾多次想告诉姐姐自己能够听到她的心声，但是每次话到嘴边根本说不出来。我知道弟弟只要一离开花果山，所有的行动都会暴露在别人的眼中，所以并没有打算出手帮他，避免自己暴露。我只是用造化术将自己变成一个头巾，别在孙悟空的头上。数月之后，孙悟空便来到了灵台方寸山的脚下，我也变化出原本的模样，因为我的存在根本瞒不住菩提老祖。我们上到山顶，石门忽然打开，你们2人来我方寸山所为何事？弟子听闻方寸山乃是神仙之所，所以带着弟弟孙悟空前来拜师学艺，还请祖师成全。能来到我方寸山本就是缘分所致，从今往后你2人便在这里打扫卫生吧。菩提祖师捋了捋胡须，走之前更是多看了我一眼。当日凌晨，我来到了菩提祖师的禅房，弟子拜见祖师，倒是个聪明的女娃，我只看你一眼便知晓了我的用意。说吧，来方寸山所为何事？改命，人人都想改命，人人都得认命，争辩有一线生机，不争便如提线木偶。也罢，你且回去吧，以后能学多少就看你的本领了。我离开后，菩提祖师叹了口气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转眼间便过去了6年时间，我学了求神问卜、打坐、修心、看相、算卦等本领，而孙悟空更是彻底沉下心来，不骄不躁，只要是祖师教的，他都认真学习。6年过去了，我也提醒了悟空，如果祖师教他本领，不要挑，一定要全学，尤其是杀伐之术，这才是改变命运的重中之重。这日菩提祖师喊住悟空：“悟空，你进门已有6年，今日为师便传你一些长生之术。我这里有地煞72般变化，天罡36变，你想学哪个？”孙悟空想了一下，随后说道：“弟子全都学。”好你个猴头，确实贪心。不过菩提祖师还是将36变和72变全部传给了孙悟空。领悟2门术法之后，孙悟空大惊：“师傅，这是周天108变，本就是一体之术。你这猴头倒是聪慧，今日暂且如此，你回去好生领悟周天变化之术。明日3更来我禅房，我教你其他本领。”回到宿舍，孙悟空面色如常，完全看不出来他已经学会了108般变化。次日，菩提祖师又将筋斗云传给了孙悟空：“师傅，这筋斗云可否能逃出西方教的掌中佛果？弟弟增在我的心声中，听到自己将来或许会和西方如来比试，而比试内容便是是否能够逃出掌中佛果。你这猴头倒是贪心，为师这有一门缩地成寸之术，只要你够强，一念万里也不是问题。莫说那掌中佛果，根本不在话下。”孙悟空仅1个时辰就学会了缩地成寸与筋斗，可见其天赋之可怕。好了，你可还有其他想学的？祖师我学这些本领，不过都是些逃命的本事。弟子还想学一门攻击杀伐之术。好你个猴头！也罢，为师今日便传你斗战9重，此乃杀伐之道，不仅拳脚凌厉，当你修炼到9重，便可超凡入圣。孙悟空记住口诀后，菩提祖师便消失不见，再次出现，已经来到了我所在之处。我来是告诉你，那猴头学了通天的本领，也不知是福是祸，你可有想学的？弟子想学改命术，还望祖师不吝赐教。此术有为天河，乃是逆转时光、颠倒阴阳之术，一人一生仅可使用3次。也罢，我便传你这改命之术。次日，菩提祖师讲经之后便说道：“你2人已学了6载时光，如今也到了下山之时，切记以后若是惹了什么祸事，不得告诉自己师出何门。弟子谨记。”2人磕头后便退了出去。悟空，你用筋斗云带我回去，从今以后我不再隐藏在你背后了。对外解释就说我是你拜师学艺的师姐，来时数月，回去不过2个呼吸便到了花果山。群猴看到孙悟空还有些陌生，此时一个老猴走了出来：“大王，是你吗？你终于回来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老猴的寿命悠久，如今我却能看到他背后那轮佛光，看来他便是西天教安插在花果山的家伙。”随后弟弟望向猴子猴孙说道：“孩儿们，我身后这位是我师姐，以后见到她就如同见到我一般，不得放肆。”众猴一一呼应，只有那老猴皱着眉头多看了我几眼。“大王，您习得了本领，还缺少一件兵器。我知晓那东海之中便有一些绝世神兵。”老猴子此时开始建议孙悟空寻找兵器。“师姐，你怎么看？咱们初来乍到，贸然问别人寻求武器本就有失礼数，咱们还是努力修炼的好。”看到我俩钻入水帘洞，老猴皱起了眉头：“不行，必须得让这猴头前往东海拿到那定海神针，否则如何挑起猴子与天庭的矛盾？西游亮节如何进行？西方教的算计，天庭的招揽，若是让弟弟与人成亲，不知会不会彻底扰乱西游进程。”当时看的那些番外篇，有孙悟空和白骨精、紫霞仙子的故事，不过我并没有看到神台旁边有什么仙草之类的。对了，还有七仙女啊，不过这个得好好计划一番，先婚后爱最妥当，要不然大圣变舔狗就有点戏。只可惜现在那女儿国的女帝还未出生，否则她倒是个不错的人选。果不其然，次日一早，老猴子就在外面大喊大叫：“大王，大王！我听闻那东海出了一件稀世珍宝，可长可短，可大可小，可粗可细，十分适合大王您的英姿。这世间竟有如此奇宝，我且去问问师姐喜欢否？”“大王，不可呀，等你取回来给你师姐看，她只会更高兴。”水帘内，我听着老猴的话，有些无语，直接一步踏出，便已经来到了外面。“师弟，既然这么厉害的兵器，肯定有不少人会去抢，咱们实力微末，怎能去争夺？还是老老实实
修炼为好，兵器始终是外物，只有强大己身才是重中之重。师姐教训的是，悟空受教了。老侯心有不甘，但也不敢表露出来，他怕孙悟空怀疑自己。此时，一个妇人正朝着山上走来，当即便一步踏出来，到了洞府之外。凭你法号无尘，施意散修。听闻花果山有一仙胎修炼有成，特来拜见。我倒也没戳破他的身份，只是回了一礼。在下乃是孙悟空的师姐，有什么事情与我说也是一样。自然，凭你此次前来，是为了给仙胎送宝，只是那宝物实在太重，凭你拿不动了，不知是何宝物。在那东海之地，有一根定海神针，此物威力莫测，恰巧凭你与那老龙王有故交，他有意结交仙胎所化之灵，愿将那定海神针送给仙胎。没想到动作这么快，我便是要这根如意金箍棒合法合规，谁来了也不能说什么，更是让老龙王无法去告状，这恐怕不妥。我师弟为侯正直，岂能白要礼物？道有此言差矣，天才地宝，有缘者得之。近些时日，那定海神针频繁异动，让东海不得安宁，岸边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。你的意思是，需要我师弟收服这根定海神针，解决岸边百姓的天灾？佛曰：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道友，你都如此说了，我们姐弟又怎可袖手旁观？你且等着，我这就喊悟空出来。随后3人前往东海，等来到东海，发现这里确实不安宁，海中波涛汹涌，岸边连绵之雨，百姓民不聊生。为了把金箍棒送给悟空，还真的下足了本钱。那些百姓分明就是这龙宫里的虾兵蟹将所化。接下来就看我表演。众人来到定海神针之前，此时的金箍棒已经脱掉了上面那层锈迹，上面刻着如意金箍棒5个大字，只是悟空并没有动。菩萨只好开口，只要这定海神针在这里，岸边的风雨就时常发生，所以龙王愿意将其送出，这样也能一劳永逸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白纸黑字写出来，这是龙王自愿送给我师弟的，将来可不能冤枉了我师弟，偷了东海的东西。龙王直接僵住了。菩萨沉吟了一会儿，心想这西游亮节关乎甚大，金箍棒便是控制猴头的关键，不容有失，所以朝着龙王点了点头。尽管龙王心在滴血，但还是拿出一片丝织的锦帕，在上面书写了起来，随后烙印上了自己的印记，完美。这样的话，这金箍棒就合法合规了。只是弟弟还缺少一身行头，将来是要娶妻呢，穿着这身粗布麻衣怎行？龙王，想来你这里也不缺什么行头，我师弟这身行头，拿着你东海的金箍棒出去，岂不是辱没了你的威名？所以你不如好人做到底，为他准备一身行头，你说是吧，道友？我望着菩萨，意味深长地说着。菩萨嘴角一抽，当即不着痕迹的点头。来人将凤氏紫金冠、锁子黄金甲、藕丝布云履给我拿上来。我看着眼前带着宝运的行头也是一惊，随后急忙说道：龙王，这身行头也在这上面写清楚，是龙宫自愿赠与，否则我们真不敢收。龙王简直被眼前这个小丫头气死，她36度的嘴是怎么说出这0度的话？最后只好在上面加了一句：我眼看大功告成，便催促悟空师弟收了这如意金箍棒，咱们回家。我们2人离去，龙王这才变了一张脸。菩萨，先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我东海龙宫的损失，你准备如何赔？我这玉净瓶中还有50滴玉泥波波，送给你如何？这倒是足够抵消我的损失，只是之前你们让我去天庭告状，现在我是去还是不去罢了。你且安心待在你的东海。看着菩萨远去，龙王咧嘴一笑，嘿，稳赚不赔，我东海终于能安宁了。菩萨回到灵山向佛祖汇报之后，佛祖便说道，便直接让玉帝寻人去招安了这猴头吧。回到花果山的弟弟试了试金箍棒，爱不释手，只是还没捂热就被我要求。这金箍棒不知有什么特殊，为何非要送给弟弟？不行，我得用造化之气酝养一段时间，哪怕通天的手段也会被造化气磨灭。只希望是我想多了。我记得今晚还有一个私生死簿的环节，这玩意可万万不能干了。记得这一幕放出了无数孤魂野鬼，民不聊生啊。孙悟空此时都懵了，他怎么觉得全世界对他都不怀好意？幸好有个爱操心的老姐，事事替他考虑。弟弟，如果今晚黑白无常来勾你魂魄，你不要反抗，直接跟着他们去地府，他们说让你干啥就干啥，千万不要撕那生死簿，知道不？孙悟空点了点头，他大概知道老姐为啥这么说，因为着急的肯定不是他。果不其然，当晚孙悟空便被黑白无常勾走了魂魄，而我一直守在他身边，希望这家伙将自己的话都听进去，否则得罪了人仙鬼3界，我们姐弟2人恐怕不去西方教都不成。孙悟空没有反抗，直接来到了地府。黑无常嘀咕道，不是说这是一趟苦差吗？怎么这么容易？莫不是我们勾错了魂魄？2位小哥，你们没勾错俺老孙的魂魄，接下来是不是让我喝孟婆汤，过奈何桥，然后转世投胎？快点快点，俺老孙已经等不及了。这一下给2人整不会了。白无常小声说道，要不你在这儿看着他，我去请示一下阎王大人。不一会儿，阎王手持生死簿走了过来，你就是孙悟空？正是正是。阎王大人，俺老孙生前也没做什么恶事，下辈子应该能做人吧？投胎的地方是不是这条路？我先过去了呀。慢着慢着，你这猴头怎么比我还着急？要是让这猴头真的投胎，这西方教还不得气的跳脚。可看着如此听话懂事的猴子，他也犯了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地藏王菩萨突然冒了出来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阎王，此猴已习得长生术，你且确认一番，便将其放回去。阎王看到是地藏王菩萨，小嘴一撅，因为阎王本来就讨厌他。孙悟空一听要让自己回去，可不干了，他可是记得老姐的心声，雁过拔毛，错过了这村，可就没有了这店了。俺老孙寿终正寝，不回去，不回去。猴头，这地府可不是你能待的，若是回去的晚了，你的魂魄进不了身体，那可就真死了。孙悟空根本不带怕的，有老姐的造化气，他身体万年不腐。嘿，和尚，俺老孙今天还就不走了，勾错了魂，就是你们的不对，俺走到哪都是占理的。阎王也没想到自己摊上这么个泼猴，最后无奈说道，你想要什么？俺听说你们地府还有一块息壤之地。阎王脸色铁青，看向地藏王菩萨，他只不过是按照这群人的命令做事。地藏王菩萨摇了摇头，息壤不可能离开地府，不过
过我倒是可以给你一则神通法则，名叫窥天术。孙悟空装作很为难，窥天童已经练成很久，但是他还是不能熟练应用。听着名字应该跟自己的窥天童有联系。和尚，俺老孙不能不明不白拿你的东西，你得给俺老孙写下来，然后签画押。地藏王菩萨很果断，随后一枚玉简递给了孙悟空，这里面是他签字画押声明的证据，还有窥天术，黑白无常，你们快将他送回去。等孙悟空走后，阎王冷声道：你们倒是好算盘，窥天术根本就是一则无法修炼的术法，没有窥天童，这就是一段文字，难道你愿意将那息壤送出去？而孙悟空一路上十分悠然自得，一直到花果山才送别了2个鬼令回归身体。他拿出窥天术的玉简递给我，老简，你看看这个有没有问题？当看到里面的记载之后，我大惊失色。悟空，这窥天术等你练成之后，我会用造化之力帮你暂解封印，此术太过逆天，一旦被人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孙悟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我将玉简递给他，没问题，你便开始修炼吧。窥天术，窥视天机，视察万物，护佑自身神魂稳固，更有一绝杀祭藏仙，这是逆天之术，可惜只有身怀窥天童的人才能修炼，其他人得到都只是废物。还好用造化诀可封印，等悟空大罗金仙时便可解开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接下来就要上天庭了，这才是真正博弈的开始。孙悟空捏着手里的玉简，心绪复杂，他必须快点更加强大，哪怕老姐机关算尽，两人也不过是金仙境界，在那些大能面前不过尔。转眼间，山中已经过去了半年，孙悟空的窥天术终于练就大成，而我也在这一天封印了他的窥天童。大王，有一白胡子老头求见。随着老猴的声音响起，我们姐弟2人同时出现在洞府之外。太白金星，传言太白是女的，更是杀星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不过这半年来自己约束悟空好好修炼，倒是让他没有了结识那些妖王的机会。太白这次来就是为了让他去天庭夺冠。弼马温呀，这可是个好差事，可惜原著中猴子被忽悠惨了。猴王，你乃天地孕育而生，本就不凡，如今天庭便有让你去做官的意思，不知意下如何？老头，这天庭我还没去过，做官好啊，不过我有一请求，希望能够带着师姐一块去。哈哈，此等小事，老头便替玉帝答应你了。我们现在便出发。看着太白金星飞得很慢，孙悟空皱起眉头，老头，你飞得太慢了，我带你一程。只是刚拉起老头的手，老头瞬间就抽了回去。我若有所思，师弟，不如咱们飞慢点，你也好看看这天下美景。来到南天门，姐弟2人就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。不久后，我们2人跟着太白金星到了凌霄宝殿。太白金星赶紧跪下向玉帝禀告，启奏陛下，臣将仙胎带来了。这一人一猴，哪个是仙胎？小子孙悟空见过玉帝，这位是我师姐。玉帝满意的笑了笑，这猴头倒是个懂礼貌的，那就封孙悟空做个弼马温吧。猴头，你可愿意？愿意。孙悟空急忙答道，那急不可耐的模样，惹得众仙纷纷笑他没见过世面。陛下，小子还有一个请求，还请陛下恩准。你且说说看。小子想让师姐与我一起进入那御马监。玉帝没有一点犹豫就答应了，只要我们老实本分，毫不犯错，玉帝就没有借口赶走我们了。孙悟空可不敢答应，自从在老姐的心声中听到自己悲惨命运，就一刻都不敢放松，尤其是在窥天童练成之后，这些人的境界在他面前如明镜一般，自己远不是对手。放下思绪，我们姐弟2人前往御马监。小人拜见孙大人，为了迎接您，小人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为您接风洗尘。大人，您身边这位这是我师姐，以后她的话就如同我的话，知道不？小人明白。2个人挤眉弄眼，一副我都懂的样子。看这俩人的表情，该不会把我跟悟空想成那种关系了吧？你们且说说这御马监可有什么要事？玉帝既然封了俺这弼马温之职，当然要干出点成绩来，是小人唐突了。关于御马监，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些天马每日喂食完成后都要外出散步，这些小人都能做好，哪敢劳烦大人亲自下场放马？这样也好，遇到什么事情也有下面人给背锅。悟空点了点头，好，那就放马的事情就拜托2位。不敢当。2人那是一个激动啊，以前那位大人对他们非打即骂，哪里会如此客气？这也是2人一上来就想讨好悟空的原因，生怕像上一届领导那般。这是我从花果山带来的灵果，你们2人一起分了吃了。放心，跟着俺老孙是不会亏待你们，但是你们要是滥用手中权力，就别怪俺老孙翻脸无情了。天啊，妙啊，这一口甜枣，一句告诫用的，他真的是我那单纯无知的弟弟。孙悟空只想说，这不都被你耳濡目染出来了吗？好了，尔等下去吧，若有什么事情再来告诉我。随着2人离开，孙悟空立马恢复了那副跳脱的模样。姐，你看我做的咋样？不错，咱们在天庭就像无根浮萍，只要有能拉近关系的机会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嘿嘿，那是。姐，我们接下来干啥？好好修炼，做好弼马温，等着佛门再次出手，咱们见招拆招。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，悟空感觉自己快要突破，只是这一日一个小厮急匆匆跑来，大人，不好了，如此慌张，所为何事？大人，我们在天河边放马，一匹马不小心撞到了天蓬元帅。我怎么记得原著中没有这一幕来着？莫不是新剧情？现在就碰上天蓬倒也是好事，你且带我去看看，若是咱们的错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你们放心，出了事有俺老孙担着的。3人一路来到天河边，就看到一个高大威猛的男子摇摇晃晃，看样子是喝了不少酒。你就是新来的弼马温，你的马撞到我了，你就说怎么办吧。天蓬元帅，俺老孙的马撞到你，自然是俺老孙的不对，先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。喝醉成这样，怪不得后面会醉酒调戏嫦娥，然后被玉帝打落凡尘，投胎成猪，最后加入取经队伍，倒也是个命苦的猪。弼马温，你这样说，倒显得俺天蓬不够大度。这样，今天你要是喝下这壶灵酒，你以后就是俺天蓬的兄弟。
确实是灵果酿的酒，可以喝。别看这天蓬5大3粗的，其实为人真心不错。他有时是真傻。悟空接过酒一口喝了个干净。好，以后你我就是兄弟了，哈哈，不错，有魄力，在这天庭中能让我天蓬欣赏的多了一个。而此时西方教又坐不住了，观音，那猴头已经上天半月之久了，还没有犯错吗？佛祖，那猴头极守规矩，分内之事做的那叫一个无懈可击。我观那玉帝如今都起了让猴头一直留在天庭的想法，不可不可。猴头乃是关键一环，你且去找玉帝谈一谈，想办法让他闹事。菩萨无奈告退。等来到凌霄宝殿，玉帝正在与众仙家议事。当看到观音的时候，玉帝皱眉，不知大士前来所为何事？自然是为了那猴头，已经半月有余了，不知陛下什么时候将其赶走呢？太白金星走出来说道：“陛下，悟空这半月可是尽职尽责，将天马养得极好，若是贸然赶走他，怕是也不能服众了。”天蓬元帅此时也站出来：“陛下，太白说的在理啊，我也见过那孙悟空安分守己，论起工作态度，俺天蓬拍马都赶不上啊。大士您看，要赶走悟空，也得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，不是？你这样让我直接赶走悟空，倒显得我天庭是非不分，小肚鸡肠不是？玉帝陛下，还请不要忘记当时我们的约定，这孙悟空对于我西方教意义重大，万不可有任何差池。众仙家可有什么办法让悟空出错？咱们好将他赶下天庭。”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一脸无奈。这主意能出吗？肯定是不能啊。只是这时候太白却提出一句：“陛下，咱们不如给他升职。”太白金星，你这是存心与我西方教过不去是不？大士此言差矣。既然悟空尽职尽责，升职加薪是人之常情，他在御马监不犯错，若是让他看守蟠桃园呢？毕竟猴子的天性就是喜欢吃桃。观音眼神一亮，对啊，这老登主意倒是不错。玉帝陛下，太白金星所言极是，如今也快到蟠桃大会了，不如让那猴头去守园子。天蓬心想着，等会儿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好兄弟。蟠桃园可是个肥差啊，多少人挤破脑袋想去都去不了。玉帝有些为难，看向旁边的王母，不知王母意下如何？那蟠桃园毕竟是你的，陛下做主便是。那好，宣悟空来凌霄殿，太白你去一趟。只是太白金星还没来得及出发，天蓬就抢先一步：“老登，你脚步太慢，俺帮你走一遭。”天蓬飞的速度并不慢，很快就来到了弼马温府邸。人未至，升仙道：“贤弟，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你快随我去凌霄殿。”孙悟空立马迎了出来：“天蓬兄，可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？玉帝要找我问责，你且与我说说，我心里也好有个准备。”“不是，贤弟你也太小心了，这次是玉帝要给你升职，升职也不知道是升什么，莫不是要去看蟠桃园？贤弟，快随我去一趟。玉帝让你去看守蟠桃园，那可是一个肥差呀！而且王母向来大度，你每天吃1-2个果子完全没问题。果然西方还是插手了，我们奉公守法不敢出错。如今便是要利用地底是之猴的天性，看守蟠桃园，只要吃上1-2个，那不妥妥的被赶回花果山吗？更何况这段时间还会发生另一件事。师姐，那我去一趟。去吧，记得一句话，讨价还价。这次优势在我们，最好拒绝这份差事。若是实在拒绝不了，那就接了。悟空点了点头。随后悟空与天蓬很快就到了凌霄宝殿。陛下，悟空来了，今日喊你前来。这蟠桃园一直缺少一个管理者，鉴于你最近表现不错，想着你来天庭时间也不短了，给你换地方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悟空自知资历尚浅，管理蟠桃园的重任，怕是当不得呀。再者我虽是石猴，但也是猴啊，对于桃子有着执着的热爱，这差事我当不得。若是不小心吃了几个桃子，这不是监守自盗吗？可若是不吃，天天守着一片桃林，俺确实心痒难耐，还不如不当。王母觉得这猴子倒是个机灵的，还不等玉帝说话便说道：“猴啊，你且去守着便是，我那偌大的蟠桃园还能少得了你几口吃的不成？只要不是你毁了我的蟠桃园，我都不会追究。”众仙家都露出羡慕的神色。那蟠桃园的桃子，他们一年到头才能吃几个？观音大师立马说道：“娘娘，此事三思啊！”悟空朝着王母娘娘一拜：“多谢娘娘，只是娘娘不追究了。”那陛下，你这猴头倒是有意思，那是王母的蟠桃园，我是想管也管不着，如何去追究你？悟空眼神一亮。那悟空再次谢过王母娘娘，谢过玉帝，只是我那师姐，我与她从未分开过，她可否跟我一起去那蟠桃园？准了，你这猴头以后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。看着悟空退下去，观音大师说道：“王母，你这样开口，日后如何赶走那猴头？”大师，您这是在责怪我吗？不敢。玉帝王母在下这就退去。看着观音离开，王母微微一笑，真当我天庭这么好拿捏了？王母，你这次确实过分了，这是当着众仙家的面在打西方教的脸，如今西方当心，我们不适合硬碰硬啊。玉帝，我堂堂天庭还护不住一只猴子吗？说完便直接离开了。而此时悟空将好消息告诉我：“悟空，你这次干得漂亮，让西方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”我也没想到王母如此大方，只是还未来得及出发，我就感觉造化池中的金箍棒发出诡异的波动。造化池乃是我的半生灵宝，必须用造化之力天天运养，而金箍棒就被我泡在池中，一方面是想给它升级，另一方面是想看看金箍棒是否有什么特殊之处。姐，怎么了？无事，咱们走吧。先去蟠桃园。站在南天门的观音皱眉，这金箍棒的回应怎么如此弱？上面的禁制与我联系越来越淡，不行，得赶紧告诉佛祖，这可不是小事。我与悟空刚到蟠桃园门口，就看到一个矮小的人站在园子外面翘首以盼，这应该就是那蟠桃园的土地神了吧？大人，小人已在此守候多时了，王母娘娘特地让小仙给您介绍一下这蟠桃园。而一旁的悟空光是闻着这园中的桃味，就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，他连忙封闭了自己嗅觉，这才压住内心的欲望。比我脸还大的桃子，不过这里的灵气确实浓郁，我如今已经到了太乙金仙境界，悟空仅差临门一脚，随时都能突破。大人，若是无事，小人就要去下界当土地神了。看着小老头离开，悟空刚想伸手摘桃子，就被我阻止了。姐，王母也应允了能让我吃，你怎么还阻止我呢？无功不受禄，咱们初来乍到，王母虽说不追究，但是咱们也不能平白无故就吃人家的桃子呀。仙人忍，也
以后有的是机会，好吧？悟空恋恋不舍地收回了手。而在瑶池，王母看着眼前一面大镜子，上面映照的就是孙悟空看守蟠桃园的场景。这位是娘娘，她是孙悟空的师姐，也姓孙吗？王母喃喃自语，没人知道她在想什么。深夜时分，悟空在蟠桃园修炼，忽然睁开眼，朝着一处方位快速飞去。什么人胆敢擅闯蟠桃园？悟空和那人厮打起来，可越打越心惊，对方的境界绝对比他强，仿佛在戏耍他一般。他也有些怒，眸中微闪，悟空，不可使用窥天瞳。这人没有杀意，怕是在试探你。我看到这一幕，急忙传音，不能使用窥天术。而这时孙悟空通过战斗，刹那间便突破了境界，进入太乙境界。对方显然没想到孙悟空突破，一下没注意，竟然被击退数十米。看着那笼罩在黑雾中的人闪身离开，悟空还想追，但是被我拦住了。别追，守好咱们的园子就好。瑶池王母满脸的兴趣，随后一抹黑光从外面激射而进，在他的手腕上化作一颗黑色珍珠。姐，那人是谁？应该是王母手下的人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他是为了试探你的身手，查探师门，毕竟只有知根知底的人他才能放心。原著可没这一段啊。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王母听着他的话，倒也点了点头。聪明的小丫头，别人可能看不出，但我岂能看不出你俩同源相生？没想到西游亮节出现了如此变数，一时双胎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会做到什么地步。可惜了我这一园子的桃，怕是都要进你们腹中。偌大的天庭，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吃亏吧？得找个垫背的，找谁好呢？嘿嘿，好像老君的仙丹倒是不错，价值跟我这桃子相当。王母嘴角浮出一抹弧度。另一边蟠桃园中的悟空感觉烦闷，便打算出来走走。我自然是满口答应，我可是知道老弟等会儿会遇到什么。悟空也不知走到了哪里，只是听到屋中传来阵阵咳声。七妹，你这伤只有6000年的蟠桃能治，我这就去求母后。六姐不可，这种小事不要麻烦母后，等我歇息一会儿就好了。悟空回来将这件事告诉了我，而我二话不说，摘下一个6000年的蟠桃给他，去给人送去。姐，你不是说无功不受禄吗？不是说这桃子不能随便吃吗？你现在这，嘿，终于遇到这剧情了。我记得老七十分漂亮，而且古灵精怪，做弟妹简直不要太好，就怕王母不同意啊。实在不行，到时候直接反下界，让他们厮守一生，给我生几只小猴子玩玩。可不能让老七便宜了偷看洗澡的那家伙。废话那么多，让你去就赶紧去，赶紧的麻溜的。悟空满脸的黑线，他这位老姐到底在想什么？让他娶妻生子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他敲了敲门，门内传来声音，谁呀？而悟空将桃子放在门口便离去了。老六打开房门，看到门口放了一个桃子，立马拿了进去。七妹，太好了，有人送来了一颗蟠桃，你快些吃了。六姐，这不行，我不能吃，母后若是知道了会生气的。老六可不管3七21，直接将蟠桃切成小块硬塞给他吃。不一会儿，老七就感觉到浑身舒爽，那些伤竟是好了。也不知是谁送来的，想来应是那新来的蟠桃园管理者孙悟空。明日我去谢谢他。子儿神色真诚，他心中十分感动。若是娘因为这事惩罚他，自己哪怕是死也要替他求情。想来以七仙女的素养，他明日便会来这里感谢悟空。只是这件事怕是要被王母知道了。为了这个弟媳，我还是决定冒险一次。我在赌王母轻拿轻放。悟空听着自己老姐的心思，也是有苦说不出啊。他只是一只小猴子，现在怎么就让他准备谈婚论嫁了？瑶池王母听到扫把星的汇报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且下去吧。王母，小子偷吃蟠桃犯了天规，理应重罚呀，不能因为她是您女儿，您就坐视不管。你小仙，半夜偷溜进仙女府，该当何罪？扫打星此时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子儿受伤，那桃子是我让悟空送去的，不存在什么天规，念你初犯，这次且饶过你，再有下次，便削掉仙籍打入凡间。等扫把星走后，王母这才轻声呢喃：这猴头心性倒是纯善，小子命中有一劫，若是让这猴头来应劫，也不知是好是坏，先看看再说。面前的镜子映照出小子的画面，此时他提着一个食盒，朝着蟠桃园走去。悟空一大早就被我赶到蟠桃园门口，心里别提有多郁闷了。当看到一个身穿紫色仙女裙的小子，他竟然一阵恍惚，心里想的是，如果老姐穿上这样的裙子，会不会更好看？这么久了，他竟然没有送过老姐任何礼物，而小子则是以为他看自己看呆了，当即脸色羞红。孙大人，昨晚多谢你送来的桃子，马上就要蟠桃会了，我这伤若是不好，恐怕也会耽误蟠桃会的进程。无妨无妨，一个桃而已，不足挂齿不足挂齿，这可把我急死了。这俩人就这么干处着，你们好歹散散步。不行，老弟这情伤堪忧，我得出面帮一下。弟弟听到我的心声，那可是吓得不轻，慌乱之下，竟然直接拉着小子的手朝着远处走去。鬼知道老姐会干出啥事，他得赶紧离开这片是非之地。拉手了拉手了，不错不错，第一次见面就拉手，这进度牛掰啊！瑶池王母也是眼神一亮，小子也不反抗，看来这劫有希望落在猴头身上。不行，我得帮一把，我这当母亲的也是操碎了心。孙大人，这是我给您做的糕点，您尝尝看。空这才发现自己拉着人家的手，刚刚完全是被我吓的，急忙解释道：不好意思，刚刚俺老孙唐突了，他可是记得我告诉他，不管如何对待女孩子一定要有绅士风度。没事，孙大人若是喜欢这糕点，以后小子经常帮您做。孙悟空看出来这都是零食，便咬了一口，好吃，我可以给我师姐尝尝吗？可以，若是不够，您就来跟我说，我再做一些。就在两人极限拉扯期间，我遇到了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仙女，跟我一样好看。呢喃一句，这么好看的仙女，莫不是嫦娥？要是小子跟老弟不成，将眼前这个嫦娥撮合给老弟也行啊。她怎么就这么好看，都跟我一样好看了？仙女听到她的呢喃，顿时饶有兴致，把我当成了嫦娥，还想撮合我跟这猴头，要不给她个机会，看看她要怎么做。看着仙女也在打量着悟空跟小子，我立马有些急了。嫦娥仙子，这件事你可不要往外说，我给你一颗桃子。仙女挑了挑眉，一颗桃子就想收买我，那要不2颗，不能再多了呀，这桃子也不是我的，2颗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成交，我要那9000年的。我立马摘了2颗比他脑袋还大的蟠桃递给他，咱们可说好了，吃了我的桃就是我的人，你可不能给王母告密啊。放心，我这人一向嘴严，
人，你说他俩是什么关系？哇，没想到你这么好看的仙女也这么八卦呀！他俩现在没关系，但是以后就说不准了。这小子可是王母娘娘的妻女，无论哪方面都无可挑剔。我师弟也是秉性善良，值得托付终身。可天规禁止人仙恋爱啊，人仙恋爱关我们仙啥事？说真的，若是小子跟我师弟在一起，以后王母都得感谢我。这话何解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许乱说，因为在以后小子会下凡，然后被一个男人偷藏了衣服，害得他无法返回天庭，最后嫁给了那个偷他衣服的人。后面的波折不提也罢，简直毁三观。仙女皱眉，你怎么知道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我能掐会算，前知500年，后知500年。可是等到我转过身的时候，发现仙女已经不在了。呢喃道：“这嫦娥真是神出鬼没。”瑶池，王母已经恢复了高高在上的模样，倒是个有趣的小姑娘。把我当成了嫦娥吗？连我都只能推算出小子的结因在坟间，其他的无法得知。她竟知晓得如此细致，想来这猴头如此安稳，也是她的功劳。悟空刚送走小子，就提着食盒来到了我面前。姐，你尝尝这糕点，挺好吃的。我一吃，不错不错。等晚上你把食盒还给人家，知道不？为了老弟的幸福，我也是操碎了心。悟空只想说有你真是我的福气哦。不过他还真有一件事拜托小子帮忙，晚上去一趟也好。王母正吃着蟠桃，就看到玉帝走了进来。你这一天脸都拉着跟个驴一样，谁惹你了？还不是那群西方的，说什么都要把猴子赶下去，来吃个桃桃消消火。玉帝一口咬下去，随后才问道：这桃哪来的？蟠桃园摘的，不愿意吃拉倒。玉帝一听脸更黑了，你可别给我惹事，我能给你惹什么事？我这天天在瑶池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那你说说这蟠桃怎么回事？莫不是自己飞来了？你堂堂玉帝何必在意这些细节？看着玉帝拂袖离去，他倒也不在意，只是这时候下人来报：王母娘娘，小子求见。小子进来以后直接跪在地上，还请母后责罚。昨日我去凡间采集仙露，意外被一头恶蛟所伤，情急之下偷吃了一枚6000年蟠桃，吃了便吃了。不过那恶蛟打伤你，本宫自然要讨个说法。你且随悟空下界，收服那条蛟龙。小子瞪大眼睛，完全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母后。什么时候母后这么好说话了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子儿不敢，只是这是不是太麻烦孙大人了？他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。无妨，你前去蟠桃园将那蛟龙的事情说出，他自然会陪你一块下界。小子怀着忐忑的心情又来到了蟠桃园，他既怕悟空答应，又怕他不答应。只是这次并没有见到孙悟空，而是看到了我。我十分热情，这位仙子不知前来蟠桃园所为何事？我想见孙大人。我一听立马激动了，你找他何事？我这就去喊他出来。姐姐，那个就是我昨日被一头恶蛟打伤，今日还要下凡采摘露水。若是孙大人有时间，可否陪我一起收服那只恶蛟？有，他肯定有时间。我这就喊他出来陪你下界。我直接把修炼的悟空薅起来，他还没弄明白什么事情。姐，悟空，今天你就陪小子下凡一趟，他去采摘露水，被恶蛟欺负，你去收拾了那蛟龙，晚上姐姐给你做红烧蛟龙肉，记得一定要死的，不能带活的上来。嘿嘿，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，独处呀，这还不得擦出爱情的火花？就小子单纯的模样，怕是会直接被弟弟的英姿折服。不行，得把金箍棒给他。当我拿出金箍棒的时候，感觉这玩意变得不一样了，好像更纯粹了，上面那些驳杂的气息都不见了，而且带着丝丝造化之力。这金箍棒莫不是要进阶了？我这造化池还有这功能，估计再泡个10天半个月就能晋级了。姐，杀一条恶蛟而已，何须金箍棒？我这就陪着小子姑娘前去。只是孙悟空一路都沉默不语，小子以为他不愿意跟自己去，而悟空只是在纠结怎么开口，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让人帮忙。小子，我有一件事想麻烦你，我就说说，如果你不答应也没关系。孙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如今更是陪我去找那条恶蛟讨要说法，只要小子能办到，定然不会推辞。我管你这身仙裙真好看，不知能否帮我师姐也做一件出来啊？好呀，这个简单，等我回到天庭就去帮孙师姐量一量尺寸。太感谢你了，你放心，这条恶蛟我收定了，晚上我请你吃红烧蛟龙肉。我这边此时也遇到了意外，来不及收起面前的造化池，突然身后传来嫦娥的声音，吓我一跳。你这池子好生神秘，竟然能够观察3界。我也是偶然间发现造化池能够观3界之事，弟弟远行，我不放心，就用造化池看着。当看到悟空想送自己裙子的一幕，心中感动异常，所以才没注意到嫦娥的到来。嫦娥仙子，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，吓我一跳。我这池子的事情你可要保密啊！放心，我这人一向嘴严，只要别桃子我不敢送了。我晚上请你吃红烧蛟龙肉如何？绝对嘎嘎好吃。此时的下界，悟空2人被一条黑色蛟龙拦住了去路。小娘子，上次让你逃脱，我可是记着你的味儿，这次随我乖乖回去，帮我生一窝小蛟龙，我就放了你。悟空深记老姐的交代，反派死于话多，能动手绝不比比的原则，当即施展法天象地高约万丈，一把将那黑蛟龙给捏死。小子双眸闪烁着异样的情绪，悟空看着已经赶去投胎的蛟龙魂魄，默默收起了他的身体，这才恢复原样。吓到你了没？没有吓到，只是没想到孙大人的本领这么厉害。而在蟠桃园，嫦娥也算是明白我说的蛟龙肉是什么，这小子肯定会被悟空的英姿折服，现在只要埋下这颗种子，等着发芽就可以了。只是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我又开始发愁了，因为我与弟弟2人的未来充满了变数，若是真的让小子参与进来，怕是祸非福啊！你啊，年纪轻轻就这么多愁善感，不管是人还是仙，都要活在当下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苦笑一声。恰在此时，一道嘻哈声传来，贤弟，看哥哥给你带什么来了。天蓬已经到了这里。天蓬此时觉得自己真是出门没看黄历，声音结结巴巴，王，天蓬，你怎么见了嫦娥仙子就说话磕巴了呢？嫦娥扫了他一眼，不着痕迹的点头。天蓬额头都渗出了冷汗。对，嫦娥仙子怎么在这里？贤弟要是不在，我就先离去了。这2壶好酒
酒你记得交给贤弟。天蓬，晚上过来吃蛟龙肉啊？不了，晚上我还有事，下次再约，下次再约。看着逃得飞快的天蓬，我也是摸不着头脑。孙姑娘，我还有事要处理，晚上再来寻你。嫦娥仙子慢走，晚上一定要记得来吃蛟龙肉啊！刚好配着天蓬送来的好酒。回到瑶池，王母就看到玉帝阴沉着脸，西方又在催了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你直接告诉他们自己现在也很难办，但是可以让西方的人在33重天活动不就行了？让他们自己来，为什么你要做恶人呢？玉帝一听，这是个好办法呀，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两边都不得罪。对了，晚上你早点回来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，记得换成你人间的样子，普通点。行，我先去跟西方那边洽谈一下。而刚到凌霄宝殿，就看到观音大师来了。玉帝可否能将那猴头赶走？大师，你这让我很难办，不过我可以答应，让你们西方之人在33重天活动。至于如何赶走悟空，你们可以自己想办法。若是让他犯天条，我自然可以赶走他。观音听到他的回答，当即便松了口气。来之前佛祖说的就是这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。多谢玉帝。玉帝不可呀，西方与我天庭的关系如此好，要是打坏了花花草草，或者是西方的人出现个3长2短，咱们天庭难辞其咎，还请玉帝三思啊。太白金星急忙说道，想来佛门也是有分寸的，定然会爱护花花草草。若是佛门之人在天庭出事，想来以佛门的大度，也不会责怪我们天庭护卫不力。太白，你如此想就有些狭隘，不如你也问问观音大师，若是佛门之人出现什么状况，自然是与天庭无关，还请你们放心。若是打坏了天庭的东西，我佛门虽然不如天庭富裕，但也是赔得起的。观音大师声音依旧淡然，只是眼角的抽搐完全彰显了内心的不平静。这太白怕是有点不当人了。玉帝赞赏般的看向太白金星，随后开口道，大师，还有其他需要我等帮忙吗？不敢劳烦玉帝，我这就去灵山请示佛祖。看着观音远去，众仙都有些憋不住了，更有甚者当场哈哈大笑起来。天蓬，你笑什么？陛下，我就喜欢看着西方的人吃瘪，这笑是有感而发。玉帝摇了摇头，让众仙家退去，只是太白金星迟迟未走。太白，你还在这干什么？玉帝陛下，刚刚王母传音，让我随你一同去瑶池一趟。两人来到瑶池，此时王母完全一副普通仙女的装扮。玉帝，快点换成你凡间的模样。太白，今晚我请你吃红烧龙肉。娘娘，老登突然想起还有事情没做，就先告退了。可刚想跑，就被玉帝一把揪住。老登，你这是跑什么？太白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依稀记得上一次王母说请他吃人参果的时候，他差点被镇元子追杀了3个月，惹不起。他现在只想躲。3人来到蟠桃园的时候，太白的心情终于是放松了下来。此时我正在弄酱汁，当看到嫦娥的时候，立马开心了起来。嫦娥仙子，你终于来了。太白我还认得，只是这位是他呀，是天庭的一个贤官，算是我的好友。听说你这有龙肉吃，就厚着脸皮跑了。玉帝瞪了他一眼，在我眼里，那可是快要拉丝了。想必这位就是吴刚大神了吧？来，赶紧坐。你们想吃几千年的桃，来这里就当是自己家一样，别客气。太白暗戳戳地望了望王母，看他神色如常，随后开口道：老登，我还没吃过9000年的。吴刚也说道：9000年的，今日倒是沾了嫦娥的光。悟空，你去摘2个9000年的蟠桃，4个3000年的。孙悟空朝着园中走去。嫦娥有些好奇，为何都不摘9000年的？咱们只有5个人，为何要摘6个？嫦娥仙子，9000年是好，但我这龙肉等会更好，怕是你们都吃不下这桃子了。摘6个是等会还有1人前来。话音刚落，就看到一身紫裙的仙子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提着一个食盒。小紫一眼就看到坐在石桌前的人，吓得脸色大变，小腿都在哆嗦。看来这嫦娥仙子身份尊贵，竟然让小紫都变了脸色。而且太白如此恭敬，天庭女仙中她只能想到一位，只不过现在不是摊牌的时候，必须寻得一个合适的时机。这吴刚的身份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为了防止我酒后或者睡梦中胡言，便用造化诀先将这份认知封锁在神魂深处，需在蟠桃会上以我之口说出王母这个关键词，才可解封这份认知，否则我潜意识将一直回避这个话题。为了能跟悟空在西游亮节下活着，必须无比谨慎才行。我拉着他赶紧过来介绍，小紫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漂亮的仙女是嫦娥，你肯定认识，不过这位吴刚大神你怕是没见过。太白我就不介绍了，全天庭谁不知道？王母暗中传音，别露出马脚，赶紧坐过来。小紫不着痕迹的点头，随后挨着王母坐了下来，拿出食盒里面的糕点。小紫硬着头皮，今日孙师姐拜托我做一些糕点带来。王母吃了一块，眼神一亮，随后化作幽怨，这么好的手艺我都没尝过，这次倒是托了悟空他们的福。只是还不待小紫回答，就看到我搬上来一个鸳鸯锅，里面放着奇怪的汤水。太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蛟龙肉啊，你们从哪弄来这好东西的？这玩意可是大补，悟空杀的。你们稍等我1刻钟，其他的饭菜也快好了。随着1刻钟转瞬即逝，我端出来烤龙肉、红烧龙肉、清蒸龙肉等等，看着满桌子放的都是龙肉，我急忙招待，还有这2瓶天蓬送来的酒水。吃饭时我无意间问了一句，嫦娥仙子这几次见你，怎么没见你带玉兔？只见她面色不变，广寒宫得守着，不能全部都出来。也对啊，我本就不胜酒力，许是有些醉意。吴刚大神，听说你心悦嫦娥仙子，不知是不是真的呀？这都是子虚乌有之事。太白，以前我总觉得你是个女人，你到底是不是？太白刚喝的酒就咳了出来。孙姑娘莫要开玩笑，小紫话还没说完就被悟空拉走了，生怕我再说出什么雷人的话来，以后可不能让老姐再喝酒。我师姐酒量不行，我先送她进去休息。什么嘛？我还没问完，我就想问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们家悟空。没有了我，这一桌倒是罕见的沉默了起来。
悟空有些歉意，师姐唐突了，悟空在这里给大家赔不是了。悟空，你以后要小心些。太白突然没头没脑的一句，我只会看好蟠桃园，任何闯入者杀无赦。只有小紫露出担忧的神色，随后借口道，我去给孙师姐量量尺寸。悟空，倘若佛门之人来找你麻烦，你当如何做？玉帝好奇地问道。师姐告诉我，不要轻易得罪人，就算得罪人，我们也要站在一个理字上面。一顿饭吃的几人各怀心思。散场的时候，小紫留下来帮忙收拾残局。瑶池王母笑道，看来这猴子已经找到了破解之法，害得我白担心一场。玉帝则是皱眉，恐怕这样下去会出大事。若是悟空无法按照原先设定的那般大闹天宫，也不知佛门会做出什么事。王母凑到太白面前，太白，你到底是男是女？本宫也很好奇啊。老姐，你不能喝，以后就去小孩那桌吧，看你喝个酒，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一遍啊！我做了什么事情吗？你问嫦娥的兔子是不是被他烤了？问吴刚是不是喜欢嫦娥？问太白是不是女的？我这么奔放的吗？以后我打死都不要喝酒了，太丢人了。来不及听他的回答，悟空就看见一个天兵来到蟠桃园，十分恭敬地喊道：孙大人，玉帝差你去凌霄宝殿一趟。如果我所料没错，怕是西方要插手了，就是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手段来插手。悟空来到凌霄宝殿，恭敬地行了一礼。陛下，悟空来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二位，他们乃是新修炼成仙之人，先让他们跟着你做事，有任何事都可差他二人去办。你们二人以后就跟着悟空，记得要好好做事。带着二人回到蟠桃园，其中一个受点的男子说道：孙大人，我们需要干什么？这蟠桃园平日也没什么事，你们就在此处守门。孙大人，我们可是玉帝钦点，实力更是深不可测，让我们守门，怕是有些大材小用吧？若是你们有异议，可以去告诉玉帝；若是嫌弃这份差事，便再去另寻出路。我看着两人身上的佛光，隐隐看到一幅龙虎斗的画面，竟然是佛门的降龙伏虎。看来佛门确实坐不住了，派他们来搞破坏，想要破坏蟠桃园的树木。这两人可是灵山的祸害啊！只见这时候悟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纸笔，将你们的职责写在纸上，说若是园内桃树出现任何闪失，都是你们的过错。两人脸都黑了。来之前如来可是说这只是一只猴子，猴子能聪明到哪里？他们还觉得这次任务就是来天庭出差一趟，很快就回去了。你们若是不签字画押，我便告诉玉帝，让他帮你们另外安排。瑶池王母此时都笑出了声，猴子这一招玩的真够绝的，白纸黑字你不认也得认。若是蟠桃园出现任何闪失，就不是他的责任了。现在我倒是巴不得这俩人回我2棵树，我可是眼馋那七宝妙树很久了。玉帝此时正色道，这猴头如此聪慧，我都舍不得将他让给灵山了。你想用2棵蟠桃树去换七宝妙树，还真敢想。怎么了？说的好像你不眼馋那七宝妙树一般。老君是不是快回来了？王母突然问道。快了吧，应该在蟠桃会之前就能回来。你去找人拖一拖，让他在蟠桃会之后再回来。到时候我得去兜帅宫借点东西，他若是在还真不好办，你可不能给我瞎弄。老君这段时间没得罪你吧？那些丹药可是老君的命根子，小心他跟你拼命。我是这样的人吗？我有提仙丹吗？王母一脸无辜，玉帝也不拆穿他是什么人自己可是一清二楚，他得看好这女人，可千万别搞事情。而在蟠桃园这边，天蓬这次来的小心翼翼的，看到我急忙招了招手。孙师姐，那嫦娥今天不在吧？不在。怎么感觉你这么害怕那嫦娥？此嫦娥非彼嫦娥，不可说不可说。我来就是告诉你们一声，陛下让我去东海帮他们操练水军，若是遇到什么事，可以去东海找我。看着天蓬远去，我在想怎么能把这2个人赶走。就在我皱眉思索的时候，王母来了。孙师妹，你在想什么？嫦娥仙子不瞒你说，这蟠桃园有我跟悟空足矣，可现在玉帝派俩守门的，而且我修炼的功法特殊，能看到他们背后的佛光。此2人怕是灵山的人，我就是担心玉帝被他们2人给骗了。王母一下子紧张了，这丫头不会看出自己的身份了吧？不过想来应该不可能，她跟玉帝的身份只要想要隐瞒，普天之下怕是只有道祖能够看出来真身，就连如来在她面前都不可能认出来。孙师妹，既然你不想要他们守门，何不直接让悟空告诉玉帝呢？此时一言难尽，总之我在想如何赶走2人，还不伤和气。孙师妹，其实你完全可以将计就计。我眼神一亮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只是有些头疼的说道，这园中的蟠桃树可是王母娘娘的心血，若是毁坏了，怕是不好交代。孙师妹，又不是你们所坏的，怕什么？而且灵山又不是赔不起，只要占领里，我相信王母娘娘一定不会怪你的。我一想也是，必须得把2人赶走，最好是把事情闹大，让王母或玉帝出面。对了，孙师妹，我这次来是找你拿调料的，最近吃的东西太清淡了，还是你那火锅有味。我送走了他之后，就来到了悟空修炼之地。悟空，你分身实力如何？猴毛变的分身应该有我30%的实力。怎么了，姐？嘿嘿，我想听完我的话。悟空沉思了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，应该没问题。晚上咱俩去小紫那里，他让我去试衣服。晚上的时候，我和弟弟直接出门，并交代2人守好蟠桃园，任何人都不给进去。降龙开慧眼，一眼看出来他们都是本体，所以只是点了点头。他们又不傻，万一这2人给自己下套，佛门慧眼，幸好出来的是本体，否则怕是被一眼识破。我与弟弟一路来到小紫的房间，此时衣架上放着一件流彩仙衣，烛光下熠熠生辉，一看就不是凡物。我立即就被这件衣服吸引了目光，真的太喜欢了，这天下怎么有这么好看的衣服？悟空看着我眼睛都直了，尴尬的咳了咳。小紫只是掩嘴偷笑，姐姐喜欢吗？这是我从织女那里换来的七彩蚕丝，这件衣服水火不侵，雷电不惧，而且可以变换出天下间任何颜色，只要你穿在身上，心念一动就能变换颜色。孙师姐，你快穿上试试！哇哇哇，我弟媳太厉害了，我好爱。不行，悟空要是不娶她，我都得把她绑了成婚。小紫没想到一件衣服彻底俘虏了我的芳心。而此时蟠桃园的降龙冷声道，若是我们毁了这蟠桃园，那猴子肯定难辞其咎。伏虎则是很冷静，降龙，你忘了那猴子逼我们签的字，一个假名而已，以咱们的伪装，谁能认出来？就算玉帝知道咱们是灵山之人，难不成还能
上灵山讨个说法不成？刘彩仙衣上身尺寸完美结合，我在原地转了个圈。悟空，好看不？随着心念一动，刘彩仙衣瞬间变成了一件青色的仙裙，没有之前那般华贵张扬，反而给人一种恬静之感。还是这样低调点好，毕竟我们现在的处境并不适合张扬。只是我这弟妹太有心了，还没过门呢就对我这么好，要是以后过门了还了得？悟空此时可没空关心我的心声，督促道：“赶紧看看蟠桃园怎么样了。”只见我取出造化尺，对着小紫低声道：“小紫，这件宝物可千万要保密啊！”小紫认真地点了点头。此时造化池中映照的正是蟠桃园的景象，已经变化模样的降龙伏虎。二人小心翼翼地来到园中，只听见伏虎说道：“我们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怕什么？咱们毁了这蟠桃园，将这里的蟠桃全部带回去，说不定佛祖还会嘉奖我们。今年的蟠桃会，我看这王母没有蟠桃还怎么举办？”而在瑶池的王母也正看着这一幕，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。这些蟠桃树可是他亲手种下，可现在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小子看到这一幕惊呼出声：“快阻止他们！要是王母知道，师姐你跟悟空怕是要受到惩罚。”小子别急，你接着看就知道了。这是我与嫦娥仙子商量的，她告诉我说只要我们占领，毁坏1-2棵桃树也没关系。小子一听，不由得想的是他现在心里想的那个嫦娥吗？应该是吧？好吧，那就没啥问题了。母亲都不急，自己还急啥？就在二人毁坏第2棵3000年蟠桃树的时候，悟空突然出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损坏王母娘娘的蟠桃树？两人根本不说话，一招罗汉翻天印朝着悟空砸来。本就只有悟空2-3成功力的分身，瞬间被砸成了猴毛。紧接着桃园里窜出不少悟空，都是他的分身。降龙皱眉，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，快走！而两人也在这一瞬间消失不见。可接下来的一幕让王母震惊，只见悟空伸手一扯，仿佛是一块幕布被他扯下来一般，而蟠桃园竟然出现在身后。那3000年的蟠桃完好无损。王母震惊，他不是只学了72变吗？怎么会偷天换日的？这是天罡36变中的一项能力啊！那些倒地的桃树仙气也纷纷消失，变成了凡间的普通桃树。此时我到来，悟空，我已将这些画面记录，你且去禀报王母和玉帝吧，一定要先认罪知道不？将你说的特别正直且委屈，再哭的惨点，不管玉帝怎么罚你，你都得认，不要顶嘴。悟空拿着那张伏虎降龙签字的纸，还有一块奇怪的镜子，这是小紫给的。当时苦于怎么保存这些证据，也正是小紫拿出这面能够录制画面的镜子。凌霄殿，玉帝正在与众仙家商议，就听到天兵来报：陛下，蟠桃园的孙大人求见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禀报。玉帝此时也在想，猴子这是遇到了什么事，这么着急？刚到凌霄宝殿，悟空先行礼，然后更是硬生生挤出眼泪，看得众仙一愣一愣的。这猴子到底受了多大的委屈？陛下，我好心让那俩人看守蟠桃园，可他们却毁我蟠桃园，我阻止他们，可奈何实力低微，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。现在毁坏了不少蟠桃树，他们也不知所踪，还请陛下为我做主。悟空将那紫色的镜子拿出，太白直接用法力催动，只见镜子中竟然是佛门2位罗汉，使出罗汉翻天印，砸坏了不少蟠桃树，有些都被砸成了飞灰。那二人还顺走了不少桃子。造化池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那就是在造化池的映照下，伪装之术都会被破除。众仙看到后一个比一个愤怒，最先走出来的是三太子。陛下，佛门之人如此嚣张，我看今日不如打上灵山，让他们知道我天庭不是好惹的。旁边的托塔天王李靖急忙将自己这个儿子拉回去。陛下，小儿虽然冲动，但此话也不无道理，此事必须找灵山讨个说法。太白，此事你怎么看？陛下，我觉得此事还是要王母来拿主意比较好，毕竟这是他亲手种下的桃树，而且现在那佛门罗汉也消失不见，到时候他们不认账，咱们也无可奈何不是？太白此言有理，这是我与王母商量之后再议，但是悟空乃是蟠桃园管事，此时也脱不了责任，限你3日之内将蟠桃园所有的土地翻新一遍，以此为鉴。悟空遵命。我这张纸非常特殊，只要人在上面签字画押，将法力输入到纸张上，就能万里追踪到那人，哪怕他用的假名也逃不过追踪，还请陛下过目。这可是我专门用造化池泡过的纸张，唯一的功能就是追踪，签字画押之时，无人能在这张纸下逃脱，这也是我的后手。太白接过纸张，随后才开口：好，你且下去认真悔悟。悟空离开后，王母娘娘就出现在凌霄宝殿，不知陛下喊我前来所为何事？王母你且自己看吧。当王母看到自己的桃树被人用罗汉翻天印砸得渣都不剩的时候，立即呵斥：好大的胆子！西方佛门就是当我天庭没人了是吧？娘娘且息怒，此事还要从长计议啊！太白急忙劝导。玉帝垂着眸，他就想看看王母要怎么演下去。要说这件事没有他的手笔，他是10000个不信的。这可是我亲手栽种、认真呵护而成的蟠桃树，如今被人砸了，我能不生气？我没有直接打上灵山，已经是给那群秃驴面子。只有哪吒跃跃欲试，眼中燃烧着战火，要不是李靖拉得紧，说不定直接要领命去攻打灵山了。太白出言：娘娘，蟠桃树已被毁，我看这被毁的情况，就算是观音那玉泥波波也无法使其复原，倒不如向灵山索要一些赔偿，将咱们的损失降到最低。众仙家附和，只有哪吒垂头丧气，看来是打不起来了。王母沉吟了一会儿：太白，此事交给你去办，请务必把那7宝妙术带回来。太白傻眼了，他望着王母那张无辜的脸，暗戳戳骂了自己一句：怎么就多管闲事了？这女人太不好惹了，都过了几万年了，她怎么还记得当初与灵山的恩怨？佛门7宝妙术，这不是要人家的命根子吗？此时他也想明白了，自己又被这女人坑了。娘娘，这灵山我是万万去不得呀！太白，此事非你莫属，不信你问众仙家意下如何？李靖当即跳出来：娘娘所言极是，此事怕是只有太白能够胜任，我等在此恭候太白金星归来。太白金星嘴
嘴角抽了抽，说好的礼敬老实人呢？无奈之下，太白金星只好朝着灵山的方向飞去，心里那叫一个郁闷。太白金星来到灵山，直接开门见山：佛祖，你灵山的降龙伏虎何在？太白金星，降龙伏虎罗汉正在闭关参悟佛法，不知金星所为何事。太白直接将那紫色镜子悬浮在空中，随后用法力催动，镜子中映出两人毁坏蟠桃园的画面。这下佛祖都不淡定了。太白，此事我等完全不知情，若是有人陷害我佛门也说不定。太白当即抛出一张纸，佛祖，你可用神魂之力查看，是否是降龙伏虎的气息。看到白纸黑字上面的内容，最后佛祖沉默了，将二人带上来。降龙知道此事已经无法狡辩，佛祖，此事乃是我拉着伏虎干的。那日我眼馋蟠桃，便想着去天庭混口饭，可那玉帝竟然让我们跟一只猴子，还给我安排看门的任务。我一时气不过，就砸了他的蟠桃园。即使我灵山之人犯错，我们自然不会逃避。想来天庭派你来也是有所求。佛祖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打坏了娘娘的树，肯定得让你们赔树。我看你们那七宝妙术就很不错，不知佛祖可否割爱？一听七宝妙术，其中一位罗汉更是开口呵斥：太白，休要放肆，这是我灵山，岂容你放肆？一向乐呵呵的太白眼神瞬间变了，他笑道：佛祖若是不同意，娘娘说她会亲自来一趟，到时候就不是七宝妙术能解决的。而且你们大概是忘了，我太白金星是主杀法的，太白有事好商量。七宝妙术确实不能给你，他对我灵山极其重要。娘娘交代只要七宝妙术，否则就免谈。而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哪吒脚踩风火轮飞了过来。老登，娘娘让我催，还没谈妥吗？我爹非要我带来几个天兵天将过来，说是怕我被人欺负。佛门之人看着灵山之外密密麻麻的天兵，也是一阵无语。这就是你口中说的几个？太白金星不由得给李靖点个赞，这家伙阴森阴森的，用这些天兵来震慑，今天这七宝妙术说不定真能带回天庭。佛祖开口道：太白，七宝妙术确实不能给，不过我可以给你一劫之差，能否成活我也说不准。太白也知道这已经是佛门最大的任务，便勉为其难的说道：既然如此，我会带着支差给娘娘说，观音取来拇指大小的一劫之差。太白直接用法力护在怀中，拉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哪吒赶紧走，生怕对方反悔一样。两人走后，佛祖淡淡开口：伏虎降龙，尔等心性不稳，且去凡间再历练历练吧，9世之后再回来。望着消失的两人，观音再次询问：我们接下来如何做？难不成真的奈何不了猴头？文殊菩萨，你且去一趟，务必将这猴头赶出天庭，谅解不容出现任何差池。我佛门能否大兴，就看这一次了。我此时看着正在翻土的悟空，佛门是不会如此善罢甘休的，很可能会再次卷土重来。你最近要小心些，先歇会儿吃点点心，刚刚小紫送来的，怕你忙得忘了吃东西。多贴心的女孩啊，我都提醒得这么明白了，你应该明白了吧？也不知我啥时候能当姑姑。哎呀呀，一不小心想得太远了。后续视频正在制作中，想提前看后续小说内容的伙伴，下载一个番茄畅听，直接搜索物色姐姐即可。经过哪吒的出面保驾护航，太白金星安全的将七宝妙术之茶带回凌霄宝殿。当看到拇指大小的七宝妙术之茶，王母拿在手中把玩了一下，太白将这东西给悟空，娘娘这是何意？太白有些搞不懂王母到底在想什么。照我说的做，王母如何不知？佛门将七宝妙术的之茶送给他们，只因为笃定这东西到了天庭无法成活，只要他手中的七宝妙术召唤，这之茶便能瞬间回归。可他却算漏了一件事，那便是造化池。只是光有造化池还不够，还需要五色土或者9天息壤。太白金星来到了蟠桃园，看到正在给蟠桃翻土的悟空，并没有打扰。他也是第一次知道蟠桃园的土竟然是五色土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王母娘娘这蟠桃园根本没被毁，她的那些树都好好，上面的桃子都一颗不少。这时候他才明白，这是王母给西方灵山设下的一个圈套。这女人太不好惹了，以后我得离她远点。老登，你怎么来了？悟空，这蟠桃园不是被毁了吗？怎么现在？嗨，老登，不瞒你说，俺也是无意中发现了守门的二人，竟然是佛门之人。早就听闻天庭与佛门不和，所以俺就略施手段将他们赶走了。这件事娘娘怎么处理了？太白第一次重新审视悟空，这猴子心机颇深，兵不血刃就赶走了那降龙伏虎，而且还得到了七宝妙术的支茶。拿出支茶，他递给悟空，这是七宝妙术的支茶，娘娘让我送给你。什么？七宝妙术支茶？快给我看看！这是我来给悟空送吃的。恰巧听到了两人提到七宝妙术，把玩这七宝妙术支茶，我的眸子越来越亮，真的是七宝妙术的支茶。没想到王母竟然能将这东西弄来，若是种出第二颗七宝妙术，然后再用其支茶不断繁殖，以后天庭将会有无数七宝妙术。如果是之前我没办法，但是现在，悟空，这支茶在我这放一段时间，我要研究一下。悟空点了点头，而太白则是直接离开了，他还要给王母复命，心里不断吐槽这个女人实力手段心机极高。回到瑶池，王母直接通过镜中看到我七宝妙术，最难的就是隔绝它与主体之间的联系，让其独立成为另一个个体，然后用五色土培育。若是成功，说不定我能批量种植七宝妙术。听到这一句批量种植意味着什么，他彻底不淡定了，直接站起身就要往蟠桃园走去。你去干什么？刚回来的玉帝看着他急匆匆的神色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次也太大胆，让哪吒带天兵驻扎灵山之外，那小子巴不得开战，你还让他去？而且我听太白说了，你那蟠桃树压根一点事没有，你是怎么好意思讹人家七宝妙术的？若是被佛门知道，你可知这件事后果多严重？那又如何？我有证据，哪怕他们毁的只是凡间的桃树，但那些桃树是在蟠桃园中就是我的树，无论怎么狡辩我都占领。说不过你，你最近给我消停点，马上蟠桃大会了，别给我闹出幺蛾子。对了，镇元子最近去寻老君了，他传信要蟠桃会之后才能回来。王母眼神瞬间就亮了起来，呢喃道：那岂不是镇元子也不在家中？那人参果、
玉帝一听立马急了，你给我消停点，忘了上次你带太白去是什么后果？你堂堂一个天庭王母，怎么就总盯着别人手中的宝物？王母没有回话，只是在心中盘算着这件事的可行性。若是真能凑足人仙鬼界3大灵果，再加上老君那一屋子的仙丹，悟空和孙姑娘的仙胎将会再次蜕变，到时候说不定就有意思。西游亮节，佛门大兴，会不会成为一个笑话？而此时的南天门，一尊菩萨来到这里，被天将挡住。文殊菩萨，你竟然有空来天庭？佛门之事我无法推辞，劳烦帮我通报玉帝一声。不一会儿，文殊菩萨来到了瑶池，玉帝开口，不知文殊菩萨所谓何事？陛下别误会，我并没有恶意，只是想来认识一下仙胎所化的时候，还请玉帝准许我进入蟠桃园。既然菩萨开口，自然没问题。只是悟空最近正在受罚，还请菩萨3日后来蟠桃园。文殊菩萨笑着点头，随后便朝着瑶池外走去。等王母到蟠桃园的时候，就看到数千只猴子正在翻地，这些都是悟空的分身。今天孙师妹好像格外开心啊，嘿嘿，仙子，多亏了你的提示，我才能赶走那佛门中的2人，而且还得到了7宝妙术的支插。等我将这东西种出来，到时候我送你一株。7宝妙术，那不是佛门圣物吗？王母故作惊诧，也不知道娘娘是怎么得到的，还送给了悟空。孙师妹，我今天前来是听到风声，佛门的文殊菩萨要来看看悟空。文殊菩萨，这文殊菩萨该不会是来强行度化悟空吧？不过还好，现在金箍棒已经彻底进化成为先天灵宝，而且是带着造化器的先天灵宝，能够守住他灵台清明。怎么了？这文殊菩萨有何特殊之处？王母不由得问道。仙子有所不知，文殊菩萨乃是佛门中的智慧佛，他度化世人的本领极强，我担心他会强行度化悟空，我想看看嫦娥有没有办法。金箍棒我不想轻易暴露。嫦娥思索了一会儿，从腰间拿下一块玉石，这块玉佩能护得灵台清净，不过只有这一块，够了。我有造化池，这世间无人能渡我，我有了你这玉佩，定能护住悟空的灵台。不过仙子你怎么会有如此宝物？此物乃是上次蟠桃会娘娘送我的，怪不得我一直记得仙子的广寒宫除了玉兔，其他的一清二白。等到王母离去，我直接把玉佩送给了悟空，让他贴身带着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把金箍棒交给我。悟空，这金箍棒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用，现在还不是暴露他的时机。我知道了，老姐。文殊菩萨，希望你莫要强行度化我弟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3日转眼间便过去，文殊菩萨此时已经来到了蟠桃园。悟空看到来人，立马阻止，何人擅闯我蟠桃园？贫僧文殊，施主，我特地来找你。悟空不得无礼，我适时阻止。文殊菩萨，我师弟有些唐突了，不知菩萨来蟠桃园所为何事？听闻仙胎所化时候，今日特来一见，贫僧有一法门，可坚定道心，今日特地前来帮助施主，竟还有如此手段。菩萨不介意我一起来听听吧？这家伙果然是要强行度化悟空，什么坚定道心，不过是为了让悟空变成他们的走狗罢了。不过这热闹没人看岂不可惜了？此时太白金星正被小紫拉着，太白，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。七公主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你也不给我说，就拉着我往蟠桃园跑，你到了就知道了。孙姐姐只说让你看戏去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。文殊菩萨刚一开口，悟空就感觉脑壳炸裂一般，他的神魂竟然沉入到另一个世界，这里都是佛，漫天神佛，所有的佛口中念叨着什么经文，竟是要抹去他的灵智。在这关键时刻，胸口的玉佩冲出一只卵鸟，卵鸟张开双翼将他护在怀里，这才感觉到舒服些。这些经文对我一点用也没有，甚至无法将我的神魂拉入佛国。瑶池，王母冷笑，果然是强行度化，幸好孙姑娘那丫头聪慧，提前做好了防备，要不要毁了文殊的佛果呢？算了，现在不宜与佛门彻底撕破脸，只是突然间一个人的乱入，让王母有些不明所以。太白这是在干什么？此时太白金星已经来到了蟠桃园，当看到文殊竟是在度化2人的时候，怒喝：文殊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我天庭行度化之法，大伙跟我走！此刻蟠桃园文殊的度化之法被打断，口中吐出一口血，脸上依旧是那副笑眯眯的模样。太白金星，文殊，你越界了，你真当我天庭无人？而悟空此时七窍流血，看起来极其瘆人，这都是我传音让他做的。不过这可把小紫心疼坏了，他如此好的脾气也是第一次发火。文殊，你在我天庭强行度化之法，今日悟空要是有3长2短，哪怕我实力不济，也要杀上你佛门为他讨回公道。哪吒跃跃欲试，要打架吗？我的火尖枪早已饥渴难耐，老登，要不要我拿下这文殊？众仙家，文殊菩萨，且来凌霄宝殿议事。小紫你也来。一瞬间蟠桃园只剩下我了。悟空，你可得争口气，千万别穿帮了，咱们可是验过8毛，我可是提醒过你了。那文殊菩萨有什么宝物？悟空是被太白扶着的，小紫想扶，但是被太白阻止了。被人看到难免说闲话。凌霄殿玉帝问道：文殊菩萨，你强行度化之法，只怕不合乎规矩。陛下，贫僧只是在帮助悟空坚定道心，并未使用度化之法。太白金星冷声道：你佛门的度化之术我岂会不知？你还想狡辩不成？莫非真要我拿出证据？贫僧并未使用度化之法，只是帮助悟空坚定道心。小紫拿出自己的紫色镜子，上面映照的赫然是文殊度化的过程。这些经文众仙家岂会不知？一个个脸色阴沉。今日赶来度化猴子，明日就赶来度化他们。陛下，文殊菩萨今日前来，只是帮我坚定道心。我看到了漫天神佛要我臣服，我感觉自己的灵智都要被抹去，我不知这是什么本领。悟空虚弱开口，小紫心疼坏了。她本是天庭七公主，只是一直以来在众仙家眼中都是柔弱好欺负的模样，可是今日却在凌霄殿上硬刚文殊，着实惊掉了众人的眼球。还请文殊菩萨给我一个交代。此儿虽然法力低微，但是见识还是有，是否是度化之法我一清二楚。看来我要请如来过来，让他来主持。文殊看着悟空，声音淡然：悟空，终有一日我们灵山再见。陛下，我天庭有容人之量，若是传出去我们以多欺少，岂不是落了下乘？文殊菩萨想着度化我，那么便用一件法宝来赔罪吧。悟空不才。听闻文殊菩萨有一把智慧剑，玉帝沉默，他怎么在这猴头身上看到了王母的身影？文殊直
直接拿出自己的智慧剑丢给悟空，并没有恼怒。悟空拿过剑直接开口道：“还请陛下抹掉上面所有佛门法符。”只见玉帝手一挥，智慧剑上面的佛光瞬间消失不见，而文殊更是吐出一口血，精神瞬间萎靡不振。那是法宝反噬。悟空当着众仙家的面，竟然将剑送给了小紫。多谢七公主为我做主，这智慧剑便送给你。小紫下意识接过去，可就在接过的一瞬间发现了不对，他怎么可以这么明目张胆地接受他的礼物？文殊笑着行礼：“陛下。”文殊告退。看着文殊离开，悟空这才拿起怀里的绣帕，擦掉了脸上的血迹，随后再次恢复了龙精虎猛的状态。太白嘴角抽了抽，他觉得以后的离这俩人远点。陛下，悟空告退，回到蟠桃园。我立马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剑已经送给了小紫，不过老姐，为什么你要我当众送剑给小紫？不可说，终有一日你会懂的。我怎么可能告诉你？这是俘获女孩芳心的一个办法。当着众位仙家和玉帝的面，我弟好弟弟，你可无法反悔。现在天庭估计都在传你跟小紫的事。悟空满脸不敢置信，他姐竟然把他给算计了。他在想，现在去要回智慧剑还来得及吗？而小紫府中，此时来了一个一身赤色长裙的仙子，她刚刚从凡间回来，就听到了关于小紫的传言，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来到了她的府中。七妹，外界传言可是真的？小紫一脸茫然，大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外界什么传言？红儿看到自己这个心大的妹妹也是没办法，天庭都在传你跟那孙悟空关系不清不楚。你要知道，天规规定人仙不能相恋，否则必遭天谴啊！传得这么快吗？那是不是说这件事快成了？小紫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？天规规定人仙不能相恋的，你会遭天谴的。大姐，天规只说人仙不能相恋，但是没说仙仙不能相恋啊！红儿看着妹妹的模样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她这是满心满眼都是那个猴子，不行，我得会那个猴子，让他离子儿远点。此时瑶池玉帝一脸无奈，那猴子也真是，就不能私下里送老七礼物吗？而且我从未见过老七生气，你说这到底是好还是坏？虽然天规没有禁止仙女与仙之间的恋爱，操心那么多干什么？只要子儿喜欢，那就没问题。如果感情能将悟空拴住，或许也是个不错的结局。西游亮节是道祖定下来的，无人能左右，他注定是佛门之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老七这么走下去。玉帝沉吟道：“你给我回来！女儿大了，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们不能插手。”而我们的主人公悟空此时正在修炼，只是刚进入修炼状态，他就看到一个披着袈裟的猴子在朝着他念经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你既是我，我既是你。而后他看到了文殊菩萨，笑着对他说：“悟空，我说过我们会再见面的，还不速速皈依我佛？”他猛然惊醒，一口气没提上来，竟是吐出一口血。我看到这一幕，急忙上前：“怎么了？好好的怎么吐血了？”悟空声音有些沉重：“姐，我好像找到了。我一旦开始修炼，就看到另一个自己穿着袈裟念经，还有文殊菩萨在劝解我皈依佛门，甚至我感觉到自己的道心都在动摇。什么？鸾鸟玉佩没防住？”王母在镜中看到这一幕也震惊了，那可是她随身携带的鸾鸟玉，佛门度化之术在其面前根本无法成事。只有一个可能，文殊所行并非度化，而是种心，种下一颗佛心。他与我异口同声说道：“果然是灵山的智慧佛，竟然摆了我一道。这佛心会潜移默化悟空的选择，最后直至他彻底皈依佛门。好一个兵不血刃的阳谋！现在就要用改命术抹去佛心吗？可我只有3次机会，若是以后遇到更大的问题，我要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问问太白金星或者嫦娥仙子有没有办法。悟空，你先不要修炼，我去找太白金星，问问那老登有没有办法拔出佛心。”我立马朝着太白的府中飞去，而另一边王母脸色也不好看。文殊菩萨当真难缠，佛心一旦种下，很难除掉。此时太白正在府中休息，就听到童子禀报孙姑娘来访，他急忙迎了出去。老登，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快随我来。太白一脸懵逼的被带来蟠桃园，当听到悟空被中了佛心之后，气氛一下子凝重了起来。老登，你有没有办法？求求你了。孙姑娘，你不要这么着急，能够压制佛心的办法很多，但彻底拔除佛心难于登天，哪怕王母和玉帝出手都无法彻底拔除，不得不用改命术吗？可后面若是与如来斗法，炼丹炉里九死一生，真假悟空，我没有改命术了，要如何办？可如果现在不抹，哪来的以后？师姐不必担心，不就是一个区佛心，我自己便可压制。我勉强一笑，我心思本就沉重，此时已经不知道问候文殊多少次了。太白摇了摇头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不过这件事我必须请示陛下和娘娘。孙姑娘，你且在这里等着，我去就来。太白直来到瑶池，王母摇了摇头，不可，娘娘，只有让玉帝种下道心，才可制衡那佛心。此时休要再提，我天庭岂会和灵山那群人比？他真以为种下佛心我就没办法？娘娘，你莫不是？不可呀，你乃是万金之躯，岂可？王母，你都几万岁了，怎么还是这么冲动？玉帝也在一旁劝道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当初我将鸾鸟玉佩给孙姑娘，信誓旦旦说能够防住佛门之人，如今这是在打我的脸，我咽不下去这口气。而我也在寻找办法，我取出造化池，悟空，你进入我这池中修炼，看看能不能隔绝佛心。悟空直接缩小跳入其中，可一旦开始修炼，那颗佛心就会出现。不行，姐，其实我觉得有一颗佛心也没什么大不了，你现在不觉得？可佛心乃是心啊，它会让你慢慢偏向佛门，最后甚至会连我都不认。若是太白没有办法，今晚就用改命术抹了这佛心，佛门，我们的梁子彻底结下了。灵山，如来听到文殊已经将佛心种给了悟空，文殊菩萨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只要佛心在，那猴头迟早有一天会皈依佛门。佛祖，只是如今我担心佛心还太弱小，若是天庭不计一切拔除佛心，我们将功亏一篑，此事不可不防。无妨，我已让诸佛念经催化佛心，只需3日，那佛心便会坚固无比，无人能撼分毫。太白金星刚回到蟠桃园就说道，孙姑娘，此事牵扯太大，玉帝他们也很为难。这时来送点心的小紫听到这句话便急忙问道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太白看到是他，脸色大变，急忙就要拉着他离开。
可小紫甩开他的手，孙姐姐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悟空被文书种下了佛心，我们在讨论怎么能拔出佛心。佛心吗？这个我可以啊！我十分激动，小紫竟然可以解决，想要询问什么，但是却被太白的声音打断。七公主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个你根本解不了。王母刚刚让我喊你过去，你快去瑶池一趟。小紫急了，我真的可以解，我的心特殊，可以将它送给悟空哥哥。我的九窍玲珑心可以救悟空哥哥的。就让我把我的心给他吧。听到小紫的话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太白金星则是叹了口气，而我心中感动不已。但我并非没办法救悟空，如果真的要用小紫的心来解，还不如用我的改命术。谢谢你子子，不过这件事我可以解决。我的语气不容置疑。瑶池，王母看到我拒绝老妻，也是松了口气。玉帝则是脸色更加难看了，这还没嫁出去，连九窍玲珑心都要给人家了，这女儿还能要吗？这傻姑娘，神仙没有了心，是要转世轮回重新修炼的，不值。对了，太白，如果把悟空的佛心转移到我的身体里面，不知道会不会容易一些？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猜想，而且我也想会一会佛门种下的佛心威力究竟如何？除非两人本源相同，非常信任对方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你俩只是师姐弟，本源自出生就已注定，根本无法改变。需要怎么操作？我暂时还不想暴露与悟空的关系。若是自己能够转移佛种，那是再好不过。我可以布置庚金绝杀仙阵，隔绝佛门气息，然后用移心换位之法，将佛种转移到你的体内。期间一旦我杀阵破碎，就会失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来会一会这佛种的厉害吧。师姐，我不同意。听话，简单的2个字就让悟空闭嘴了。太白，麻烦你了，把佛种移到我的身体中。小紫，你帮忙守着蟠桃园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，必须尽快将佛心转移到我身体里。想必灵山那边已经迫不及待，肯定会强行催化佛心。太白金星此时有一个震惊的猜测，但他选择闭嘴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他也有。杀阵笼罩蟠桃园，震惊了不少仙家。哪吒更是踩着风火轮急忙就要飞过来，能让太白布下杀阵，说不定有架打。只是刚起身就被李靖拉住，给我老实点。佛门此时已经聚集了诸佛，正在念经。随着他们开口，一道道金光朝着天庭飞去，四手相抵。太白急忙用出了移心换位的术法，可也正是这一刻，无数道金光竟然在轰击他布下的杀阵，让他不得不分心抵抗那些力量。七公主，有佛门真言在攻击我的杀阵，快阻止！紫儿一听，立马就看到杀阵外面的万道金光，胸口9彩霞光在杀阵上方笼罩了厚厚一层。可这万道霞光不断轰击下，不一会儿就变得薄弱起来，他也扛不住从空中跌落。贤弟，我回来了。说来也巧，正在这时，天蓬提着2坛灵酒来到蟠桃园门口，他是刚刚从东海告假回来，想跟贤弟喝2杯，只是刚到这里就看到了太白的杀阵，他一脸疑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紫拦住了他，来不及解释了。天蓬元帅，快阻止那些金光，是佛门之人想要催化悟空体内的佛种，强大佛性。天蓬一听这还得了，让自己贤弟变成那些秃驴模样，那岂不是太恐怖了？急忙把灵酒塞给他，看好我的酒，我去就来。9齿钉耙出现在手中，他飞身而上，竟是直接将那些金光击碎。太白金星压力大减，法力喷涌而出，就连他的身影也是一阵虚幻，他的样子好像产生了变化。天蓬元帅看到一个万丈大小的佛光朝着自己盖了下来，他用尽全力也才堪堪抵住。欺我天庭无人，西方你们太过分了，给我碎！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，只见一道凤鸣传来，那佛光竟是瞬间崩碎。天蓬压力一减，恭敬地喊了一句娘娘。王母伸手一挥，蟠桃园上空便有一道凤凰虚影镇守其上，那些金光根本无法落下。杀阵散去，王母这才安心离去。太白金星此时也很虚弱，他消耗太大。孙姑娘，佛种已经彻底移入你的身躯中，多谢太白帮助悟空化解危机。太白点了点头，随后便抱拳告辞，他得赶紧休息休息，他日我再上门感谢。不过太白，我竟没想到你的秘密是真，不过我会帮你保守的。太白的身影一顿，随后回道，作为交换，你们俩的秘密我也会保密。这家伙真记仇，刚刚看到那一幕也太劲爆了吧，果然要提前催化佛心成长了。灵山佛祖淡然道，不要停，继续。悟空，你再试试修炼有没有异常。孙悟空修炼后发现那些佛影都不见了，而后有些担心自己姐姐。天蓬来了，你与他聚一聚吧，刚刚也多亏了他抵挡佛门那些真言，不用担心我，我有造化池，除非有人打碎我的造化池，否则谁也别想靠近我灵台方寸之地。随着悟空离去，我终于忍不住吐出一口血，这些秃驴真够狠，这一心之法堪比剜心之痛。这老登竟是一句不提，望着凤影散去。我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，我急忙召唤出造化池，上面流淌的造化之力将自己整个人都盖住。王母看着镜中忽隐忽现的我，也是一阵羡慕，如此浓郁的造化之力，就是不知能否阻拦那些佛门真言。若是无法阻拦，孙姑娘体内佛心就会被催化。悟空，带着小紫和天蓬远离蟠桃园，空中金光不散，你不可回来。我急忙传音，生怕对方做出什么事情来。而悟空虽然担心我，但以自己的心境，在这里只会是拖累，拉着2人便离去了。只是这仇他却是记在心中了。头顶的金光仿佛实质一般，竟是高达1000丈，原本造化之力的笼罩下，让他们失去了目标，悬浮在空中久久不曾离去。可就在我故意露出破绽的时候，1000丈的佛光径直射入我体内，原本羸弱的佛种竟是被瞬间催化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施主还不速速皈依我佛，我归你个仙人板板，今天有一个算一个，我打死你们这群不讲武德的秃驴，不真刀真枪跟我们干，非要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我手持造化池，硬生生砸散了眼前的文殊菩萨，身后万佛显现，我一点也不惧。瑶池王母看着我身上一会儿佛光，一会儿造化之力，也不清楚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能静静等待结果。他又望着小紫，手中突然出现一个画卷，你将须弥画卷拿出来干什么？你要进去修炼。我准备让小紫进去修炼。得了吧，老七那性格犟得跟驴一样，也不知道随了谁，要是早知道修炼，还能连那佛光都对付不了，你说谁犟呢？赶紧去你那凌霄殿，如果孙姑娘破了佛
佛种，佛门的人就要来讨要说法。我相信孙姑娘不会让我们失望，所以佛门的人必来。我呸，他们也好意思，以大欺小的事情真是不少干。不过你确定老七会乖乖去修炼？我不懂女儿，难不成还不懂女人吗？如果他知道了孙姑娘和孙悟空同源，一定会进去的。她将会是我天庭的第2尊女战神。此时整个蟠桃园都被那佛光笼罩，刚刚砸碎文殊菩萨，就又来一个，我都不知道砸了多少，连神魂都有些虚弱。若不是造化力，怕是这群人都会扑上来。不行，不能这么继续，就得想个办法。不知道造化池能不能炼化这佛心？若是能炼化，那么炼化出来会是什么？道心、造化心，心念一动，造化之力笼罩佛种，在这一瞬间就将那颗佛种直接收了进去，催动造化之力便开始炼化。一连3日，蟠桃园上方的佛光仿佛变成了实质。贤弟，你师姐不会是被佛门那群秃驴给度化了吧？这佛光太唬人了，要是真的被这群秃驴度化，我陪你杀上灵山要个说法。悟空，你放心，孙师姐不会出事的。倘若真的到那一步，我愿意将9窍玲珑心送给她。天蓬在一旁瞪大双眼，贤弟，你告诉我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到底跟七公主发生了什么？我到底错过了什么？悟空这会儿没心思回答他们，他只恨自己不够强。佛门好，真好啊！灵山众佛都在高兴，这猴子终于能够解决了。西游亮节，他们佛门当心。就在他们庆祝的时候，异变发生，只见无数佛光倒飞而来，将他们砸得四仰八叉。最后还是佛祖出手镇压了这些佛光。此时灵山鸦雀无声，他们明白这是失败了。文殊菩萨皱眉，不该啊，这佛种难以拔除，除非是王母和玉帝出手，难不成是他们帮了孙悟空？佛祖还请派人前去天庭讨要说法。他们一而再再而三阻止西游亮节，这是不把咱们佛门放在眼中。弥勒，你去一趟，问问玉帝到底怎么回事，给天庭一个警告，莫要自误。随着弥勒远去，灵山再次恢复了平静。而在蟠桃园，我身上造化之力退去，手中多了一颗种子，只不过上面不再是佛门力量，而是蕴含着无穷无尽的造化之力，竟然真的炼化成为了造化种。只要悟空吃了造化种，就会在他体内生根发芽，让仙胎再次蜕变。哪怕以后我不在，他也不怕秃驴的佛种。悟空是佛光消失后第一时间冲进来，我笑着将种子给他，吃了吧，好好炼化。等会儿我要是晕倒了，千万不要慌，我就是太累了睡一会儿，得提醒他一下，省得等会儿猴急猴急的，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。造化之力消耗一空，也不知道这次得睡多少天。看着悟空一口吞下，我松了口气，随后才放心昏了过去。悟空将我抱到床上，替我盖好被子，这才走出房间，心情一瞬间好了许多。天蓬，来喝酒，哈哈好。贤弟，你是不知道，老龙王送我的灵酒可都是好东西了。小子帮他们准备了几道菜后，这才返回到自己的住处。而这里王母已经等候多时。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恐怕我女儿就彻底留不住了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他们同根同源，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说，你现在太弱了。你可知西游亮节，孙悟空就是亮节的牺牲品。小子是听过亮节的，只要知阴节之人，没有一个好下场。而且悟空和孙姐姐竟然是姐弟关系。以前他希望悟空开心幸福，哪怕他不是那个主角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母亲，我要进你那须弥幻境修炼。好，将小子收入须弥幻境。王母叹了口气，以前让你修炼你不听，你拥有天庭最恐怖的修炼天赋，如今倒也不晚。我这须弥幻境时间1000比1，蟠桃会之前你便可出关。而此时的凌霄宝殿，玉帝看着眼前的弥勒佛，玉帝，你们阻止亮节，恐怕不妥吧？弥勒，你这是在质问陛下吗？天蓬此时看着佛门的人就想揍人，不敢，佛祖只是让我来提醒陛下，别忘了和道祖的约定。玉帝沉声道，佛众之事乃是悟空亲自炼化，与我等无关。如今我天庭大开方便之门，也不是让你们佛门将我天庭闹得乌烟瘴气。弥勒佛一直都是一脸笑盈盈，此时却提出了一句，天庭与灵山已经100年未曾论道，不如趁此机会前往灵山论道如何？此乃佛祖之意，还请玉帝不要推辞。陛下，我愿前往灵山论道。天蓬首当其冲，光明正大揍这群家伙的机会，不用白不用。陛下，哪吒请命前往灵山论道。陛下，李靖请命前往灵山论道。他得看好自己这个小兔崽，可千万别惹祸呀。玉帝，不过此次佛祖希望那孙悟空也能参加。玉帝就知道他们不会放弃悟空，但他也不好给悟空做主，便让天兵传悟空过来。当悟空听到佛门之人要请他上灵山论道的时候，他直接行礼，悟空愿往。弥勒佛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，他们让孙悟空吃了如此大的一个亏，他肯定怀恨在心。去了灵山，那可就是他们的主场，他倒要看看玉帝和王母要怎么插手。也就在此时，一个不起眼的女仙也站出来说道，陛下，我也愿前往。玉帝看了看他久久不曾说话，摆了摆手，仿佛心累一般，去吧去吧，别惹大麻烦。众仙家看向那女子，他们在天庭这么久了，怎么没见过这女子？而且玉帝好像还认识。3日后，我在灵山恭候诸位仙家到来，悟空回到蟠桃园。此时我已经醒了过来，当听说老弟要参加灵山论道，气得那叫一个牙痒痒。你是不是笨还是傻？他们就是在针对你，你没看出来吗？你去干什么？送人头吗？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。他们让你受伤了，我要讨个说法。我知道你的想法，但是如今以我们的修为，若是佛门那些菩萨甚至佛祖出手，你根本不是对手。算了，去吧去吧，金箍棒暴露就暴露了，不过一旦遇到不对，赶紧撤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我这是没法去，以佛祖的眼光，一眼便能看出来我们同根同源，到时候只怕麻烦更大。希望这次不要出什么乱子才是。悟空去修炼了，我满脸忧愁，直到看到王母来了以后，我才强颜欢笑。仙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悟空要去灵山论道，他想去便去吧，想来应该不会出大问题。我听到一个消息，听说这次是王母娘娘带队前去的，想来不会出啥事。王母娘娘太好了，有她的威慑力，想来佛门那边也会束手束脚。不过王母娘娘为人死板，不知变通，也不知镇不镇得住那群秃驴。王母还是第一次听人说
她为人死板，不知变通。心想这丫头哪里听来的传说？她这么温柔贤惠，美丽大方，等哪天让她见见自己，看还会不会这么说。对了，我上次用你那调料涮兔肉特别香，你还有没有啊？天呐，你把玉兔吃了？玉兔好不好吃？我好想吃啊！那可是玉兔啊，跟哮天犬一样稀有。广寒宫玉兔感觉自己浑身一阵哆嗦。万江口哮天犬正在啃骨头，突然朝着天上大叫起来：一般般，下次我请你吃。不过哮天犬啥味道？这个就真不知道了。我将调料送给他，看着对方离去，我这才想着如何帮助悟空，不被那些佛门的人暗算。要不我把造化池先借给他也不行，造化池不能暴露在佛门眼前。对了，七宝妙术，我突然想起来已经在造化池发芽的七宝妙术，随后急忙栽种在蟠桃园，利用造化之力催熟，短短3日竟然真的让我成功了。悟空看着手里的七宝妙术，面前是脸色苍白的我，心里不是滋味。我这个姐姐当得够尽心尽责了吧？七宝妙术专收对方法宝，希望这次他能有大用。天庭众人出发，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了灵山，而此时灵山已经摆好了宴席，等着他们入场。哪吒正在与天蓬闲聊，天蓬，100年前咱们与佛门论斗，当时可输得不要太惨。嘿，当年若不是俺没参加，能让佛门的人崛起，也是当初我被老头关进玲珑塔修炼，要不然我一枪挑了那如来。猴子，听说你跟天蓬打了个平手，想来咱们实力差不多，等论到之后，咱俩也比试比试。再说，悟空不想理这家伙，听天庭众人的口风，这家伙就是个好战分子，被他缠上的人都得脱层皮，李靖满头黑线，他这3子恨不得把天蓬给窟窿出来。到了灵山，看到为首的王母娘娘，佛门众人都愣住了，不知王母大驾光临，我等有失远迎。王母摆了摆手，也毫不客气，我看你们就是不欢迎我，我不就拿了你灵山那么一点点东西吗？你们记恨这么多年，真是的。王母说笑了，佛祖笑道：你们准备怎么赌？赶紧弄完，我还要回去给蟠桃园翻图。最近那七宝妙术的掌式戏文，我十分喜欢的。王母绝对是懂得怎么戳人心窝子。佛祖看起来依旧平静，是吗？王母喜欢便好，论道而已，点到为止，1对1便可，5局3胜制。可不过咱们都论到了，是不是得添点彩头？我们远道而来，不拿几件宝物回去，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不知王母想要什么彩头？就你们那什么七宝妙术、12功德、金莲之类的，我这人很好说话。弥勒适时开口，娘娘可真会开玩笑，此等宝物岂可拿来赌斗？你看我的样子像是开玩笑吗？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。什么玲珑宝塔、火尖枪、9齿钉耙、风火轮，你们赢了都给你们。哪吒赶紧捂着自己的枪，一脸担忧的说道：爹，王母好像想要拿咱家的宝物打赌。天蓬满脸黑线，王母这玩笑好像有点过分了。悟空心里一松，还好没说自己的金箍棒。怎么样，如来，我这些宝物抵得上你那2件了吧？开战了，开战了！天庭为了悟空和佛门开战了。如来，不知今日怎么个斗法？宝物又是如何算法？天庭与我灵山论道，当以和为贵。这第1场便武斗如何？至于宝物，若是你们赢了3场，罗汉珠、翻天印、定风珠全部拿走。王母直接望向人群中的一个女仙，还请仙子出战。第1场不能输。女仙从人群中走出，回了一礼：娘娘放心。而此时佛门这边佛祖诞生道：何人出战？弥勒佛从位置上飞了下来，念了一句佛号：阿弥陀佛。佛祖，我来。爹，这女仙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儿啊，你以后见到她一定要绕道走，知道吗？要不然你爹我都保不住你。李靖看着这个女仙，心中还是一阵嘀咕：这人都数万年不曾出现了，怎么又出现了？只见女仙手中出现一柄3尺清风，身上气势陡然变化。天蓬心惊，这女仙到底什么来历？我怎么看到了尸山血海？这杀气，我心神都要失手了。只见王母娘娘手一挥，便隔绝了她的气息，这才让众人缓了一口气。悟空心神有造化种的加持，对于杀气并没有太大的感受，心中却在想姐姐说的话。天庭一点也不简单，但是王母娘娘一挥手就能隔绝杀气，实力定然在那女仙之上。她现在甚至找不到胜那女仙的办法。她现在突然觉得自己来灵山有点冲动，只能想办法赢下前3场，自己就不用上场。弥勒终于是收起了那股轻视的神色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施主，你杀孽太重，今日我便度化你，皈依我佛乃是你的最终归宿。对面的女仙瞬间出手，只见手中清风化作万道剑纹，如疾风骤雨般向弥勒攻去。弥勒佛不慌不忙，双手合十，经文脱口而出，周身瞬间出现一口大钟，将剑芒尽数挡下。可当剑芒散去，对面女仙早已不见人影。你输了。清冷的声音从她身后响起，脖子上不知何时多了一柄剑。弥勒佛大惊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怎么办。悟空，你看清了吗？他用了缩地成寸的同时，又动用了偷天换日之法，瞬移到弥勒佛的身后，让他的防御无法起到阻拦作用。窥天筒哪怕是不发动，但是这些细节还是被他捕捉到。王母也有些意外，没想到悟空竟然看穿了他的动作。佛祖，此局已定，第2场比是什么？弥勒尚未输掉比赛，娘娘何必着急？而此时女仙的剑下，弥勒佛竟然消散了。前方5米之遥，他已经张开了一个口袋，给我收。我记得弥勒佛那口袋是后天宝物，只要被他收进去的，从来没有能出来，都会被炼化。也不知这女子如何。弥勒佛绑紧的口袋便朝着如来说道：幸不如命。可如来刚要宣布结果，就看到他的口袋不断膨胀，随后一抹血色杀气轰出，竟是直接将那后天口袋冲破。女仙飘然落下，长剑早已刺穿弥勒的胸口。如来，若你还不认输，西方只能换一个弥勒佛。女仙声音清冷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杀气。如来此时不得不宣布，此战天庭获胜，观音且帮弥勒治疗。女仙走到王母面前，声音依旧清冷不卑不喜：我的时间要到了，必须赶回去了。望着女仙消失，天庭众人才松了口气。
只因他的杀气太浓郁了，根本让人兴不起靠近的念头。就连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哪吒也有些发怵。如来，既然第一场由你们出题，那么第二场该由我们，还请王母说这第二场比试何物？哪吒，你要比试什么？记得，要是输了，你这一身的宝物可就便宜佛门了。哪吒跃跃欲试，直接开口。哪吒早就想揍这群秃驴了，还请娘娘成全。王母点了点头。那么第二场依旧武士。佛祖，此战我来吧。观音出现在场上，王母娘娘也皱眉，只因观音的阳之玉净瓶克制哪吒宝物，玉泥波波又能克制他的三昧之火。哪吒皱眉当即说道：观音，我哪吒从不打女人，换一个，别等会把你打哭了，我爹又该骂我。观音取出柳枝，轻轻一甩，便看到无数水珠如同炮弹一般击向哪吒。哪吒手中火尖枪燃烧三昧真火，这才堪堪挡住了这些水珠，而后直接祭出乾坤圈与混天绫朝着观音杀去。观音举起阳之玉净瓶，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乾坤圈与混天绫已经不见了踪迹。三太子还不认输吗？小爷我还有风火轮火尖枪，有本事你都给我收走了。只见观音再次举起阳之玉净瓶，将他的火尖枪和风火轮收了进去。哪吒认不认输？观音，我早就眼馋你这玉净瓶许久了。哪吒突然咧嘴一笑，观音皱眉，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。但是下一刻，只见一道金光闪过，他手中早已空空如也，而阳之玉净瓶竟然已经到了哪吒手中。王母投来了好奇的目光，当看到哪吒背后一株七宝妙树显化的时候，心中更是激动异常。他竟然真的种出来，以后若是佛道大战，他终于不用顾忌这七宝妙树了。猴子，多亏了你这七宝妙树，这东西真好用，以后你就是我哪吒的兄弟，谁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打得他满地长牙。佛门之人看到七宝妙树的时候，也都跟见鬼了一样。佛祖道：这七宝妙树你们从何而来？此乃佛门重宝，还请归还。下一刻，七宝妙树就到了王母手中。悟空急忙说道：师姐临行前让我将此树送给娘娘。王母摸着七宝妙树爱不释手，她可惦记许久，如今终于得偿所愿了。佛祖，你是不是忘了当日你佛门降龙伏虎破坏我蟠桃园，将七宝妙树之刹赔给我的事情？此树便是由那之刹生长而成。不可能，七宝妙树岂是你们天庭能够培育而出的？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东西就是我天庭培育而出。以后你佛门是做重宝的七宝妙树，我天庭会人手一株。佛祖不再言语，只是身后众佛都十分愤怒，那可是他们佛门圣物，岂容天庭这些人污染？拿回一身装备的哪吒，再加上阳之玉净瓶，观音只好无奈认输。可刚到手的阳之玉净瓶还没捂热，就看到佛祖手一招，阳之玉净瓶便又回到了观音手中。我的阳之玉净瓶，娘娘，你要替我做主，那是我的，我的。哪吒大喊，那是他的战利品，凭什么被收回去？王母笑道：佛祖，此事你就有些过分了吧？哪吒宝物被收走的时候，我一声不吭，如今观音的宝物被我们收走，你倒是直接出手，似乎不符合规矩。王母，尔等使用七宝妙术已经是破坏规则了，此次算作平手如何？只要你们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我们是不是？王母此时有一种冲动，直接用七宝妙术刷走灵山所有宝物，但他还是忍住了。好，但是天庭胜了，那阳之玉净瓶也要加入奖励。哪吒打架就从来没见过这么输不起，闷闷不乐。爹，等会儿你狠狠地揍那些秃驴。李靖也觉得佛门这件事做得不地道，他儿子宝物被人收走，自己一声不吭，愿赌服输，结果就这样。第三场不如此次比赛角力如何？以我这掌中佛国为界，率先逃出的人获胜。王母皱眉，掌中佛国他是知道的，这局根本没有任何获胜的把握，所以他看向天蓬，天蓬，你且试试这掌中佛国。佛门这边派出的是文殊菩萨，就在天蓬朝前飞去的时候，文殊菩萨摇了摇头，我们的起点在佛国边缘，向后退一步就出了这佛国。他向后退一步，便已经恢复原身，还在飞的天蓬，此时也一脸懵逼出现在灵山大殿。此次比试我灵山胜，黑幕，绝对有黑幕，我眼看就要飞到边缘了。天蓬大吼道：天蓬，你确实输了，退下，我们天庭又不是输不起。天蓬凑到悟空面前，贤弟，我怎么就输了？那掌中佛国，你们起点便是在边缘，向后退一步就能破局，你向前飞自然不行。他一肚子气，堂堂天蓬元帅，何时被人如此戏耍过？贤弟，等会儿若是你上场了，给我狠狠地教训这群秃驴，气煞我也，气煞我也。第四场，那便比试逃出玲珑宝塔如何？天蓬一听，王母这招太妙了，让李靖出自己的玲珑宝塔，那不跟玩一样吗？而灵山这边这次甚至没有派人出来，直接认输了。王母，此战算我灵山输。第5局便进入佛心塔，率先到达塔顶者获胜。如来等的一直都是这第5局，天庭太远，中间难免出现了什么意外。如今到了灵山，孙悟空如何能逃走？当听到是佛心塔的时候，悟空明显松了口气。王母满脸忧愁，他可是答应过要好好照顾悟空的。这佛心上次差点把悟空固化，而佛心塔更是有历代佛门高人的舍利子在，此去祸福难料。悟空看出了他的犹豫，当即开口：此战悟空应了。王母苦笑，自己倒是着想了，孙姑娘既然敢让悟空来，自然是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当即便同意了。王母不知毁了这佛心塔如何？王母听到悟空的传音，当即眯了眯眼，这猴子倒是个记仇的主。佛祖，此战我天庭派悟空出场，但是你也知道这猴头生性好动，如果打坏了你佛门的东西，那可就不好了，不如换个比试场地如何？佛祖一想，这还得了，这次布局就是为了让孙悟空进入佛心塔。王母，你且放心，我这佛心塔也算得上是一件后天巅峰的灵宝，岂是那么容易被毁坏的？倘若被毁坏，也算我佛门自己倒霉。好了，你且放心去吧，你是我天庭之人，本宫虽然是一介女流之辈，但也能护你周全。佛门这边走出来一个菩萨，赫然是那普贤菩萨。大殿之上突然出现一尊佛塔，看起来不过1人高。随着悟空走近，他的身躯急速缩小，刚进入佛心塔，扑面而来的便是梵音阵阵，无数呢喃声在他的耳边响起。面前是一个缩小的小塔，
里面放着一粒闪闪发光的舍利子，仿佛是要将它净化一般。佛祖众人都觉得此次大局已定，只要让佛心在悟空心中彻底绽放，那么他们的谅结就算完成了一半。普贤菩萨看着正在1楼捂着头痛哭的悟空，念一句佛号便朝着2层走去。此时悟空双目通红，整个人都在佛心塔中打滚，仿佛在承受什么痛苦一般。天庭这边的人心都揪了起来，天蓬手中紧紧地攥着9齿钉耙，大有一言不合就开干的趋势。王母神情淡然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佛门那边倒是一片和气，仿佛早已料到悟空手中突然出现一杆神兵，赫然是那金箍棒，面目狰狞，仿佛在努力克制什么一般。他暴力地将这第1层的佛像都砸碎了，而后盯着那舍利子一棒砸下，而那舍利子好像是有生命一般，竟然直接遁走，出现在佛祖的手中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施主，你入了魔障，诸位随我一起超度了这猴头。众佛纷纷开始念经，佛心塔的光芒更盛了几分。悟空感觉到有什么钻入了自己的躯体，可就在进入躯体的一刹那，一股奇妙之力竟是直接将那些佛光磨灭。看到第1层已经没有什么可砸的，当即运用法天象地，连同金箍棒一块变得巨大无比。已经快到塔顶的普贤菩萨突然看到一个巨大的脑袋从下面伸了上来，佛心塔竟然直接被这道身影撑爆。普贤菩萨被佛光护体，这才没有多大事，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，如来将一颗金色珠子弹入悟空的身体中。悟空在撑爆佛心塔之后变得更加癫狂，挥动着金箍棒就将灵山砸了个稀巴烂。等到恢复身影后，他踉踉跄跄走了2步，然后晕了过去。王母看着他这一系列的操作，默默点了个赞，随后朗声道：“如来，这一局可是我们胜了。”如来点了点头：“天庭胜，我自然会遵守承诺。这些宝物你且拿走。”只是佛祖竟然又拿出一个玉净瓶，与观音那个一般无二，这些便是赌注。当看到悟空身上已经快要成型的佛光之时，他给的非常干脆：“王母，我灵山设宴款待诸位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算了，你这灵山的素斋我吃不惯，就先带着众位仙家回去了。那猴子身后佛光已然成型，最后会被我灵山同化。观音，3日之后，你且去天庭一趟，用这控佛舍利控制那孙悟空。若是那猴头今日只是演戏，那便直接捏碎这颗舍利。观音接过那颗舍利，终于是松了口气，终于把这猴子搞定了。只要搞定了这猴子，西游亮劫就算是搞定了80%。刚出灵山不久，被天蓬扶着的悟空立马站直了身体，咧嘴笑道：“天蓬，我没事，刚刚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。”天蓬有些担心：“你身后这浓郁的佛光，真的没问题吗？”悟空摇了摇头：“无妨。”王母将玉净瓶丢给哪吒：“你的战利品给你。”哪吒喜滋滋地拿着玉净瓶把玩。一行人到天庭后，悟空便迫不及待回到了蟠桃园。刚回去我就跑了出来，将他前后后检查了一遍，这才松口气：“没事就好。你这佛光是怎么回事？是造化种发芽了？可以模拟佛光或者是神光？我用佛光来迷惑佛门那些人，若非这样，今日怕是很难从灵山走出来。”这招将计就计玩的确实漂亮，不过佛门的人也不笨，应该很快就会发现不对，得抓紧做进一步打算。我看着天蓬匆匆飞来，下意识说道：“我去喊悟空，不必喊贤弟。孙姑娘，我这是来找你的，是王母娘娘希望你能种出更多的7宝妙术，让我把这个送给你。另外还让我告诉你，小子去他的须弥幻境中修炼，短时间内不会回来。”我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，麻烦帮我告诉王母，7宝妙术，蟠桃会前最少会出现10个。”望着天蓬远去，我直接用造化池将这颗7宝妙术分成10份泡在池子里。我今天一直心绪不宁，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般，可我推演许久，也未能推演出来任何有用的信息。孙师妹，随着一声呼喊声让我回过神来，嫦娥仙子，你今日怎么有空前来？今日闲来无事，便来孙师妹这里串串门。刚刚我瞧你满脸愁容，可是遇到了什么难事，我也不清楚。今日莫名的心绪不宁，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，可我推演也推演不出来任何结果。可能是你想多了吧？这天庭有玉帝王母坐镇，这能发生什么？对了，孙师妹，你应该还没去过瑶池吧？我今日带你去瑶池转转如何？这不好吧？万一遇到王母娘娘，我现在连仙籍都没，怕是会被问责。王母娘娘今日随玉帝巡查4海，你放心，我在这天庭还是有几分薄面的，说不定你心急，就是整日闷在这蟠桃园导致的。这好吧，我也想看看瑶池到底长什么样。刚到瑶池，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面前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感官上并没有那么巍峨磅礴，却给人一种海纳百川的感觉。踏入宫殿的那一刻，我一眼就看到了最中心的水池中扎摇曳着无数奇异的莲花，仅仅是这些香味就让人神魂舒畅。更神异的是，在水池上方的雾气时而化龙，时而化凤，十分奇妙。只是奇怪的是，今日的瑶池好像一个人都没有。我也没有多想，只是呢喃道：若是能住在这里多好。不过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看着嫦娥偷笑的模样，我大方承认，这瑶池真美，恨不得天天都住在这里。或许会有那么一天，算了吧，我也就想想。今天谢谢仙子带我来瑶池散步，我要回去了，我那师弟得好好看着才行。望着孙姑娘远去，王母则是呢喃道：你啊，也该多想想自己。我也是在那一刻突然有所明悟，猜测自己心绪不宁的原因肯定在悟空身上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悟空还是中招了。就在悟空回到天庭不久，观音随后就偷偷的来到蟠桃园一处，催动手中的舍利，发现并没有任何回应。他倒是没想到这猴子竟然如此聪明，当日只是在灵山演戏，也庆幸如来留了后手，心中一动，竟是直接捏碎了舍利，随后消失在原地。如来告诫他捏碎后一定要立马离开。此时正在修炼的孙悟空突然感觉到一股诡异的能量渗透全身，而在他的身体上空竟然凝聚了一个浑身漆黑的光头大汉，随后大汉直接钻入他的身体，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冰冷无比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破坏。他要破坏一切，只要他看到的都要破坏。听到蟠桃园的动静，等我出来的时候，蟠桃园已经被悟空毁了70%。悟空，住手！可我的声音仅仅只是让孙悟空的动作顿了一下，随后抡起金箍棒就要朝着我砸来，竟是一下子将我砸飞了出去。眼看悟空另一棒就朝着我挥出，也正是在这时，天蓬赶来，9齿钉耙拦住了他。贤弟，你疯了不成？这是你师姐。
解。可悟空此时就像是着了魔一样，与天蓬直接大战了起来。被控制之下的悟空压着天蓬打，蟠桃园的动静肯定瞒不过王母。此时王母脸色并不好看，她必须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急忙朝着蟠桃园走去。凌霄宝殿，玉帝看着匆匆来报的天兵，什么事情如此慌张？陛下，孙大人发疯了，他砸了蟠桃园。此时与天蓬元帅快要打到御马间了。李靖，你邪哪吒！魔家四将前去抓捕孙悟空，切记不得伤害他性命。此时我嘴角溢血，刚刚被悟空伤到，幸好有这件仙衣，所以并不致命。望着残破的蟠桃园，头顶呼啸而过的天兵天将，还有朝着自己飞来的女子，我再一次感觉到自己二人的渺小。如此小心竟然还不够。孙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悟空究竟怎么了？这蟠桃园怎么被毁成这般模样？这么多天兵天将出动，天庭怕是要乱了呀！仙子，多谢你在这时候还能想着我，此事是我疏忽，我会给王母、给玉帝一个交代。如来，这次是我大意，让你们有了可乘之机。可你以为你这样就赢了吗？仙子，还请为我护法，我感激不尽。我身上的仙衣散发出七彩流光，眉心一座神异的池子慢慢变大，悬浮在头顶，造化之力垂下，将我映得如九天谪仙一般。手中不断掐诀，竟引得天地变色，风云变幻，时光倒退，就连那些出动的天兵天将也在往回倒。改命术，可为什么这么强，竟然逆转光阴？王母呢喃，急忙用大法力护住己身，生怕自己也被影响。可这逆转光阴找寻真相，对我的身体负担就越大，哪怕七窍流血，那双眸子依旧明亮坚定。我必须要找到悟空被控制的真相。终于我看到了如来弹出一颗佛珠，进入悟空的身体，看到了观音捏碎舍利子，悟空失控的局面。仙子，拜托你了，我看到了，悟空中了佛门的傀儡佛珠，赶快找王母娘娘，只有她可以，一定要在一切发生之前阻止她。我的身躯从空中栽倒，本源已经消失了1/3，造化池上面的宝光此时也消失不见，就连池子上都弥漫着一道裂纹，而被我分解的七宝妙术重新组合在一起。王母直接拿在手中，将我抱回屋子。王母却异常平静，但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，这时候的王母任何人都惹不起，她已经恢复到王母真身，来到了蟠桃园。此时悟空正要暴走，突然释放出一股极强的气势，将孙悟空压倒在地。王母冷声道：“傀儡佛，给我滚出来！以这样的龌龊手段对付我天庭，还是真当我眼瞎？”他从悟空体内拔出一颗冒着金光的佛珠，悟空气息虚弱，但也知道对方救了他，多谢王母娘娘相救，你不该谢我，救你的不是我，是你师姐。悟空一听神色大变，急忙朝着屋内走去。当看到我的模样，他彻底怒了。这一刻，他觉得什么狗屁约定都不重要，手中金箍棒瞬间出现，他想要冲开窥天童的封印，但是当他一用法力，床上的我猛地咳出一口血，这是自己设下的封印反噬。我强撑着一口气，给我回来！窥天童现在不能解开，还不到时候，你护不住他。悟空停下脚步，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只是脱力而已。悟空，要是你听我的话，剩下的事情就不要参与了。佛门针对的是你，若你出现，我的所有心血都将白费。还有，在我醒来之前，你不许出这道门一步。若我醒来后看不到你，以后你也别认我这个姐姐了。刚提起的一口气散尽，我再次昏迷了过去，而孙悟空就站在床前一步不动。众仙听令，随我出战。王母的话响彻在33重天，许多仙家都是一脸懵逼，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而玉帝瞬间消失在凌霄宝殿，来到王母身边，怎么回事？你要干什么？今日若是你敢拦我，我连你一块打。玉帝听得眉头紧皱，王母也不想解释，更是嫌弃这些人太慢，直接朝着灵山飞去。但声音却传来，众仙家将灵山给我围了，若是如来不出手，他一人杀穿灵山又有何难？活了这么多年，他第一次觉得意难平，他怎么就不把自己的命当命？此时李靖一脸为难，陛下这还愣着干什么？人都走了，你们还不追上去？真想让他一个人杀穿灵山。而此时的王母已经到了灵山脚下，拔下头顶金簪，只见金簪迎风而起，化作一柄万丈天刃，正朝着灵山一挥而下。刹那间，整个灵山晃动，有些人甚至从自己的莲座上栽倒了下来。南无阿弥陀佛！随着如来喊了一声，只见一股金光笼罩灵山，这才让天刃悬而未落。文殊，你且出去看看，何人敢大闹我灵山？当看到王母的时候，文殊也是一惊，不知娘娘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不必，你佛门的礼我受不起，让如来给我滚出来！今日若是不给我个说法，我杀穿你们灵山，我看除了如来，你灵山今日还能剩多少？只见他身后浮现一杆素色云界旗，还有一株七宝妙术。文殊不敢耽搁，他可不想惹这个风雨。万年前那场大战现在还历历在目。如来一听是王母来了，怕是悟空的事情败露，如今这王母前来讨要个说法。王母看到他的一瞬间，金簪所化天刃直接改变方向向他劈来。只见如来坐下的莲台发出一道金光，竟是将他的天刃变回了金簪捏在手中。王母，你这是何意？无故大闹我灵山，今日若是不给我个说法，休想离开。如来，你敢说悟空体内的傀儡佛珠不是你放的，让他大闹我天庭，毁我蟠桃园，拆我御马监？今日若是灵山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看你拦不拦得住我？如来淡淡开口，悟空的劫数乃是天定，本座只是让其恢复原本的命数，一切不过是顺应天道而已。好得很，那边看你灵山挡不挡得住我这杆素色云界旗招来的众仙。话音刚落，云界旗上缕缕霞光朝着四面八方飞去。不过片刻，只见无数霞光飞毁，李靖带领的10万天兵天将，天蓬元帅统领的10万天河军出现在灵山上空。爹，我们怎么突然就到地方了？哪吒，这怕是王母动用了素色云界旗，这杆旗能瞬间召唤3界所有仙人。不过王母这次还是留手了，怕是知道这场大战打不起来。当看到这些天兵天将的时候，如来依旧平淡。王母，你当真要与我灵山开战？这20万天兵应是你天庭所有家底了吧？若是今日折在这里，你拿什么给玉帝交代？如来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双方剑拔弩张，愈演愈烈。而此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，王母，此事不如化干戈为玉帛，既是我佛门之过，你便提出要求，只要不过分，老衲都可接受。虚空中不知何时站立了一个老者，身上披着袈裟，头顶佛光如实质一般。燃灯，你竟然也出来了。王母知道这家伙一出来，这一仗是打不起来，如来都能拖着他。燃灯甚至比如来还要强上一
丝，而且他能够感受到冥冥之中有一道目光正在注视着他，仿佛他只要一出手就会被对方直接阻止。他知道那是道祖，正因为如此，他这会儿才憋得难受。佛门的功德金莲，12品功德莲子百枚，7宝妙术，降魔杵，我还要你佛门仅存的那颗造化果。每说出一样，燃灯的心就沉了一下。王母口中所说，可都是他们的命根子，怎能轻易赠与？王母，你所说之物，除却功德金莲和7宝妙术，其他的你可任选2样，这是我佛门的底线。王母深吸一口气，那道目光让他如芒在背，沉声道：12品功德莲子百枚，造化果。只见燃灯手一翻，便出现了2个锦盒，似乎是早有准备。王母接过锦盒，才感觉盯着他的那道目光消失不见。众仙听令，回天庭，召回金簪。他朝着天庭头也不回的飞去。他的目的一直都是造化果，这一战根本就打不起来。如今3界仅存的一颗造化果，希望能够对孙姑娘有所帮助。燃灯古佛，为何我们要妥协？我并未做错，那猴子不过是一颗棋子而已。如来，若你不被人发现端倪，我又岂会妥协？这次天机混乱，我推演出有人施展改命术，而王母来要造化果，说明那人就在天庭，他要用造化果为其治伤。你们现在要做的不是管那猴头，而是找出这人，最好令其魂飞魄散。古佛，你既已知那人存在，改命术是消耗本源之力，为何还要将造化果奉上？佛曰：不可说，你只需知道那人若是吃了造化果，便再也无法施展改命术，而且那人会直接暴露在我佛门视野中。古佛大智慧，我等佩服。而王母此时让天蓬拿着东西前往蟠桃园，他还要去跟玉帝汇报一下，强拉天河君过去，怕是让这位生气了。天蓬来到蟠桃园，一路走到房间，看到猴子站在那一动不动。贤弟，孙姑娘这是无事，就是受了点伤。天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你说呀，王母直接让天庭的天兵天将把灵山给围了，我的天河君都莫名其妙出现在那里，可惜最后没打起来。他让灵山赔偿了100枚功德莲子，还有这颗造化果，让我给你送来。我替师姐谢过王母。看着悟空低沉的情绪，他也没有多待，而是直接回到了天河。天河水军全部出现在灵山，这里还不知道有没有出乱子。当看到玉帝站在天河边一言不发的时候，他就知道稳了。玉帝竟然亲自来守天河，陛下，我等已归来。天河无恙。说完便消失在这里，再次出现已经到了瑶池。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冲动？若是放出天河深处那东西，会让3界生灵涂炭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若不是担心道祖出手，哪怕是那燃灯出现了，我今日也要打上灵山，就为了一只猴子，一个女子，他们不是没事吗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冲动？是，就是为了那只猴子，那个女子。是我冲动吗？你不是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好，我这就让你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这瑶池本就是一件至宝，可屏蔽天机，就连道祖也无法窥视里面发生了什么。王母手中还有一件至宝，乃是昆仑镜，妙用之多不可言喻。其一便是能够将他的记忆映照现实。玉帝看到了孙悟空摧毁蟠桃园，看到御马监被拆，看到了天兵天将损失惨重，唯独那个女子他看得不清，因为她的造化器能够屏蔽天机，让人无法窥视。若不是体内造化力耗尽，那燃灯如何能够推演出她的存在？当看到一切都在回溯的时候，玉帝大惊，这是改命术，可为何如此强？他头顶的是什么？玉帝也是在女子耗尽造化力的那一刻看清我的长相。玉帝，我只是从她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，感同身受，而这也是我为何围攻灵山的原因。我不是不想杀上灵山，而是我感受到了道祖的目光，一旦我出手，绝对会引出道祖。悟空的事情，你以后不要再干预了。西游谅解，道祖是不容许出错的，我不会再像这次这么冲动。他们既然想要良结顺利进行，那么我就给他一个本领通天的孙悟空，我倒要看看他佛门压不压得住。玉帝叹了口气，不再多言。他要做的事情，自己什么时候阻止成功过？只能想想以后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了。当晚我就醒了过来，悟空一醒，姐，你终于醒了。王母娘娘从灵山拿到了100枚功德莲子，还有一颗造化果，说是能治疗你的伤。我接过2物，就感觉到体内枯竭的造化之力蠢蠢欲动，被我强压了下来。造化池也受到了重创，但好在只要自己不断修炼，造化池就能慢慢恢复。这功德莲子倒是能够帮我快速修炼，但我现在不敢吃，佛门的东西不敢不防。悟空，你帮我摘一颗蟠桃过来。吃完蟠桃之后，我感觉身体好受了一些，只是本源依旧虚弱。修炼造化诀，体内的造化力也在慢慢恢复，一直到第2天早上才恢复了3成。造化池也在慢慢复苏。我先是用造化力检查莲子，发现莲子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而后再用造化力检查造化果的时候，脸色就变了。好狠毒的计谋，竟然要用造化果强行摧毁我剩下的本源。等我再恢复一些，这颗造化果虽然被佛门加入了手段，但确实是好东西。我将其种在造化池旁边，不知道会不会真的长一棵造化树来。当我将造化果融入造化池的时候，竟然真的在池子旁边长出一缕嫩芽，而且这嫩芽也在反哺造化池，垂下丝丝造化之力，竟然真的成了。这颗造化果价值连城，哪怕我损耗1/3本源，这次也不亏。当得知我恢复的时候，王母便让人把7宝妙术送来，我则是直接分解开来，重新浸泡。灵山，燃灯正在与佛祖论道，突然眉头一皱，他掐指半天也没算出个所以然。古佛，何事让你眉头紧皱？我施加在造化果上的禁制突然消失，应该是被那人吃了。那人身上定然会有我佛门气息，我所布置的禁制，除非王母和玉帝联手才能发现。我这就派人去天庭寻找。且慢，倘若我灵山的菩萨罗汉前去，定然讨不来好处，甚至连南天门都无法进去。他想的没错，此时王母已经下令，蟠桃会之前，佛门之人不得擅入天庭。你且让观音下凡，找寻几个即将飞升之人或者妖进行度化，将其安插在天庭之中。古佛大智，如来受教了。瑶池王母娘娘正对太白金星说道：镇元子的人参果，你帮我弄一些过来。太白脸皮抽了抽，娘娘，上次你也这么说，我被镇元子追杀了3个月。娘娘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没处理，先去处理了。慢着，这次不是让你去偷，你告诉镇元子，我要10颗人参果，蟠桃会前1天给我送来，我用一株7宝妙术跟他交换。娘娘，你吓死我了，这件事交给我了，若是无事，我便先下去了。等等，我还需要你去阎罗殿一趟，去找阎罗要10枚万结果。
结果同样以一株七妙树交换，蟠桃会前一天给我送来。太白此时大概已经猜出他要做什么，神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。娘娘，人参果好办，可是那万结果怕是难。你且告诉阎罗一株七宝妙树，外加1万年前他欠我的人情，他会同意的。而此时升仙台一只猴妖刚刚飞升，就大喊大叫：我家大王在天庭当官，我不要当天兵，我要去大王手下当差。领着他的天兵也是一脸为难，恰巧遇到正在此地挑选水兵的天蓬。天蓬元帅，这有一只猴子说是花果山修炼有成，他家大王在天庭当差。天蓬一听，立马就想到了孙悟空，他记得悟空就是花果山大王，于是便开口询问：猴子，你家大王可是叫孙悟空？大人，正是正是，俺要去给大王打杂，不要当什么天兵水兵的。天蓬摆了摆手，让天兵先下去，此事交给我来办，你们且去忙吧。天蓬想的是，如果悟空看到自己的手下，会不会很开心呢？他得赶紧忙完，然后将这猴子带去蟠桃园。一直快到傍晚的时候，天蓬才带着昏昏欲睡的猴子前往蟠桃园。贤弟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当悟空出现在蟠桃园外，就看到天蓬带着一只猴子。贤弟，此猴在你花果山修炼有成，我特地给你带来，让他在你这当个差。这老猴子竟然也成仙了，倒是有意思。佛门已经将手伸到天庭吗？这次怕不是针对悟空了？难道我改命术的事情被人发现了？佛门正在寻我，当时我自身造化之力干涸，无法掩盖气息，怕是真的被佛门之人捕捉到。不过好在我在天庭，对方应该只能感受到我的存在。至于在什么地方，是什么人，他们怕是不知道。就先收下这猴子，看看佛门究竟想干什么。太可恶了，太可恶了！佛门的阴谋太可恶了，竟然安插花果山的老猴上天庭当卧底。此时老猴正在祈求悟空：大王，你可不能不要我，我历尽千辛万苦，就是为了能再见你一面。花果山一切可好？好着呢。自从大王上天当差以后，山神土地就对我们格外照顾，过得也是十分自在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在这蟠桃园留下吧。不过我可告诉你，倘若你偷吃这蟠桃，便是犯了天规，可将你打入万劫不复之地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喊我大王，喊我孙大人就可。小的明白。大王放心，我一定帮你守好这蟠桃园。悟空点了点头，让他在旁边的屋子住下，每日守在门口便好。而自己则是与天蓬一块喝酒去。让老猴住着的屋子早已被我施加了手段。当时降龙伏虎来的时候，我吃了一次教训，为了防止佛门之人再次混入，就提前在所有屋子布置了手段，能够监听里面的一切。一连3日，老猴都没有任何动静，守在门口尽职尽责。只是这日他遇到了刚刚修炼好的悟空。大王，我不是说了，以后喊我孙大人，你若是再这么不识规矩，别怪我将你送回花果山。大王饶命，我这一时也改不过来。我最近听闻一些事情，大王你自从上天以来，这玉帝竟然只让你养马首人，这分明就是看不起大王你啊！悟空眯了眯眼，这老猴挑拨离间的手段还是这么差劲。猴啊，我在花果山虽有一身本事，但在这天庭，比我强大的仙家不计其数，我能守着蟠桃园，都是王母看得起我。老猴还要说什么就被悟空打断了，莫要再说了，你这番言论若是被有心人听取，我怕是要被赶出天庭。老猴眯了眯眼，大王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而此时的瑶池，王母看着气喘吁吁的太白金星，太白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比哮天犬还喘。娘娘，你还好意思说风凉话？我这几日马不停蹄，先是去了镇元子那，他不在家，然后又跑去找镇元子，好不容易说通了对方，就急忙朝着阎王殿跑去。还真别说，阎王听到那个人情，当即就同意把万结果送来，直到现在我才能好好休息一下。王母笑道：说通了他们就好，你可见到了老君？他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？娘娘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当时好奇，问了下老君啥时候回来，他说最早也得蟠桃会后，与镇元子论道之后，还要去找2位师弟，等太白金星走后。王母呢喃道：万事俱备。而此时天庭不知如何竟然传出了一阵谣言，说孙悟空本领强大，玉帝却让其养马看园，这是看不起他们这些从凡间修炼而成的仙人。我并没有阻止老猴与其他人传递消息，也没有出面，老猴甚至连我在蟠桃园都不知道。随着这个话题愈演愈烈，终究还是传到了王母和玉帝的耳中。玉帝当即大发雷霆：岂有此理！我天庭众仙哪一个不是历尽劫难才位列仙班？这猴子口气也太大了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给你看个好玩的。王母直接让其看到了老猴用一个传音法器与其他新晋升的仙人联系，所说的就是挑起新晋仙人与天庭之间的矛盾，让天庭陷入乱局。玉帝此刻也冷静了下来，他一天哪有王母这么闲？天庭四处的八卦他都会第一时间得知，我这就将他们打入天牢。慢着，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？而且你觉得天庭内乱是谁最希望吗？你是说佛门？所以啊，静观其变，让哪吒这小子在天庭每日溜达溜达，让这把火烧得更旺点。这是为何？天庭要是乱了，岂不是碎了他们的心意？天庭乱不乱，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情。佛门如此大费周章，他不仅想让咱们把孙悟空赶走，而且他们一定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莫不是当日孙姑娘逆天改命之事被发现？玉帝下意识说了一句，王母心中一惊，急忙再次翻看当日的记忆，昆仑镜的画面定格在造化力干涸露出真容的那一刻。幸好他在我天庭，我那蟠桃园之下更是有特殊阵法，否则便会被佛门直接推演到。看着王母深思的模样，玉帝此时也有了不好的预感。你想做什么？以假乱真，扰乱佛门的判断。我要将孙姑娘从这里面彻底摘出来。天界会改命术的只有孙姑娘，这种自杀的术法哪个愿意练？除非你亲自出面。玉帝没有再说，他已经知道了王母的打算，无奈道：你既然已经做了决定，为何还要与我说？我只是混淆天机罢了，又不是干什么十恶不赦的大事。我就想知道佛门在得知消息后会有什么动作。要是我再故意受伤，哪怕是假的，也足以挑起双方大战。到
到时哪怕是道祖阻止我也有，我饿死他们。玉帝这时一刻也不想怠慢，他宁愿不知道王母的计划，也比现在提心吊胆的强。王母也让人散出一则消息，说是天庭有一女仙修炼了改命术，此人乃是王母娘娘的婢女，当日阻止天庭大乱有功，被封为太阴星君，如今就住在那太阴殿。王母手腕上的珠子化作一道女仙之身，她改变身上的气息，去太阴殿驻守，不管谁人过去探查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我听到这则消息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嫦娥仙子在帮我。而从今天起，天庭彻底乱起来了。哪吒揍的那些新入门的仙人分不清东西南北，太阴殿也经常会有一些不速之客前来。王母听着汇报，随后便打算前往蟠桃园一趟。我都这么帮他了，不得给我表示。老侯今日外出了，而悟空去找哪吒比试去了。他最近遇到了瓶颈，到了太乙金仙就必须用时间积累，短则千年，长则万年才能到大罗金仙。除此之外，只能用特殊的天才地宝才可晋升。我看到他的时候，立马就迎了上来。多谢仙子帮我隐瞒身份，若有什么差遣，我定不推脱。孙姑娘，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。我有些担心，我可是非常穷的。可当我听到接下来的话，就松了口气。你最少得请我吃2顿火锅才行。今天我专门准备了兔肉，还有一些别的零菜。另外，我可是偷偷带来了王母平时喝的玉露琼浆，这要是王母知道了怎么办？你那广寒宫是不是专门养兔子的？怎么觉得你这兔子吃不完一样？这酒是娘娘去年赏给我的，谁来了也不能说什么。之前我一直舍不得喝。至于兔肉，不是玉兔，就是普通的灵兔，也很好吃的。我很快就把火锅准备好啊，一桌子菜和肉，还有那刚拿出来就香味飘散很远的玉露琼浆，让我都咽了咽口水。我完全忘了上次说过再也不喝酒的事情。不一会儿我就醉了，一边扯王母的衣服，一边开口说：“仙子，天庭知道我最多秘密的人只有你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姐姐，我要跟你一结金兰。从今往后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王母知道他这酒品不是太好，只是今日这发展有些离谱。你说归说，别动手啊！我这衣服都被你扯掉了。看着王母反抗，我立马哭唧唧：“仙子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我没有，你别胡说。”王母最见不得有人掉眼泪，最后是硬生生被我拉着拜了天地一结金兰。拜完之后，我想要坦白自己的身份，孙姑娘，其实我不是。我知道你不是讨厌我，来喝酒都在酒里。这杯酒下肚，我彻底昏睡了过去。最后是王母把她抱回房间的，只是睡着了，眉头还是紧皱。敢伤害他们，我死也要让你们知道，哪怕蚂蚁也可撼天。我说出的梦话让王母摇了摇头，这丫头也不知道梦到了什么，这么大的怨气。悟空刚回来就闻到了酒味，立马朝着我的房间走来。王母看到悟空以后才放心，他喝醉了。对了，我来之前见过王母，她让我告诉你，那些传言你不必在意。多谢仙子。悟空愁容满面，咋个回事？又喝得这么醉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干出啥出格的事情。不是说不喝酒了吗？我睡醒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，此时感觉神清气爽，神魂都增强了一些。按道玉液琼浆果然是好东西。随后昨天的画面断断续续出现在脑海里，我竟然拉着嫦娥仙子一结金兰了。哎呀，喝酒误事，喝酒误人呢。我现在道歉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而此时如来请来了燃灯古佛，古佛那人已找到，原本是王母身边的婢女，因前段时间帮天庭改命，被封为太阴星君。只是那太阴星君一直在太阴殿中修炼，不过那女子身上并没有佛光，暂且不动，恐防有诈。那猴子如何了？如今天庭已经起了乱象，猴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昨日刚与哪吒打了一架，不分胜负，让他们继续寻找身上带着佛光的人。王母此人心机颇深，此人既是他的婢女，又岂能轻易释然？真正会改命术的人，恐怕另有其人。尤其是在我们挑起天庭内乱的时机，冒出这个女人，本就不合常理。王母此时也在想，到底哪一步出问题了？佛门竟然如此沉得住气，可想了许久也没想出个所以然。应该酒醒了，去见见他吧，也好坦白自己的身份。刚到蟠桃园，我就拉着他的手：“姐姐，最近广寒宫这么闲的吗？”妹妹，其实我不是。哎呀，我知道的，你不是闲，就是想出来散散步，顺道吃个火锅嘛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得，王母觉得自己这身份是坦白不了，每次都被我给堵回来，索性换个话题。妹妹，我不是让人扮演你了吗？可为何佛门现在还是没动静？这件事我应该能猜出来一些。当日王母拿回来的造化果有问题，吃了之后能够污染本源，再也无法使用改命术，而且造化果中有佛门禁止，吃了它的人能够在体内凝聚出佛印，只要是佛门之人都能感受到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王母立马有些急了，我没吃，而且你看这个。刚说完就把造化池照了出来，旁边抽芽的小树苗已经慢慢开始生长了，这是那颗造化果，我将其种在了造化池旁边，应该再过1000年就能结出造化果，这还要多谢佛门。王母这才松了口气，你的意思是他们认出来这人是假的，所以才迟迟没动手？我想应该是如此，不过我这里还有功德莲子，若是有人知道佛门印记，可将印记刻在莲子上，让那位姑娘随身携带，就能冒充佛印了。王母突然问道，这功德莲子能不能种出一片功德金莲出来？理论上是可以的，只是蟠桃园没有灵池，我才没有试。王母眼神一亮，若是真的复制出来佛门的12品功德金莲，那简直不要太好了。妹妹你放心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晚上就给你弄一个大池塘出来。拿到莲子的王母就匆匆走了。她看到玉帝的时候立马说道，快帮我在这上面刻一个佛印，要燃灯那老家伙的佛印。玉帝刻好之后丢给他，你要这东西干什么？补一个漏洞。对了，你让天蓬带人去蟠桃园旁边的空地上挖个水池出来，注入灵泉。玉帝也没有再问什么，直接下令让天蓬去挖水池去。王母则是直接召回了分身，这功德莲子随身携带，你去33重天都走上一圈，望着分身远去。他现在就等着佛门先出手，不过想来以燃灯稳重的性子，怕是不会在天庭动手，得给他找个机会才行。灵山，燃灯听着如来的汇报，说是确定了，佛印与燃灯所说的一模一样。如来，切莫动手，既然他已经吃了那造化果，那便不会造成威胁。我佛有云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现在盯着那猴子便可，加剧天庭的乱子。古佛，我明白了，只是我们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确认他有没有吃造化果。
如来若有机会，当然可除去此人，可如今却还未到除掉他的时机。王母既然能为他为我灵山，那就说明他很重要。如今你不觉得一切都太巧合了吗？古佛，你是说这是一个圈套？昨日我刚与你说那人的特征，今日那女子便有了这些特征，你不觉得巧合吗？难不成我灵山有天庭之人混入其中？以王母的心计，发现一些端倪也不是没可能。更何况他手中的宝物数不胜数。若我所料不错，当年消失已久的昆仑镜在他手中，这昆仑镜到底有何特殊？不过是一个先天灵宝而已。当年您都不惜亲自出手抢夺。如来，昆仑镜的特殊在于映照世间万物，只要你所想之物都能在昆仑镜中找到线索，而这只是其中一个功能。那我们要如何做？继续掀起天庭内乱，送更多的人进入天庭？你不是将降龙伏虎打入凡间了吗？让他们也去帮助天庭增加一些麻烦。唯有天庭大乱，我们才能兵不血刃。王母一直盯着分身的动向，哪怕他让分身凡间走了一趟，佛门依旧没出手。来不及细想，就看到玉帝回来。怎么了？可是天庭又出现了什么乱子？今日不知为何，升仙台上不断有新的成仙者出现，甚至还有2个太乙金仙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干嘛愁眉苦脸的？这么多仙人，我天庭实力更强，可如今天庭乱象一起，突然来这么多人，我总觉得不对劲儿。而且我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的佛门气息，佛门强行度化的下界修士，那俩境界高的，我现在确实想不出来是谁。对了，最近佛门可有赶什么人离开灵山？之前听说是将降龙伏虎赶下去了，莫非这2人是灵山的罗汉？先盯着就好。玉帝，我有一件事得告诉你一下，昨日喝酒，意外跟孙姑娘结为姐妹了。什么？你堂堂天庭王母娘娘跟一个小仙结为姐妹？这传出去不得让3界笑死。所以啊，你给一个封号，然后在蟠桃园旁边建一座府邸，她就不是小仙了呀。玉帝张了张嘴，看着慢悠悠吃着葡萄的王母，那叫一个心塞。感情你就动动嘴皮子，啥活都得我让人去干罢了，就叫封号无暇仙子。王母略微一思索，便觉得这称号还真挺配她的。只是这府邸估计在蟠桃会前才能建好。此时我看着大批天兵正在紧锣密鼓的忙活着，也看到了天蓬。天蓬，你们这是？玉帝让给这里挖个池塘，刚刚又下旨说是要给这再盖一个府邸。孙姑娘，也不是我抱怨，最近玉帝这是想一出是一出。天蓬，这话可不兴说呀，原著中这地方可是齐天大圣的府邸，难不成还会按照原著来？孙悟空一个齐天大圣，天蓬这样抱怨，真怕他祸从口出，将来又投胎成一只猪。悟空也听到我的心声了，心中则是思索齐天大圣这个称呼，当真是好大的口气啊。不过天蓬投胎成为猪，这个就有点炸裂。悟空，那只老猴子呢？我怎么觉得许久未见了？我的声音将他的思绪拉了回来。上次我与哪吒切磋，他在旁边看热闹，结果一不小心被哪吒的3昧真火给烧死了。我靠，不愧是天庭3大反骨之一的哪吒，这霍霍人的本事果真不是盖的。只是没有了这只眼线，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派人前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稚嫩的声音响起：猴子，上次我们还未分出胜负，我们再战300回合。来人正是哪吒，他刚从李靖的玲珑塔中出来，前2天烧死了一只猴子，被罚面壁思过。要不是玉帝吩咐他前来送人的，说不定这会儿还在玲珑塔中。看着悟空要跑，我急忙拉住了他，别着急，看看哪吒来干嘛了。哪吒落下，身后跟着2个看起来憨厚老实的人，只是我一眼就看出他们背后那龙虎斗景象，这不是降龙伏虎2个大怨种吗？这是被如来赶到凡间，然后又来天庭执行任务了。不过玉帝把这2人送来是什么意思，现在还猜不出来。哪吒见过孙姐姐，来之前王母让我告诉你一句，若是这2人犯了什么错，可就地格杀。我突然觉得哪吒还是很有礼貌的嘛。谢过3太子。孙姐姐你太客气，我与猴子是兄弟，他的师姐就是我师姐，以后你喊我哪吒就行，要不然太见外了。果然，这孩子赤子之心单纯的很，就是这反骨也不知是怎么长的。你们2人叫什么名字？在下李三，在下张四。我依旧给了他们守门的活，只是2人看起来十分高兴，这让我一阵疑惑，莫不是佛门并没有恢复他们前世的记忆？现在佛门做事我怎么越来越看不透了？身旁莫不是有高人不成？王母此时听着分身的汇报，她也是一阵疑惑。按理说佛门应该已经沉不住气，将自己的分身斩杀了呀，到时候自己顺理成章去灵山索要宝物，可如今却没有丝毫动静，该不会是燃灯那家伙看穿了自己的计谋了吧？他在等一个去敲竹杠的机会，而佛门也在等着天庭更乱，他们好浑水摸鱼。古佛为何不恢复降龙伏虎前世的记忆？如来，这些仙人被我佛门强行度化，你以为玉帝看不出来？而没有记忆的2人是最容易取得天庭信任的，到时候出其不意，杀天庭一个措手不及。他们2人恢复了多少实力？可别引起天庭的注意啊！观音将他们的修为解封了，都是太乙金仙境。可玉帝既然知道，为何不阻止？天庭莫名出现2太乙金仙，前段时间灵山刚把降龙伏虎赶走，他们如何不怀疑？看来我们只能静观其变。眼看灵山没有任何动作，王母也有些坐不住了，便想来蟠桃园散散心。姐姐，我看你眉宇间带着些许忧愁，不知为何事烦忧？妹妹，当日我让假扮你的那女子下凡一趟，可佛门依旧没出手。如今佛门就像是悬在头上的利剑，不可不防，又不能不防。其实我觉得佛门如今都在等一个机会，天庭大乱的机会，他们才会浑水摸鱼。你的意思是让天庭彻底乱起来？姐姐，你可知凡间唱戏的，倒是有所耳闻。你的意思莫不是让众仙演一出戏？倘若能说服王母和玉帝就好了，演一出请君入瓮的戏码，就是不知道佛门谁会上钩。王母这时候才觉得自己是当局者迷了。其实破局之法一直都不难，我这就去告诉玉帝，让他。姐姐且慢，这件事你得告诉王母，不能直接告诉玉帝。你想啊，你嫦娥可是天庭有名的漂亮仙子，单独去见玉帝，万一被王母知道了，以后不得给你找事。妹妹，其实我就是……哎呀，我知道你就是心系天庭，我懂，我都懂。眼看这句话是聊不下去了，王母便匆匆告辞。我是千叮万嘱让他千万别直接找玉帝。回到瑶池，玉帝听到他的想法，这件事倒是可行，只是需要悟空配合，激化一下新晋仙家与这些老臣的矛盾。
盾，只是到时候天庭乱作一团，何人能震慑众仙？这个简单，你让天蓬与悟空说一声。不过这件事一定要一步一步来。燃灯本就多疑，能震慑众仙的，我已经让太白去请了。你是说杨戬？是，有杨戬在，哪怕是燃灯来了，也有一战之力。乱套了，乱套了！天庭这下彻底乱套了。随着新老神仙的矛盾愈演愈烈，天庭俨然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氛围。古佛，如今天庭的气氛已经越来越紧张，我准备让人激化猴子与天庭的矛盾，让他彻底挑起大战。如来打小我就看你信。另外，让观音悄悄恢复降龙伏虎的记忆，趁乱杀掉那个太阴星，请出灭魂针，磨灭其神魂。如来下去吩咐了。燃灯只是呢喃道：“天下哪有这妖巧的事？既然你王母想要演戏，老衲便让这出戏更精彩一些吧。我倒要看看你不想让我发现的人究竟有何特殊之处。”此时蟠桃园外，许多新进的仙人大都带着伤，齐声道：“还请孙大人为我等主持公道。”悟空出来一看他们的模样，当即怒道：“谁干的？孙大人是哪吒，他牵着一条特别凶的狗，我们打不过。狗莫不是那哮天犬来凑热闹了？也不知杨戬来了没？也对，如果天庭大乱，杨戬不来岂不是很假？尔等带路，我这就为你们讨回个公道。”这一日，南天门外异常热闹，孙悟空与哪吒大战1天1夜，双方手下之人互殴，场面十分壮观。而在蟠桃园，观音突然出现，帮助二人恢复记忆。你们且去太阴宫杀掉那女子，此乃灭魂针，务必一击必杀。降龙伏虎领命，二人瞬间消失在原地。菩萨刚准备离去，就听到燃灯的传音：“观音，你且隐去身影，在蟠桃园外等候我的吩咐。”谨遵古佛法旨。太阴宫突然出现了二人，一上来就是罗汉翻天印攻向那女子，灭魂针紧随其后。可是就在翻天印就要击中的一刹那，那女子消失了，灭魂针也插在墙上。虚空中的燃灯呢喃道：“果然如此吗？王母，你倒是好手段，差点竟将老衲也骗了过去。”他眸光落在蟠桃园，此时我若有所感，朝着空中望去，找到你了。若非如此近距离，恐怕我也难以发现你与悟空同源相生，还有遮掩天机之力。如此大的变数，我佛门竟然一无所知。燃灯念了一句佛号，只见1万丈佛印从上空轰然落下，竟是朝着我砸来。这里的动静自然被悟空感受到，他没有回头，因为知道老姐是不会有事。就在这一刻，蟠桃园内竟然窜出一只鸾鸟，硬生生将佛印顶了回去。而后一男子在佛印下方出了一拳，万丈佛印瞬间破碎。古佛既然来我天庭，何不下来一叙？如此偷偷摸摸，有损佛面。男子轻声开口：“杨戬，没想到你竟然也会来天庭。既然如此，老衲便告辞了。”观音走。杨戬没有追，反而看向身边的鸾鸟：“娘娘既然留下你在此守护，何必还让我守在蟠桃园？若无真君你震慑，那燃灯又岂会如此轻易退走？”蓝鸟开口口吐人言，而后便朝着瑶池飞去。哇，这就是杨戬吗？这么帅，比焦叔演的那个还要帅啊！望着杨戬离去，我的心彻底沉了下来。已经被燃灯发现，就是不知道同源相生的秘密有没有暴露。如果暴露了，我将是佛门亮劫最大的变数，佛门会不惜一切除掉我。好日子怕是到头了。燃灯回到灵山，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严肃：“亮劫出现变数，我今日才知，那女孩与孙悟空竟然是同源相生。没想到补天石中诞生2个仙胎，如来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他。”诸佛震惊，要知道，如果西游亮劫无法开展，他们万年布局将彻底沦为笑话，佛门大兴也将变成妄语。古佛，今日之后，天庭恐怕会更加防备我佛门，此事还要从长计议。如今距离亮劫开启还有500年，还有时间，只要在亮劫开始前除掉他就可以。如今还有猴子的命数，尽快回到正轨。凌霄宝殿，玉帝望着降龙伏虎，在我天庭逞威，尔等真当我天庭无人了？我们乃是佛门罗汉，就算是处罚也得由佛祖前来，你天庭还没有资格。玉帝直接被这2人给气笑了，竟直接用千里传音术：“如来，来我凌霄宝殿一趟，否则你这佛门弟子我便自行处理。”等如来到来的时候，降龙伏虎仿佛是看到了救星一般：“佛祖，救救我们！降龙伏虎乃是我佛门罗汉，我佛门愿付出100枚功德莲子换取他们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？”陛下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佛门之人在我天庭杀人，理应严惩不贷，不如直接斩杀，磨灭其神魂，扬我天威。李靖适时站了出来，提出了一个十分中肯的意见，众仙家纷纷附和，唯有一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：“陛下，降龙伏虎乃是佛门罗汉，若是我天庭代为处置，终究是说不过去，不如让如来佛祖说说佛门的处理方法，我等再定夺。”说话的正是太白金星，只是此言一出，众仙家都沉默，唯独哪吒看热闹不嫌事大。太白，刚刚佛祖可是准备拿出功德莲子来换你，我听出来你这意思，你是说100颗根本不够？不过想来也是，灵山这么大的地方，应该不至于这么小气吧？玉帝望向如来，如来，朕现在也很为难啊。如来继续说道：“我佛慈悲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他们的罪恶只不过是一时迷失了本心，我会带回灵山好好调教，我再加100枚功德莲子。如来，你佛门难不成只有这破莲子吗？如果你用莲子来交换，我们不换。”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，竟是王母来到了凌霄宝殿。不知王母想要什么？降魔杵12品功德金莲，换2人。众仙家都倒吸一口凉气，他们知道王母心黑，没想到这么黑，只是心里怎么就这么爽？王母真会开玩笑，要么就让我褫夺罗汉果位，为天庭增加2位正手。说到这里，如来沉默了，台下的降龙伏虎立马急了：“佛祖，救救我们！这件事都是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如来竟然瞬间出手了结了2人。王母嗤笑，他在要这2件宝物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结果，随后直接出手褫夺了2人的罗汉果位，为天庭增加2尊正仙，根本不给如来送他们轮回的机会。玉帝封的虽也是正仙，但却少了天地认可，而这些果位则是能给得到天地祝福。昭告3界，这些果位都是当年道祖亲自炼制，承载着天地意志。王母，此乃我灵山罗汉果位。如来，此2人来我天庭逞凶，若是没有这罗汉果位救他们一命，我早已出手抹杀2人。如今我只是收
走他们的果位，已经很仁慈了。今后我天庭不欢迎佛门之人，那些被你们强行度化之人，我已经让哮天犬打包送往灵山。若你要动手，杨戬在。听后娘娘指令，当看到杨戬的时候，如来也不再多言，他并不惧怕杨戬，只是今日注定无果，还不如回灵山商议。望着如来远去，王母直接带着2道罗汉果位消失在凌霄宝殿，众仙家这才松了口气。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王母来凌霄宝殿的，每次来他们中准有人倒霉，今天终于不是他们倒霉了。回到瑶池，就看到王母正在强行炼化2尊果位，你这可是把佛门得罪死了。如果我不这么做，就不得罪佛门了吗？万年前我就得罪死了，在我阻止西游亮劫的时候，他们更是恨不得除了我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怎么突然要果位了？别告诉我你是为猴子和孙姑娘准备的，那燃灯要是知道了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而且灵山的果位极其重要，我记得他们用这些果位封印着什么东西，这也是灵山众佛很少离开灵山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重要才值钱啊！我要在蟠桃会施保他们一命，就必须要有筹码，这2尊罗汉果位就是筹码之一。你到底在谋划什么？连我都不能告诉你，我怎么感觉你已经盯上罗汉果位很久了？玉帝，此事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，我怕你天天睡不着。至于这罗汉果位，我只是临时起意，原本并没有这个打算。而佛门此时则是震怒，燃灯垂着眼看不出来情绪，他想的要更多。若是让孙悟空拥有天庭果位，那么想要将他赶走就更难了。王母究竟想做什么？古佛，这2尊罗汉位一定要拿回来，否则我佛门少了2个罗汉，那罗汉大阵的威力连1/3都不足。最关键的是，灵山内储藏的功德之力怕是会泄露啊！如今天庭已经彻底将我佛门的人都赶了出来，在行度化之术已经无用，让人下界与那些妖族之人结识一番，助其早日飞升。这2尊罗汉之位，我亲自与王母谈。燃灯来到了南天门，杨戬早已等候多时。古佛，真君客气了，老衲想与娘娘谈一谈。来到瑶池，杨戬抱拳，娘娘。杨戬告辞，随后便带着哮天犬回灌江口。而燃灯看着他正在把玩那2尊罗汉果位，心里十分不是滋味，但也尽量让自己平静。燃灯，不知你来找本宫有何事？娘娘，你手中的罗汉果位可否还给我灵山？燃灯，你何时见过到了我手上的东西，还有还回去的道理？既然娘娘见我，就说明这件事可以谈。燃灯，佛门有你，想不兴都难吧？这2尊果位我已经炼化了，到时候会送给悟空姐弟。而在蟠桃园，我看着水池中慢慢抽芽的功德莲子，心里也是松了口气。这东西倒是比那7宝妙术更好培育，也不知佛门接下来还有什么手段。若是没有机缘，1000年之内，悟空怕是很难突破大罗金仙境。我有造化诀500年便可突破，只是佛门会给我有时间吗？蟠桃会快到了，原著中这时候悟空应该是金仙境，吃了蟠桃金丹才晋升的太乙。不行，不能等了，只有大罗金仙加上他的窥天瞳才能与如来一战。悟空，快来升仙台！悟空听到天蓬的传音，当即走了出来。我好奇问道：怎么了？天蓬喊我去升仙台，说是出现了一个厉害的家伙。我也没在意，而是在继续思索接下来该怎么办。等悟空到了升仙台，只见这里竟然有一个牛头人。悟空大惊，只因当年拜师的时候见过他，只是他刚待2天，这家伙就下山了，所以并不熟。猴子，这家伙好厉害，如果不用法宝，他竟然能跟我5-5开，要不也跟他比比？你们欺负俺，俺爹说只要成仙了就能享福了，怎么俺一上来你们就揍俺？要不是俺皮实，这会儿早废了。俺爹说了，要是别人打我，我就要揍别人，你们别过来呀，我很厉害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俺叫大力王，因为俺天生力大无穷，这是俺爹给俺取的名字。猴子，我看你不像坏人，刚见面没揍我，要不你带俺走？他们俩一见面就揍俺，俺怕他们天天揍俺。贤弟，要不你就带着老实牛去你那蟠桃园，我去禀告玉帝一声，刚好你也缺个看门的。天蓬这2天也是被哪吒带歪了，刚刚没忍住揍了这家伙一顿。悟空点了点头，好，大力王，你跟我走吧。孙悟空领着他一路回到了蟠桃园，我也看到了对方的长相，牛魔王，这家伙可是个老实人啊，竟然也飞升成仙了。原著可没写这家伙来天庭啊，难道牛魔王真的来过天庭？要不然怎么解释他跟铁扇公主相遇的事情？还有人说他给人背锅带帽，也不知这些野史靠不靠谱。没有佛门的手段，看来并非佛门送来的人。原著中悟空可是与牛魔王拜了把子，成为了兄弟的。当初那些拜把子的，只有牛魔王一个真心待他。刚一看到这园子蟠桃，他就蠢蠢欲动。猴子，这桃子我能吃吗？不行，这些蟠桃都是王母娘娘的，你若是想被剥皮抽筋，就吃2颗试试。俺也不爱吃桃，俺喜欢吃草。这桃子一看就是苦的。大眼睛滴溜溜一转，他认真说道：好家伙，要不是你这双卡姿兰大眼睛出卖了我就相信了。听着2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我也没办法静下来思考问题，便出了蟠桃园散散心。恰巧遇到了来寻我的王母。妹妹，你在这太好了，我刚好要找你，我想问问你那功德莲子怎么样了？我想着能不能给瑶池种一些，这些种子我已经处理过了，直接扔进水池就能生根发芽。不过姐姐，你怎么对瑶池这么上心？妹妹，其实我懂了，你肯定是上次去找玉帝，怕被王母误会，这才不得不帮他整理瑶池。姐姐，你受苦了呀。王母无语了，算了，还是等他几发现。哎，姐姐真的活得好累啊，明明喜欢玉帝还不敢说出口，现在还得去讨好正宫娘娘，以前还想让她给悟空当媳妇呢，现在看来悟空确实是没戏了。前有后羿，后有玉帝，旁边还有个吴刚虎视眈眈，得亏王母听不到我的心声，要不然也不知道作何感想。刚回到瑶池，王母让人把那些荷叶都给移植走了，毕竟也都是仙物，扔了怪可惜的。当他投入功德莲子的时候，不过片刻便开始生根发芽。玉帝也看到这一幕，你这是什么？怎么还有功德金光冒出来？这就是佛门的12品功德金莲生出的莲子，孙姑娘将它们处理了一下，过段时间咱们也有功德莲子。什么？你说这东西能长出来？
来12品功德金莲。这个小插曲我自然是不知道的，只因为我此时正带着悟空给人家赔礼道歉。牛魔王这家伙竟然把牡丹仙子的花园给霍了，得亏人家回来的早，被抓了个现行，然后这家伙还把人家仙子给打伤了，自报门号蟠桃园大力王。现在人家找上门要个说法，孙大人，小女子就是一个小小的花仙，马上蟠桃会要到了，到时候天庭处处都需要鲜花，如今我那花园被毁了一半，我如何向王母娘娘交代？她真的是委屈的不行，这猴子的名声在天庭都传遍了，王母极其护短，自己现在只能吃一个哑巴亏。可若是不说，说不定这头牛后面还得霍自己的花园。我急忙拉着他道歉，牡丹仙子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们没看好这头牛，我这就帮你把花圃恢复。我在花圃上倒入一滴造化液，就看到原本被霍后的花圃竟然重新长出来，而且开出的花更大更漂亮。多谢孙姑娘，这可是救了我一命。牡丹仙子看到这神奇的一幕也是目瞪口呆，她一个掌管花草之神，虽然也能做到如此，但只能依靠自身法力催发，完全做不到靠一滴水就能让整片花圃焕然一新。我听到她的道谢也有些尴尬，这本来就是我们的不对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看好那头牛，绝对不让它再出蟠桃园。不过仙子，能不能给我一些花草种？我在蟠桃园旁边种一点，省得它惦记你这花圃。回到蟠桃园，就看到牛魔王恢复本体趴在地上，一副我知道错了的样子。算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大力王，你以后不许再出蟠桃园的范围，我在这里给你种一些花草，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。还有，除了毁坏牡丹仙子的花园，你还干什么了？没有了，我就吃了路边一些好吃的草，然后看到了一个好吃的花园。听到他的话，我这才松了口气，然后开始动用法力催动那些花草的成长。还真别说，牛魔王爱不释嘴，将自己的窝都挪到了那里，边吃边感叹天庭的伙食就是好啊，可不能让他再去霍人了。牡丹仙子脾气好，没有直接找玉帝告状，要是霍一个脾气暴的，或者霍到了王母和玉帝那里，那后果我简直想都不敢想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童子飞来了蟠桃园，一脸愤怒的模样让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孙大人可在？悟空急忙迎了出来。这个童子他倒是不认识，只是对方来势汹汹，像是来找事的。不知童子是？我乃是太上老君座下道童精灵。孙大人，如今我家老君不在，你可得给我个说法，不知发生了何事。今日我前去打理药园，走进去一看，却发现药园的草药东倒西歪，很多草药都被吃了，地上还留下一地牛毛。我打听许久，才知蟠桃园来了一位大力王，乃是牛妖修炼有成。我就想问问，是不是他霍了我的药园？精灵一脸愤怒，老君这药园还是头一次遭受如此大劫，他平日里当宝贝一样呵护着，如今却……童子息怒，我这就前往药园帮其恢复生机。我此时也是一脸的无奈，若是能恢复，我何必来找你们二位？关键是他连草根也不放过，如何恢复？所以还请孙大人给我一个说法。我望向大力王，是不是你霍了人家药园子？那块奇形怪状的草地是药园子吗？怪不得那些草那么难吃，有的还苦巴巴的，不过有的还挺好吃，甜丝丝的，那根筋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得，你就不能死不承认吗？老实牛是真老实啊，你就果断认错，直接给我整不会了。如今错事已成，我让大力王先道个歉，不知童子意下如何？悟空也在这时候开口，我今日前来就是想让你们看好这头牛，千万别再来我那药园子了。而且孙大人名声在外，我怎敢讨要赔偿？我拿出10颗功德莲子递给了对方。精灵童子，我这有一些莲子，只要你在药园中挖一水坑，扔进去就能成火，不出1年就可长出功德莲子，应该能弥补药园的损失吧？一听功德莲子，精灵童子也是眼前一亮，有了这东西，哪怕是老君回来，也不会责怪他们办事不力了。多谢孙姑娘。精灵童子收起莲子便离开了，他得赶紧去整理药园，缺什么药赶紧给补上。大力王，以后你还是在蟠桃园吧，别去霍人了。王母在镜中看到这一幕，表情立马丰富了起来。她觉得这头牛来得太及时了，而且能如此惹祸，怕是迟早都会被赶下天庭，倒不如物尽其用一下。孙姑娘你放心，俺只要有这片草原，是不愿意离开蟠桃园的。我要是信你就去滚了，要是老君在，这件事还真就难办了。悟空，你修炼之余看好他，别让他出去了。这祸害人的本领比哪吒还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哪是背锅牛啊，这分明就是惹事精。就算背锅那也不冤，不过能背锅的话，是不是可以用一下？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太好？可我一想，为了悟空，好像委屈去一下这头牛也没啥大不了。大力王此时突然感觉背脊发凉，好像被什么盯上了一样，看向我十尾巴都莫名其妙夹起来。他是单纯，但不是傻，这眼神一看就不像好人。这蟠桃园看来是不能待了，我得赶紧跑路，实在不行就回俺那山里。坐山大王，这头牛的眼神怎么不对？不行，得让悟空看牢了，千万别被这头牛给逃了。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可行。悟空，你若是修炼，就用分身看好这头牛，不能让它太牛了，太牛了！牛竟然也能飞天了。此时灵山虚空中倒映着蟠桃园的景象。文殊菩萨，这头牛看着如此蠢，你为何偏偏选择它呢？天庭对我佛门防备，若是继续行那度化之术，恐一眼就会被探查到。这大力王生来便十分聪慧，而且懂得藏拙之术，佛眼本是一对，我将其中一眼赐给他，哪怕是被炼化，另一只眼也能看到其所见之物。只不过他被安排在蟠桃园，倒是在我意料之外。这便是那个女子吗？天庭藏的可真够深的。文殊，你可能短暂控制着大力王，这佛眼只有与其共享视觉的效果，并不能控制对方，但却可以通过他与其神魂对话。既然如此，那便静观其变。若能将他骗出南天门，再好不过。古佛曾说过，这女子不能留，只要抓到机会，先想办法除掉对方。西游亮劫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有了悟空的看管，大力王倒是老实了许多，每日都吃着我给他种的花草。大力王，你可还记得我？突然，他的脑海中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。俺爹说，别哭腰扔地上的东西都是别人不要的。再说你那只眼睛，俺已经炼化了，不能还给你。哈哈，一只法眼而已，便送给你了。
倘若你能将那女子带出南天门，我还能送你更好的宝贝。算了，俺有这片草地已经很满足了。俺爹叫过俺，贪便宜没好事，尤其是莫名其妙找上门的人，肯定不是啥好人。文书被说的一愣，随后回道：我这里可是有五色草，其滋味岂是你现在吃的那些能够比拟的？挣扎了许久，大力王急忙说道：你真有五色草？真的只要让他出了南天门就给俺吃？我不信，除非你给我发誓。文殊菩萨当即发誓。大力王开口道：我尽快骗他出门，你给我准备好五色草。大力王从脖子上拿下一块金色的牌子，然后埋在地里。恰巧这时候我出来了，他立马说道：孙姑娘，你能否出去一趟？大力王这话是何意？有人给我传音说给我五色草，只要能把你带出南天门就给我，俺就好这一口，还希望孙姑娘成全。我眯了眯眼，什么人跟你联系的？我还在下界的时候遇到一个秃驴，他虽然假扮成樵夫，但俺一眼就认出来他是秃驴。看来牛魔王确实见过佛门的人，想要将我骗出南天门，是要伏杀我吗？他们怎么知道牛魔王在蟠桃园的？又是通过什么传音的？大力王，这南天门我是不可能出去的，你啊，老老实实吃你的草就行。孙姑娘，就不能商量一下吗？如果你真的不同意，那我只能动手了。悟空真身站在我面前，手中如意金箍棒熠熠生辉，若敢动它，今日我便将你剥皮抽筋涮火锅。大力王感受到那仿若实质的杀气，弱开口，不动就不动。俺老牛最听话，虽然五色草有点可惜，但是哪有自己小命重要？我则是问道：你如何通过神魂与那些秃驴联系？之前俺脖子上戴着的一个金色牌子是俺捡来的，你们不能抢，我把它埋在地里了。这牌子给我用，我再给你种一片草地。最后大力王喜滋滋地将牌子递给了我，而我第一时间就用造化术封住了这金色的牌子。到了蟠桃园内，我这才开口：悟空，你用分身假扮成大力王，与佛门周旋一二，千万不要露出马脚。悟空点了点头，用一根猴毛直接变成了大力王的模样。我直接将金牌上面的造化力撤掉。大力王怎么样了？悟空朝着我点了点头。我传音道：让他们多带点五色草，就说明日带他出南天门。俺刚刚想了想，你们让俺干活，能给俺多少五色草？你还记得你那片山头吗？到时候我给你种满了五色草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俺明日就带孙姑娘出南天门。你们要做什么？能不能给俺说说？其实我心仪孙姑娘许久，就想见见她。我听到悟空的传音，差点被自己呛到。这群秃驴没底线了吗？不是说六根清净吗？这谎话张口就来。俺老牛也觉得孙姑娘美若天仙，你眼光怪好嘞，你得俺把五色草带来，俺把人给你带出去。回到房间，我皱眉道：悟空，你要不去广寒宫一趟，去请一下嫦娥仙子？还不等他去，就看到王母来到了蟠桃园。她刚刚从镜中看到了一切，觉得自己这位好妹妹要搞事情，就匆匆赶来了。姐姐，你来了就太好了，刚刚我还想让悟空去广寒宫找你呢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还不等我回答，王母就看到了吃草的牛。哇，妹妹，你这里竟然有一头牛，我可是馋牛肉火锅许久了。大力王全身一咯噔，他总觉得这个女人不是在开玩笑，随时都要吃了自己牛肉一般。姐姐，这头牛现在可不兴吃，他又没犯啥错，也没逃下天庭。说的也是，如果这头牛犯错了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亲手对它剥皮抽筋。那双后腿看起来非常强劲，用来烤不错，一身的肉涮牛肉绝对好吃。大力牛刚想反驳，就看到一双冷到极致的眼神，他吓得瑟瑟发抖，心里却在想：老爹说的太对了，天上的女人都是老虎，太恐怖了。这个孙姑娘一看就不是好人。这个女人，什么广寒宫的嫦娥，这是能刀牛的眼神，俺得老实点，不能被他们抓到把柄。姐姐，你有没有什么宝贝，能让悟空变成我的样子不被发现的？王母想了想，她的宝物太多了，瞬间就想到了许多，只是今日出门都没带，只带了素色云界旗。这东西倒也能遮掩气息。将旗子拿出来，我一眼就看出了不凡，但是我不认识此物。这叫素色云界旗，不仅能遮掩自身的气息，而且还能召集众仙。我将口诀传你，素色云界旗，这不是王母娘娘的法宝吗？天啊，嫦娥姐姐到底做了什么，竟然敢偷王母的法宝？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刚刚我说的你记住没？看着发呆的我，她在想，莫不是这旗子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？不过这样也好，姐姐，这旗子你赶紧还给王母吧，偷到王母宝物的罪名太大了。妹妹，其实姐姐，我知道你是担心我，想保护我，我都懂，真的。但这次真不一样，这云界旗乃是王母的重宝，一旦被发现，绝对会让王母震怒。无妨，近来我在瑶池帮忙种金莲，这旗子是王母交给我，让我保存一段时间。要不这样，明日我变化成你的模样。姐姐，佛门怕是要杀我。你虽然是广寒宫仙子，但战力并不强，只有让悟空去，才能斩杀1、2尊佛门罗汉菩萨。王母惊讶，原来自己的好妹妹打的竟是如此算盘，要斩杀佛门这些人吗？那么她的宝物确实不能用了，否则怕是瞬间引起佛门与天庭的大战。但是她又不是只有那么一点法宝。妹妹，明日我变化成你的模样。悟空一男儿身，怕是刚出去就露出马脚。算了，姐姐，明日我亲自前去，只要造化池不碎，没人能杀得了我。妹妹，别，你还是在蟠桃园里待着吧。我可是听说你这头牛最近干了不少事，得有人看着他。这件事你放心交给姐姐，保证给你拿2颗佛门舍利回来。先不说了，我得去好好准备一下。望着匆匆离去的王母，我心里也是一阵感动。当晚将造化池交给了悟空。悟空，若是姐姐有什么危险，就用造化池帮她挡下，保护好她，知道吗？赶紧去休息吧，明日怕是一场恶战，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反击，如果势不可为，你们就走，知道吗？姐，帮我解开窥天童的封印吧。我犹豫许久，最后还是帮他解开了封印。他觉得与其等佛门出招，不如自己主动出手。如今天庭与佛门的关系紧张，也正是双方相互忌惮，才能够给他们安全保障。窥天童不用再隐藏了，而且接下来要做
做的事情，缺少窥天瞳还真没办法实施。瑶池玉帝看着王母罕见的发呆，就十分好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玉帝，我有多久没杀过人了？万年了吧？怎么你还想杀人不成？那倒不是，我就是想着弄1-2个鲜活的舍利回来玩玩。玉帝一听他又要搞事情，当即便说道，现在佛门和天庭的关系很紧张，若是你动手，必然掀起两方大战。我当然知道，放心，这次我占领，绝对不给你惹事，而且佛门之人绝对不敢声张。可越是听他这么说，心里越是没底。灵山此时却陷入了沉默。如果此次围杀成功还好，如果失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了能将佛门从这件事里面摘出来，必须派出战力强且与佛门关系不大之人前去才行。佛祖，我等无法出面，可安排手下坐骑出面。我那坐骑青毛狮子如今也有太乙金仙界，若是再加上普贤菩萨的6牙白象，此事可成。尽管他们是仙胎，但如此短时间内，想必也只有金仙境界。文书，上次比试我已看出那悟空是太乙金仙，若是只有青毛狮子和6牙白象，怕是无法一击必杀。大鹏金翅雕，你且一起去一趟。随着如来话音刚落，他手边一个金色大鹏雕塑竟然瞬间破裂，从里面钻出一只大鹏金翅雕。如来，你将我困在灵山，如今休要我帮你做事，若能杀掉那女子，我放你下界逍遥，否则只能将你继续封在灵山。大鹏金翅雕眼神中闪过一抹忌惮，如来单手便可镇压他，当即有些惊疑不定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出家人不打诳语。好，杀了那他，你便放我下界。随后，灵山之上出现了一头青毛狮子和一头6牙白象。当听到自己任务的时候，纷纷接下如来法旨。看着3人远去，如来便说道：文书，你且去盯着，若有意外，将3人救下来，从长计议，切记不要被人发现。更新了，更新了！王母的身份终于暴露。此时，王母假扮的悟空姐姐来到了南天门。悟空如今窥天瞳已解开封印，万物在他面前根本无所遁形，哪怕是王母也不例外。只是此时心中震惊无以言表，看出了悟空的不对。王母小声道：悟空，你怎么看起来这么震惊？莫不是我的变化之术出了问题？王母大惊，他出来之前还问了玉帝能不能让人识别出来。玉帝可是信誓旦旦说，普天之下除非如来燃灯亲至，否则任何人都无法识别。悟空，你竟然能看穿我的真身？悟空点了点头，此时心中五味杂陈，没想到他老姐一结金兰的竟然是王母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天庭还不得震3震，关键是他还被蒙在鼓里。好了，出去吧，这件事先不要给孙姑娘说，等蟠桃会的时候她自然会发现。今日大战你不需要照顾我，若是不敌对方你且退去，只要如来燃灯不来，我一人便可镇压所有。两人飞出南天门数千米远，就被大鹏金翅雕3人拦住了去路。你就是那女子？吾乃大鹏金翅雕，今日前来取尔等性命，还不速速就擒？悟空当即掏出金箍棒朝着3人杀了过去。大鹏金翅雕手持方天画戟，仅一人便拦下了悟空。青毛狮子和6牙老象分别手持大刀和长矛朝着王母杀来。只见王母手持一柄白玉剑，朝着2人攻击而来。他现在不敢暴露实力，只能与2人缠斗。他不信佛门没人盯着这场战斗，说好了舍利子就要舍利子。文殊菩萨一直在权衡利弊，自己到底要不要出手。照此下去，这女子必然是杀不了的。他没想到悟空一个太乙金仙，竟然能拖着刚晋级大罗金仙的大鹏，尤其是孙悟空，仿佛能够预料到大鹏下一招，提前进行躲避。而且那女子的战力不容小觑，竟然1挑2还能游刃有余，手中的灭魂钉蠢蠢欲动。王母长剑挡住青毛狮子的大刀，却无法挡住6牙白象的长矛，瞬间被抽飞。悟空也心急如焚，竟是被大鹏一戟压制。而也是这一瞬间，灭魂钉瞬间出手，朝着王母袭来。悟空大急，王母却是嘴角泛起一抹诡异的弧度，当即停止了倒飞的趋势，悬空而立，背后五彩霞光笼罩万里之遥。那灭魂钉也被他拿在手中挡完，不枉我卖一个破绽给你。找到你了，文殊。这时候青毛狮子和6牙白象才知道眼前女人的恐怖，被他压制的动都动不了，更别提杀人了。大鹏也被霞光限制，当即便起了逃跑的心思。文殊在看到五彩霞光的时候已经彻底懵了，这不是王母的神通吗？这女子怎么会？悟空早已看穿了大鹏的想法，也正是这一瞬间，眸光流转，天地竟在这一瞬间变色，乌云滚滚，云中似有雷霆闪烁。而悟空此时双眸中仿佛时光静止，瞬间出现在大鹏面前，他根本来不及阻挡，一棒之下大鹏便倒地不起，而后低喝一声藏仙，无边的雷霆仿佛要灭世一般。紧接着悟空的双眸射出一黑一白2道光，穿越百里，冲在了文殊的身上。哪怕是王母都感觉到一阵心惊，刚刚那一瞬哪怕是他都受到了威胁。他好像在古籍中看到，这乃是窥天瞳的藏仙之术，能够磨灭其神魂。真正的窥天瞳竟比书中写的还要恐怖如斯。文殊神魂快要消散的一瞬间，竟被一道金光射了回去，而王母也瞬间出手，斩杀了青毛狮子和6牙白象，顺手将早已残破不堪的文殊躯体磨灭，取出里面的舍利子。望着奄奄一息的大鹏，他没有犹豫，直接白玉剑将其斩杀。晚上能加餐了，就是不知道这些肉好不好吃。悟空此时感觉全身被掏空，还好王母扶着他，你不该使用窥天瞳的，我能斩杀他们。娘娘，你能护得了我们一时，可护不住我们一世，你总有不在的时候。窥天瞳虽然暴露，但也可威慑佛门一下。王母叹了口气，没再说话。他知道悟空说的对，他能挡住这些明面上的攻击，但是暗地里的必须有强大的实力，而太乙金仙境界的窥天瞳足以让人忌惮。回到蟠桃园，看着虚弱的悟空，我有些心疼了，辛苦你了，妹妹已经没事。对了，你帮我看看这3只好不好吃，我都没吃过呢。我靠，这不是如来的舅舅大鹏吗？还有文殊的坐骑青毛狮子，还有普贤的坐骑6牙白象，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，试试涮火锅吧。大力王看着他熟练的拔毛剥皮抽筋，整只牛都是瑟瑟发抖。他觉得这蟠桃园太恐怖了，一言不合就涮火锅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当着一头牛行剥皮抽筋之事，妹妹，如今悟空的窥天瞳暴露，这件事可不是小事。文殊的神魂还未消散，他已经回到了佛门。佛祖，我们中计了，那大力王竟然骗了我们，那女子分明就是王母假扮的，那猴头最后那招我从未见过，仿佛将时间冻结，我根本无法躲避。若不是您出手，我怕是已经死了。文殊，你且去
去佛塔中重塑肉身，剩下的是本座自有定夺。望着文书远去，如来低声道：“悟空已修的窥天瞳，此乃西游亮劫之变数，此瞳不得不毁，而那女子聪慧，不得不杀。佛祖，窥天瞳之威能够阻拦其锋芒，佛门中唯有您与燃灯老祖，如若不然您出手取出他那窥天瞳，我佛门也将再添一件至宝。观音，你倒是忘记了12品功德金莲的作用，有了它，何须我与古佛出手？佛祖，如今他们躲在蟠桃园，我等也不可能打上天庭。蟠桃会快到了，各路神仙为了蟠桃会都会纷纷下界，而王母也会离开一段时间，无暇顾及他们，这便是我们的机会。如今文书躯体被毁，何人能够担此重任？”望着诸佛沉默不语，佛祖却笑道：“我心中早已有了人选，尔等切勿着急。”此时的蟠桃园，王母吃了一口大棚肉，眼神一亮，这肉真不错，堪比上次的蛟龙肉。我有些嫌弃的看向六牙白象和青毛狮子的肉，都是神兽，怎么味道差距这么大？而此时王母收到传音，吃了2口便匆匆离去了。大力王，来，我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，让他变回人身，坐在位置上。大力王，这个涮锅绝对好吃，今天要不试试？当他吃了第一口涮肉的时候，仿佛打开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门，停不下来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他一人将青毛狮子和六牙白象的肉给涮完了，吃完还有些意犹未尽，马马虎虎，虽比不上俺的草，但也不遑多让，只是这大棚肉太少了，太少。瑶池玉帝告诉他，众仙家已经开始收集寻找蟠桃会所用之物，让王母也该出发去昆仑一趟。王母点了点头，好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你记得看好孙姑娘他们，别出什么岔子。你不是一直想要舍利子把玩吗？给你一个。说完就将舍利子抛给了他。玉帝只觉得这舍利子有些烫手，看着这佛韵，好像是文殊菩萨的。你把文殊给杀了没有？最后时刻被灵山救走了，我就掏了个舍利子出来。窥天瞳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你就别担心了，不是佛门之人，是悟空。不过这窥天瞳可比古书记载中的强大的多，我要是对上估计都得受伤。王母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世间有几件法宝是能克制窥天瞳的？我记得你的封天印和昊天塔就可以，我那昆仑镜算一个，其他的我倒是不知道。佛门12品功德金莲，玉帝呢喃道。而王母则是想得更多了，你是说佛门会在我不在这期间，让人带着12品功德金莲对付他们姐弟2人？我可没这么说，是你自己这么想。而王母却陷入了沉思，如果窥天瞳失去作用，佛门只要来一个大罗，他们2人必然不是对手，要不这昆仑不去也罢。仿佛是看出他的心思，玉帝咳了一声，昆仑不能不去。知道了，去就去，现在就出发，我好早点回来。望着王母远去，玉帝则是无奈摇了摇头，他这性子还是这么急。佛门，你们到底要怎么出手呢？我可不想回来被王母追着打，你们啊，最好给我老实。只是在离开前，王母还是来了蟠桃园一趟。妹妹，我要出一段时间远门，去趟昆仑，我不在的时间，如果你们遇到什么无法阻挡的敌人，就去蟠桃园里悟空经常修炼的那株蟠桃树下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姐姐放心，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。不过那棵蟠桃树有什么特殊的？王母没有回答，而是望着大力王，一直想尝尝涮牛肉，不知这次回来能不能吃上。若妹妹有个闪失，哪怕寻遍3界也要找到这头牛，试试涮牛肉。大力王吓得夹着尾巴，这女人绝对是自己见过的最可怕的一个，哪有天天惦记吃牛肉，自己长这么大容易吗？我掩嘴笑道，他知道姐姐是什么意思，不过是想威胁一下大力王，让他保护好自己。灵山此时也得到了消息，说王母已经离开了天庭。莫急，时机未到，诸位且慢慢等候便可。可如今越来越宁静，我却越是心里没底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般。姐，我管你心神不宁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上次如此心神不宁，就是遇到了你中了傀儡佛，这次怕是也跟佛门有关。怕什么？我这窥天瞳，万事万物都逃不过我的窥视，使用窥天瞳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对，可正是这样才让我不安。若是佛门之人携带重宝，窥天瞳都无法窥视，那么这次他们绝对凶多吉少。悟空，这几日我与你一起在那蟠桃树下修炼，等姐姐回来了再说。虽然不知这蟠桃树有什么不对，但是他还是选择相信王母。那个，你们是不是忘了这里还有一头牛？我这才看到大力王，你在这里守门，若是有什么事情就传音给我们，你可不能乱跑，否则我让你尝尝牛肉火锅。大力王觉得没完没了了，他现在虽然喜欢吃火锅，但是不喜欢吃牛肉火锅，总感觉这是炖自己。又过了3天，一道身影飞到蟠桃园，大力王赶紧夹紧自己的尾巴，生怕这女人把自己涮火锅了。悟空，孙姑娘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也是松了口气，姐姐回来了，太好了。悟空使用窥天瞳也没看出异常，便带着我从蟠桃园走了出来。姐姐，你不是说要出去一段时间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看到他发呆，我只以为他是见到自己高兴，当即就要上前去拉对方的手，可就在这一瞬间，造化池毫无征兆的从我的识海中冲出，竟是朝着王母对方砸去。我愣了，悟空呆了，大力王牛尾都快夹断了，他一脸懵逼，这自己不会遭殃吧？王母也没反应过来，身上下意识散出一层佛光，挡住了造化池。可正是这佛光让众人惊醒，金箍棒瞬间砸出，眼前的王母身上笼罩一层金光，金箍棒竟然直接被挡住。12品功德金莲，佛门好手段，怪不得悟空的窥天瞳都未能察觉，多亏了造化池护主，否则刚当自己一旦靠近，非死即伤。悟空想用窥天瞳，但是发现并没有什么用，这可是功德灵宝，窥天瞳完全不起作用，能变化的如此看不出破绽，怕是佛门的千面佛，就是不知这人是什么境界。可随着千面佛的气息释放，大力王此时也是瑟瑟发抖，他就是一头牛，这一天天过的啥日子？能不能安稳2天？又是一尊大罗金仙，这佛门底蕴真够强，我手持造化池就要加入战斗，若是不破开功德金莲的防护，今日怕是凶多吉少。因为12品功德金莲，悟空的实力只能发挥出7成，此时也有些捉襟见肘，看到我想要加入战斗，被他直接喝止，别过来。我目光又看向一旁瑟瑟发抖的大力王，大力王，你去帮帮悟空，要不今晚请你吃涮牛肉。牛在
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打就打。大力王怕的不是我，而是王母。那女人可是说过，要是孙姑娘有个3长2短，3界都没有她的容身之地。那眼神他想想都害怕。有了大力王的加入，悟空也不至于落败。可千面佛突如而来的笑容，却让悟空心头大胆不妙。姐小心！只见一道赤色佛印竟朝着我砸来，想要用造化池阻拦已经来不及了。眼见佛印就要轰在身上，就看到一抹青光从我的胸口处飞出，化作一头青鸾，竟直接将那佛印吞了下去。我身上怎么还有这东西？我咋不知道？我也是一脸莫名其妙，本以为都要靠着仙衣阻拦，没想到冲出一头青鸾。悟空看着有王母的青鸾守护，心中也松了口气。金箍棒一棒接着一棒，那12品功德金莲竟然硬生生被他砸得快要裂开。而千面佛看到一击不中，便已经有了撤退之意，当即便化身数百朝着4面8方飞去。悟空别追！此时大力王躺在地上哼哼唧唧，他可是被那家伙打了好几拳。虽说自己皮糙肉厚，但他也挡不住那大罗金仙的拳头。我又帮他种了点花草种子，这家伙才不哼唧。只是南天门外，千面佛突然被一道金光笼罩，竟被定在了虚空中。如来若是再不出现，这12品功德金莲朕就收走了。如来的身影突然浮现，见过玉帝，免礼。如来不知千面佛来天庭所为何事？朕刚刚感觉那蟠桃园异动，怕是跟他脱不了关系吧？玉帝，千面佛只是路过。只见玉帝手一挥，昊天镜悬浮在身后，千面佛化身王母的模样便出现在镜中。如来，朕本不想生事，王母不在，朕好不容易能清静2天，你还偏偏要撞在枪口上，这不是让朕难做吗？这样你给个法宝意思意思就行了。朕瞧你这12品功德金莲不错，王母还缺一个逮捕工具，朕觉得你这金莲挺上档次。陛下，这金莲乃是师尊法宝，我可做不了主，要不然我这就将师尊喊来。玉帝眯了眯眼，如来，你这是不打算善了？陛下所言，我实在是做不了主，若是我自己的东西，自当会给陛下。你那降魔杵留下吧，王母不在期间，朕希望你佛门清静几天。倘若下次擅闯天庭，假扮王母，朕有理由发兵你灵山，哪怕道祖也无话可说。如来掏出降魔杵丢给了玉帝，随后带着千面佛离去。李靖将这降魔杵给悟空，算是佛门对他们的补偿。拿着降魔杵就来到了蟠桃园，而悟空急忙迎了出来。天王大驾光临，悟空有失远迎，有失远。